大哥回了父王膝下，怎么与我反倒生分了？没有的事儿，就算你我不是一母同胞，你也是我四弟。和大哥你开玩笑的，大哥在长房的时候都救我和明媛，何况如今回到父王母妃膝下，你我兄弟的感情只会越来越好。父王，大哥是祖父看中的爵位继承人，又是您的长子，明儿你和皇上说一声，把世子之位还给大哥。从小，楚墨尘就跟在楚墨风屁股后面打转，楚墨风对他这个弟弟也格外的爱护，这份兄弟之情远非楚墨行能比的。楚墨行要抢世子之位，楚墨尘不会给，可楚墨风他让得心甘情愿。不可。有何不可？若不是你被换到长房，这世子之位本就是你的。你的心意我明白，你我是亲兄弟，你做世子还是我做，又有什么区别？所以大哥就不要推辞了。这事儿你们俩不用迁来让去，我已经做好安排了。这一夜，父子三人商议到很晚。楚墨尘没有回沉香轩，他们就在书房睡的。你什么时候回来的？1刻钟前。我昨晚睡得很好。你们父子兄弟抵足而眠，当然睡得好了。我把世子之位还给大哥，大哥不要。不要让一个世子之位影响了你们兄弟之间的感情就成了。大哥在长房的时候拼命救我，父王也不避讳他，把手中最大的产业给他看。我和大哥之间没有隔阂。王府还有最大的产业？怎么就没有？父王又不贪墨，也不收受贿赂，没有产业，如何维系这一家子的奢侈用度啊？什么产业？你早猜出来了。开玩笑的吧？你们镇南王府的产业，我怎么猜得出来？如今王府最挣钱的产业是什么？应该是珍珠糕吧？你是指那些丑珍珠？把丑字去掉。我就是去掉，那些也还是丑珍珠，奇丑无比。楚墨尘无法反驳，他没说话。你家真的是养珍珠的？镇南王府也是你家？没见过这么咬文嚼字的。那些产业是镇南王府的，但不是我的好吗？父王此次离京，一来是追查丢失的税银，二来就是带我去看镇南王府的产业。楚墨尘说王爷不避讳楚墨风，指的就是这件事。那时候的王爷和他都不知道楚墨风是王爷的亲生儿子，只当楚墨风是大老爷亲生的。因为信任他，所以一并带去了山庄，亲眼看到那些珍珠。我知道可以养珍珠，但王府养的珍珠怎么那么的丑？我正想问你这事儿呢。问我？问我什么？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这几年王府养的珍珠几乎找不到圆润的，若不是你把那些丑珍珠调制成珍珠糕，山庄已经入不敷出了。据我所知，影响珍珠生长的方面有很多，比如酸碱度、无机盐、钙以及磁料。除了饲料，楚墨尘听懂了之外，其他的是一头雾水。你怎么知道的？我调制珍珠糕，能对珍珠不了解吗？这个话题不好，明远果断岔开。你和父王离京的时候，我和沈家做了笔生意，沈家从我这里买珍珠糕，卖到京都之外的地方，需求很大。我和沈家约定用粮食交易。什么？是我擅自主张了吗？父王正愁国库里的粮草只能撑几个月，想着边关断粮食，能不能找沈家借几十万担粮食应急。父王还想着朝堂没多少信誉，王府作保。没想到他还没找魏明成商议，明媛就送给他这么大一惊喜。这事儿是我出面和沈家谈的，但具体是我大哥在办。你要是想知道细节，只能去问我大哥了。我原本就打算去见他的。母妃修剪过的花总是格外的漂亮，嘴甜的跟抹了蜜一般。明媛说的是实话。王妃有好事呢。什么好事？刚刚宫里的公公派人来送信，说是早朝上世子爷送了封奏折给皇上，求皇上把世子之位还给大少爷。皇上夸大少爷兄有地功，百官都赞同世子爷此举，但皇上说不换世子。那些大臣说对大少爷不公平，皇上笑说大少爷是老国公生前最看重的长子嫡孙，对他的看重还要胜过王爷。皇上相信大少爷能凭着自己的本事封侯拜将，将来一门两王，不分高低也未尝不可。一门两王，镇南王府是异姓王，是将军王，这样的府邸出2个王，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了。
这是皇上对镇南王府的信任，对楚墨风的看重。明媛陪王妃说了会儿话，就退下了。从恒芜院出来，在花园里逛了一圈，和萧郎环不期而遇。有几天没见到他了，人消瘦了一圈，脸色憔悴，但看他的眼神一如既往地带着恨意，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明媛看见了萧郎环，大家互看不顺眼，不如就当没看见。明媛迈步往前，萧郎环转着手指上的戒指，眸底流露一抹杀意。明媛只感觉到肩膀一疼，仿佛被蜜蜂蛰了一下，不过疼了一下后就没什么感觉了。他碰了下后背，就迈步回了沉香轩。妄想抢我的位置做世子妃，哼，那是痴人说梦。我能悄无声息地干掉他，就能除掉楚墨风和楚墨尘。三少奶奶是把什么东西扔湖里去了？回了屋后，明媛把衣服脱下一点，露出肩膀。哎，有一个小红点儿，是不是被什么东西给咬了？好像又没有那么疼了，时疼时不疼的，难道真被什么东西给咬了？抹点药膏，明媛便把这事从脑海中甩开。闲来没事，他拿了本书翻看，打发时间。我已经去找魏明成确认过了，几十万的粮食不成问题。楚墨尘带回来的消息对王爷来说实在太重要了，这一仗又多了2成胜算。商议完粮草的事，楚墨尘又说起明珠山庄，把明媛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王爷。明媛一口血吐了出来，人晕倒在小榻上。喜儿和雪雁吓得直叫：快请太医！雪雁跑出去叫人请太医。怎么回事？世子妃怎么会吐血呢？奴婢也不知道呀，世子妃肩膀一直疼，然后就吐血了。肩膀？楚墨尘扒拉下明媛的衣服，只见到肩膀一红点儿，很浅，都快看不见了。快把解毒丸拿来！喜儿回过神来，连忙往后院跑。他把几种解毒丸都取了来，也不知道哪种解毒丸管用。楚墨尘一样给明媛塞了一颗，因为担心，因为害怕失去他，他拿药丸的手都在颤抖。好端端的，明媛怎么会吐血晕倒呢？还不知道晕倒是怎么导致的。丫鬟说世子妃肩膀疼了下，具体原因还得等太医来查。赵元正，你快给世子妃看看。赵元正也顾不得给王爷王妃见礼了，坐下给明媛把脉，好半天才收手。世子妃中的是剧毒，这会儿还活着，是不是吃了什么药？他自己调制的解毒丸，我给他塞了好几颗进去，能不能解毒啊？我没法替世子妃解毒，我能做的是让世子妃醒过来，看她有没有办法。世子妃之前给自己把脉过，没有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吐血了。哦，那世子妃吃过什么没有？世子妃就喝了1盏茶，吃了2块糕点，茶水是雪雁倒的，不会有问题的。糕点我也吃了呀，但我没事。肩膀？哦，对，之前世子妃说肩膀疼，还有个小红点，不知道中毒和肩膀有没有关系。有些毒无色无味，即便医术再高也很难察觉，只有在毒发的时候才知道。先把世子妃救醒。10几根银针扎下去，拔最后一根银针的时候，明媛身子一动，她一口血吐了出来。明媛脑袋昏沉沉的，她知道自己坚持不了多久就会晕过去。她拿银针给自己扎上，让自己坚持得更久一点。她念药方，赵元正记下，刚念完，明媛就晕了过去。不过明媛昏迷之前说：找萧，话还没说完，明媛就晕倒了。世子妃这是要找谁？姓萧的，会不会是教世子妃医术的人？没人教世子妃医术。这怎么可能呢？是真的，当初世子妃被人害得坠崖，醒来后人失忆了，但却会了医术。我们贴身伺候世子妃的，可以保证世子妃没有跟任何人学过医术。这几个丫鬟对明媛的忠心，楚墨尘知道。明媛昏迷不醒，他们不会隐瞒她。但姓萧的，会不会是三少奶奶？萧郎环，世子妃怎么找他？世子妃肩膀疼的时候，除了奴婢，就只有三少奶奶和她的丫鬟在身边，就隔了1丈的距离。
派人去找三少奶奶来。我忙着没空去。是王爷让三少奶奶回去的。回去做什么？世子妃吐血晕倒了。王爷为什么找我去？吐血晕倒，不应该找太医吗？再推诿不去，反倒显得自己心虚。萧郎环站起身来，他往沉香轩走。暗处一小丫鬟看见他，眉头扭了扭。世子妃和三少奶奶素来不对付，她晕倒，找三少奶奶做什么？快来人啊！怎么了？他跑到桥边，就看到河里飘着不少的死鱼。莫名其妙的鱼死了，这可不是好兆头啊！小丫鬟手搭在桥上，看着河里的死鱼，她想起了一件事，转身朝沉香轩跑去。父王找郎环来，可是有事？世子妃吐血，是不是与你有关？萧郎环脸色一变。父王母妃不喜欢郎环，偏袒世子妃，但也不能这么污蔑郎环。外面定北侯还有苏氏以及魏明成和魏明慧都来了。是谁污蔑我的？不给我个解释，我今儿就死在这儿，自证清白。我知道是谁毒害世子妃的。这小丫鬟也是运气好，跟着定北侯他们进来。守门丫鬟当她是定北侯府的丫鬟，没有拦她。我真的知道。你知道是谁害我家世子妃？我看见了，是三少奶奶。萧郎环眸底闪过一抹冷芒，几乎要将丫鬟吞噬。我看到三少奶奶站在桥上扔东西，我不知道她扔的是什么，但桥下的鱼死了许多。派人去桥下打捞。赵峰往前走，小丫鬟带路。水里有毒，但毒已经散开，那点毒毒不死人了。王爷看着那雕刻精美的戒指，仔细看发现戒面能动，轻轻一转，一个细小的暗器便射出来，正好射到脖骨架上。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母妃，我不是有意的。不是有意的？这杀人的暗器是能随便射出来的吗？不要叫我母妃，我没有你这么心狠手辣、死不悔改的儿媳妇儿。把解药交出来。没有解药。萧郎环咬牙，眼泪从他脸上滑下，可惜没有任何人心疼他。你带刑部衙差去包围东平王府，如果东平王不交出解药，直接入狱。这事与我父王无关，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你一条命，连我女儿一根手指头都抵不上，你如何担得起？王妃看苏氏的眼神带着愧疚，她催萧郎环交出解药，可是萧郎环一口咬定没有解药。给我拖出去打！20大板下去，萧郎环直接晕了过去。丫鬟去小厨房拿了盐来，倒进水桶里，融化的盐水泼在伤口上。萧郎环趴在凳子上，疼得脑门上冷汗直往外涌。这是做什么？萧郎环手上的戒指是东平王给他的吧？什么戒指？交出解药，或许还能保住东平王府一干人等的性命。死扛着，东平王该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郎环他到底出了什么事了？萧郎环毒杀世子妃，罪证确凿。我奉父王之命，将东平王府一干人等入狱。东平王可以否认不认得那戒指，我相信东平王府有人认得。来人，把他们带走。女儿糊涂啊，该毒杀的时候优柔寡断，如今大势已去，她却铤而走险，如今自己遭殃，还连累东平王府。东平王和东平王妃都入了狱，东平王世子不在，东平王世子妃回了娘家北鼎侯府。刑部的衙差去北鼎侯府抓人，被北鼎侯打发了。这事儿我会和镇南王去说。衙差也不敢硬抢人，他们虽然是奉命行事，却不是什么人都敢抓的。那世子妃可知道东平王世子在何处？去花楼找的。招，我招。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不能招。东平王觉得事到如今，是你忍着就能逃过去的吗？镇南王世子妃解过瘟疫，救过北越荣王世子，与朝廷有功，毒杀他等同毒杀朝堂要员，这罪名有多重？东平王不会不清楚吧？我招，这事儿我家王爷不知道。郎环的戒指是我偷偷给他的，我一人做事一人当。解药呢？
没有解药，把所有罪名都揽在自己身上，却不交出解药，这是要拉着明远给他陪葬。不过东平王和东平王妃再嘴硬，可衙差搜查的本事不是盖的，什么暗格都给你搜了出来，搜出来不少瓶瓶罐罐，一股脑的都送到镇南王府了。赵院正亲自检查那些药，只是他能分辨哪些是毒药，哪些是解药，但解明原毒的他不确定，3种药不知道哪种是。不过好在明原喝了自己开的药方，半个时辰后缓过劲来，人醒过来了。赵院正把药拿给他看，都不是。浮云轩找过了，也没有解药。长房派人去找过没有？如果有解药，不在东平王府，就一定在萧郎环手中。丫鬟和暗卫跑去长房找，萧郎环主持大太太的丧事，一整天都待在那里。丫鬟去翻了一通，什么也没有找到。赵成问小厮，萧郎环今天都到过什么地方，做过什么事？最后一件事引起了赵峰的怀疑，那就是萧郎环让人开过棺，放过东西进去。快把棺材打开。楚墨行不同意，但是没有他说话的份。梁小厮把棺材开了，里面果真有一个药瓶。暗卫带着那药瓶回了王府，把药丸递给明远。咽下药丸的时候，后背疼痛难忍。暗气没入世子妃体内，得想办法取出来，否则也不过是多活几日。把暗器拿给我看看。托盘里有个小白瓷盘，那短针格外的明显。是铁的吗？是铁的。用磁石试试。楚总管亲自把磁石送来，很大一块。明远背对着众人，肩膀露在外面。楚墨尘拿着磁石，一靠近明远，他就疼得满头大汗。忍一会儿就好了。他拿着磁石靠近，离得越近，明远的反应就越大。不过好在磁石够强，把短针吸了出来。短针一吸出来，明远就倒下了。脉搏比之前平稳了许多，只要1个时辰，世子妃就会醒过来。明远躺在床上，脸色苍白，但唇瓣的紫色渐渐恢复红润。苏轼守在床边，定北侯朝他摇头。苏轼擦着眼泪出去了。王妃他们也都离开，只余下楚墨尘陪着明远。时辰太晚了，先回府吧。我不放心元儿。元儿不会有事的，放心。明天我再来陪你看他。他看得出来，镇南王世子不比他们关心明远少，还有王爷和王妃，他们都很疼爱明远。要不你们在王府住一晚？得知明远出事，老夫人就担心不已啊。若是我们在王府过夜，她怕是一夜难安呐。提到老夫人，苏轼便没再坚持了。我家世子妃怎么还没醒啊？快了，别急。不过1刻钟后，明远就醒来了。慢点，别一直看着我呀。真的没事了？服了解药，暗器也取出来了，我没事了。萧郎环呢？你怎么怀疑到他的？你还记得慕烟吗？楚墨尘眉头一皱。慕烟当时是死在一只金簪上，金簪里有剧毒，也是杀人于无形。当时我就怀疑慕烟的死和萧郎环有关。只是当时萧郎环被罚跪佛堂，金簪是老夫人送去的，抓不住他的把柄。但这件事明远还记得，慕烟一死，就没有人再和萧郎环争楚墨行了。他是最直接的受益人，顺藤摸瓜就想到了萧郎环。只是那时候的他已经浑身无力，名字还没说完，人就晕了过去。他杀你是罪证确凿，没有人会姑息他。贬东平王为庶民，流放千里。萧郎环肯定是死罪难逃了。皇上让他和老夫人还有穆老夫人一起被斩首。争议最大的还是东平王世子妃。北鼎侯跪下来求皇上赐他和东平王世子和离。皇上，臣昨夜审问东平王府，确定东平王世子妃出嫁乃是一场阴谋。皇上不耻东平王府的所作所为，特准东平王世子妃和东平王世子和离，准许他另觅良婿。你又救了我一回。东平王府被贬至边关，这辈子都没有再回京的可能了。那段不愉快的记忆把他给忘了，将来该如何还如何，无需管他们的看法。现在这样对我来说就很好了。明媛开导他，一不小心就说得离经叛道了些。
江三姑娘来探望明媛，楚墨尘便出去了。暗卫听到明媛的话，传达给楚墨尘听。等江三姑娘走后，他回内屋，站在床边看明媛的眼神带着审夺。我脸上有什么？我若是战死沙场，你不会改嫁吧？当然是改嫁了。楚墨尘只觉得心都碎成好几瓣了。不想我改嫁，你就好好活着。你劝江三姑娘的话都是真心的？居然偷听我们说话，难怪会问我会不会改嫁了。不是真心的，难道骗人家呀？难怪当初父王说给她20万两，还许她再嫁，她高高兴兴的嫁了。原来在她眼里，嫁过人的身份真的不算什么。楚墨尘嗓子一噎，心口有点憋闷。你怎么会有那么多离经叛道的想法？明媛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借胳膊疼岔开话题，不要太迅速。别乱动，坐太久了不舒服。那我扶你下来走走。世子妃，北岳荣王世子来了。他来做什么？听说是身体不适，太医们检查不出来病因，北岳使臣不放心，想世子妃给他看看。只是世子妃出不了门，所以北岳荣王世子就来了。这是要我带病给人看病啊？明媛无语了，只是北岳荣王世子身份尊贵，又深系两国和平，只能迁就他了。在正堂等了会儿，北岳荣王世子和俩北岳使臣就来了。还没有谁身体不适，有荣王世子这般气色红润的。世子妃医术高超，若不是有世子妃在，只怕本世子早就魂归9天了。荣王世子请坐，我给你把脉。他坐到明媛身侧，明媛给他把脉。听说你中毒了，没事了吧？荣王世子的消息这么闭塞吗？内子的毒已经解了，休养几日就无碍了。一点虚弱根本就不需要跑镇南王府来让我把脉，这是在消遣我呢，还是在消遣我呢？再见他和楚墨尘针锋相对，明媛不厚道的想，他是不是在行宫待得无聊，来找楚墨尘吵架的？我可是很护短的。我家世子爷没事吧？有点问题，不过不是什么大问题，吃点巴豆粉就没事了。镇南王世子妃，这是在开玩笑吗？居然怀疑我家世子妃的医术，北岳使臣不会忘了吧？是谁救了你们吗？一句话就让北岳使臣闭了嘴。去拿巴豆粉来，给北岳荣王世子服下。不用了。服了巴豆，我们世子爷还不知道要在镇南王府里待多久，还是把药带回行宫再服吧。荣王世子起身告辞，他要走。楚墨尘也没再说什么，左右他也不会在大景朝待多久。他们前脚走，后脚苏家姐妹和魏明慧来探望明媛。大姐姐，你真的没事了吗？我养几天就好了。他们和明媛聊苏家和定北侯府的事，还有一件事不算愉快，但魏明慧还说了，那就是魏明柔前些天挺着个大肚子回定北侯府的事。是不是祖母又心软了？前2日二叔送了些东西来孝敬祖母，看到那些东西，祖母眼眶通红，2天没有好好吃饭。二老爷被外放，魏明柔是二老爷的女儿，老夫人想儿子了，爱屋及乌，对魏明柔自然多了几分恻隐之心。娘知道你性子好，要是真有人对她下手，让她在产房内出什么事，你也做不到袖手旁观。魏明慧说了这事，明媛没放在心上，等真到那天再说不迟。养了10天，明媛的气色才恢复红润，她动着肩膀动7、8下，胳膊一抽，疼得她倒吸了一口凉气。你没事折腾你肩膀做什么？我以为好全了。萧郎环把世子妃害得那么惨，一定要叫刑部多给他点苦头吃吃。我还真想去刑部看看他，我还活着，活得好好的。萧郎环想置我于死地，那是痴心妄想。刑部大牢不是什么好地方，你身子骨才刚好，去那地方做什么？你要想出去，我带你去3家秋猎。我能去吗？有什么不能的？这一次的狩猎和以往不同，因为北岳使臣也参加，而且北岳使臣明天就启程回北岳了，所以皇上和百官商议后决定送行宴就摆在猎场。世子妃身体大好了，劳皇后娘娘记挂，我已经痊愈了。痊愈了就好，鹿肉大补，又是皇上亲自狩猎的，你多吃点补补。可没有姐姐这么会借花献佛的了。镇南王世子妃对朝廷有功，别说本宫见花献佛了，
就是皇上将整只鹿都赏给世子妃，世子妃也受得起。明媛陪皇后说了会儿话，外面热闹起来。世子妃，世子爷让您出去，他带您去狩猎。快去吧。明媛起身和皇后扶身，然后就退出了营帐。楚墨尘骑马往前，明媛眼睛东张西望。哪里有动静？狩猎场很大，虽然狩猎的人多，碰到也不算容易。不得不说明媛和恒王八字相克。这不，楚墨尘一支箭射出去，和恒王的箭一左一右，正中一只猎物身上。这猎物是我们恒王先射中的。楚墨尘笑了一声，骑马走了。恒王骑在马背上，嘴角勾起一抹志在必得的笑。半个时辰后，明媛有些坐不住了，他刚要说下马歇会儿，那边一声救命声传来。这声音听着似乎有点耳熟，好像是北岳使臣。去看看。赵成骑马就往那边跑。楚墨尘怕颠着明媛，走得慢了一点，谁也没有注意到暗处一支箭瞄准了他们。远处叫救命声吸引了楚墨尘和明媛全部的注意力。暗处的箭离开弓弦，朝楚墨尘射去。好在他反应灵敏，躲避及时，箭从他胳膊处划过，擦伤了他的皮肤。他没有受多大的伤，但箭上有毒。不过楚墨尘有随身带一颗解毒丸的习惯，他随手摸出来服下，没有大碍，只是胯下的马受惊了，嘶叫一声往前跑去。楚墨尘抓紧缰绳，才没有和明媛摔下马背。为了躲开身后的追杀，楚墨尘越跑越快。远处地上铺满了枯草和落叶，谁也没料到那是专门给他们挖的陷阱。马跑的速度太快，快得根本反应不过来，就和马一起掉了下去。陷阱很大很深，里面还插了暗桩，马一掉下去就被锋利的木桩穿透。楚墨尘抱着明媛站在一旁。你有没有受伤？我没有。要是楚墨尘反应再慢一点点，他的下场就和那匹马一样了。楚墨尘抱着明媛往里走，准备找个地方歇歇。还真是命大，这样摔下去都能不死，但他们休想活过今天。男子把事先准备好的竹笼扔进陷阱里，几条剧毒无比的蛇跑出来，吐着蛇信子。陷阱里很暗，而且没有出路，为了安全，所以楚墨尘和明媛又出来了，借着陷阱的光坐下歇息。有蛇！楚墨尘抽出腰间软剑，一剑劈过去，蛇顿时被劈成了两半。明媛脚被蛇咬了一口，疼得他倒吸气。他往腰间摸，准备拿解药，然后他本就苍白的脸色更白了几分。他身上随身携带的解毒丸不见了。明媛从营帐中出来的时候，被一个宫女撞了一下，不用说，肯定是那时候他身上的荷包和解药被摸走了。他拿出银针，可惜眼睛模糊了起来，人晕了过去。楚墨尘吓住了，他脱掉明媛的鞋袜，附身帮他把毒血吸出来。吸完毒，耳边听到窸窣声，他拿起剑一扔，将最后一条毒蛇钉在石壁上，人也晕了过去。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明媛醒了过来，看着地上的毒血就知道发生了什么。楚墨尘晕倒在地上，明媛赶紧帮他把脉，解药的药效够解暗气之毒，没法解蛇毒了，只能用银针将他体内的毒逼出来。楚墨尘昏迷中直叫冷，明媛把衣裳脱下来给他盖上。为了取暖，明媛脱得只剩下肚兜了。楚墨尘上身光着，衣服都盖在他们身上。渐渐的，他带着老茧的手从他小腹往上摸，要不是他才给他把过脉，真的怀疑他在装睡。楚墨尘直叫冷，明媛想到自己刚刚被蛇咬伤，他给他把毒血吸出来，心底一阵暖流划过，他朝楚墨尘的唇瓣亲了上去，呼吸交缠，缠绵悱恻，冰冷的陷阱里温暖在升高。别说冷了，楚墨尘只觉得身体如火一般在燃烧，在炸裂。一双手在他身上四处点火，烧得他理智全无，脑子里只有2个字：要他。本来明媛就打算今天狩猎完回府，两人就圆房，只是没想到会提前几个时辰，还是在这阴冷的陷阱中。承受不了楚墨尘，明媛嘴一张，狠狠地咬在了他的肩膀上，疼痛让他清醒了几分。有那么疼吗？别动。
明媛在努力地适应他。楚墨尘毕竟有毒在身，明媛用银针帮他压制，但并未完全解毒。压制的毒素爆发开，人再一次晕了过去。明媛脸上的潮红半天才消退，他赶紧把衣服穿好，身体某处疼得他狠狠地瞪了楚墨尘几眼。此处偏僻，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人找来，万一误会我们提前走了。明媛不敢想，他必须要想办法自救，嗓子喊哑了也没人来。明媛用最笨的方式求救，钻木取火，烧那些掉下来的枯树叶和木头，浓烟滚滚，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他转了1刻钟，枯叶才冒烟。离得近的荣王世子骑马过来，明媛见到他招手：“我在这里。”荣王世子的人把绳子放下，荣王世子抓着绳子下来：“你还真是令本世子刮目相看啊！”明媛转身要去扶楚墨尘，结果一转身脖子一疼，人就晕了过去。世子爷，他们应该快来了。荣王世子背过身去，黑衣女子和明媛互换了裙裳。荣王世子抱着明媛被人拉上来。1刻钟后，赵峰他们赶来。世子妃没事吧？我没事，你们怎么来得这么晚？来的路上遇到了刺客，耽误了些时间。世子爷，有我在，你们还不放心吗？他的毒差不多已经解了，不放心的话，再喂他吃1颗解毒丸。暗卫随身带着解毒丸，当即拿出来喂给楚墨尘吃下1颗。找到镇南王世子和世子妃了，他们掉进了陷阱里，已经被救出来了。晨儿和明媛没事吧？世子妃无碍，世子爷还昏迷着。王爷，王妃要生产了，请了太医，怕是会难产。哎呀，孩子有没有事？还不知道。镇南王世子妃医术高超，太医让奴才来看看，能不能请世子妃去救王妃母子。明媛走进来，正好听到这一句。相公还在昏迷，我走不开。皇上，人命关天啊！这恒王妃腹中怀的可是您第1个孙儿啊！孙贵妃给太医使眼色。世子爷中的毒已经解了，他昏迷不醒是劳累所致，睡一觉就醒来了。若是要他现在就醒，只需扎上1针即可。皇上望着明媛，明媛心不甘情不愿道：“那我就去恒王府一趟吧，回镇南王府取药箱，尤其是保胎药都拿去恒王府，我怕恒王妃情况危急，到时候赶不及。”赵峰领命，赵成送明媛坐上马车去恒王府。产房内，魏明柔在生产，稳婆在接生。明媛进屋后，太医见不需要她了，便拎着药箱子退下。明媛拿出银针给魏明柔扎针。虽然扎不了穴位，但稳婆和丫鬟又不知道，她需要的是蒙混过关，拖延时间。请镇南王世子的暗卫去正堂喝茶。暗卫站着没动，丫鬟把茶端上来，然后退下。半个时辰后，暗卫口渴了，便把茶盏端起来喝了1口。谁也没料到恒王会让人在茶里面下毒。你给我吃了什么？喜儿大叫，被丫鬟一闷棍给打晕了。我的好姐姐，你医术那么高，难道还能不清楚给你吃的是什么吗？你不是一直埋怨我抢了你4皇子妃的位置吗？恒王正妃之位，我现在就还给你。明媛脸白如纸，魏明柔生产是真的，难产也是真的，只是没有那么凶险而已。他的目的只是把明媛诱惑来，成全恒王。只要明媛失身于恒王，镇南王府他就回不去了。定北侯府和苏家，甚至魏明城背后的沈家，都将成为恒王的助力，足以保他夺嫡。他凭着最后一点理智告诉自己不能冲动，一旦身份败露，出不了恒王府事小，只怕世子爷连大景朝京都都出不去。恒王走过来将他抱起，女子眼角一滴泪掉下来，朦胧泪眼遮不住她眼底的迷离，一声婴儿啼哭响彻天际。魏明柔的叫声掩盖了恒王行房的动静，院外的丫鬟婆子都不知情，那洪亮的婴儿啼哭声让他们欢呼雀跃。恭喜王妃生了个儿子，扶起来更衣。王妃，你才刚生产完，最是要好生歇息，不能下床。魏明柔能不知道她现在最需要休息吗？她还不能歇息。她既然走了这一步，她
他就要步子迈稳当了。在小厮错愕和不解中，魏明柔脸色苍白地迈步上台阶，小厮将他拦下，没有老夫人和侯爷夫人的允许，不许他迈进定北侯府一步。然而魏明柔直接在侯府门前冰冷的台阶上跪了下来，丫鬟拉不住他。王妃才刚生下小世子，身子虚弱，受不得冷，快拿蒲团来。既然生了小世子，为什么不在恒王府好生歇养，还跑定北侯府来跪着？这是出了什么大事？这是出什么大事了？祖母，柔儿这回真做错了。做错什么了？柔儿刚刚难产，太医救不了我，孙贵妃让大姐姐帮我接生，我怕自己扛不住，怕腹中孩子在我死后无人庇佑。我知道大姐姐心肠软，我那般待她，她还来救我。我知道她和镇南王世子还没有圆房，还是完璧之躯，我便生了悔意，不该抢她四皇子妃的位置。我把四皇子妃的位置还给她。你到底做了什么？我怕大姐姐拒绝，我给她和王爷吃了春药，她已经是王爷的人了。老夫人气涌上头，手抬起来朝魏明柔扇了一巴掌，然后就晕了过去。定北侯府门前乱成一团。我没想到我还能活下来的，现在错已经酿成，四皇子妃的位置我一定还给大姐姐。王府里只有老夫人一人，定北侯陪皇上狩猎，苏氏回了苏家。现在出了这么大事，李总管赶紧派人去禀告。不过小厮前脚走，后脚魏明柔就晕倒了。一来他是真虚弱，二来没人理会他，一直跪着。他不会那么傻。消息传到猎场，包括皇上在内，都被这消息批得外焦里嫩。王爷和王妃的脸黑成了锅底色。这事先瞒着晨儿，可惜已经太晚了。楚墨尘听到了，他翻身上马，鞭子一甩就跑远了。我跟去看看。狩猎才进行了一半，但出了这么大的事，谁也没有狩猎的心情了。没想到本世子走的最后一天会出这么大的事。镇南王世子与我有救命之恩，我也无心狩猎，就此告辞。楚墨风脚步停下，他的职责是护送北越荣王世子回北越。荣王世子要现在就启程，他只能以他为先。风儿，你护送荣王世子回北越。楚墨风眸底窜过一抹担忧，但在家国大事面前，没有他选择的余地。荣王世子向皇上辞行，东西都收拾妥当了。荣王世子都没有进行宫，等侍卫把箱子装好，便骑马出城。你这么生气做什么？你若真那么喜欢他，他至于出嫁这么久还是完璧之躯吗？完璧之躯？把手松开！楚墨尘一拳头揍过去，恒王往旁边一踉跄，等他再撇头，嘴角一抹血迹，他抬手擦掉。你走！是明媛的声音。你开门！你们都给我走！楚墨尘知道他靠着门，他一颗心仿佛被长满荆棘的刺给扎出来，千疮百孔，痛得他无法呼吸。从门进不去，他走窗户。只是他看到明媛的时候，明媛拔下了发髻上的金簪，抵着自己的颈脖子。你走！他脚步停下，后退2步。明媛手指着窗户，给我走！楚墨尘能怎么办？他说话转移明媛的注意力，打算一个箭步冲过去把他手里的金簪夺下来。可是他没想到明媛的反应比他预料的要快得多，金簪刺破颈脖，血比之前流得更多了。我走，我这就走。他退到窗户旁，明媛手里的金簪没有移开。楚墨尘跳窗离开，明媛的手攥紧了金簪，眼底流露一抹煞意。屋外喜儿在哭，怪自己没本事护着世子妃。楚墨尘走过来，他能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揍恒王，往死里揍，一拳比一拳重，直接把恒王的胳膊给打断了。暗卫吓住了，楚墨尘再出手的时候，暗卫从背后出手，一掌劈在楚墨尘颈脖上，将他打晕了。恒王府大火冲天，丫鬟小厮拎水灭火，可惜火势太大，根本就灭不了。大火吞噬了一切，烈火滚滚，可是苏氏浑身冰凉。等火灭了，苏氏要进去找明媛的时候，
俩丫鬟也要跟进去，被赵妈妈拉住了。等恒王府的小厮把一具烧焦的尸体抬出来，俩丫鬟脸色一白，扛不住这样的打击，晕了过去。苏氏哭得不能自持，赵妈妈吩咐小厮把大姑奶奶抬回定北侯府。恒王府的小厮拦着不让，赵妈妈一巴掌扇了过去。不让？有你说不让的权利吗？恒王什么都没说，一张脸冷得可怕。你再说一遍，镇南王世子妃怎么了？镇南王世子妃纵火自尽了。怎么就自尽了？明媛自尽的消息传到镇南王府，王妃晕了过去。屈妈妈做主这事瞒着楚墨尘，可这事根本就瞒不了她。楚墨尘赶去了定北侯府。侯爷和夫人悲痛欲绝，谁也不想见。夫人已经晕过去了好几回了，世子爷就当看在大姑奶奶的份上，让夫人缓过劲儿再来吧。不让楚墨尘进定北侯府是定北侯的吩咐，明媛之死与楚墨尘无关。他昨天在猎场差点丧命，接连受打击，定北侯怕他看到明媛的尸体会承受不住。世子爷，咱们先回去，改日再来吧。找到替恒王妃接生的稳婆，带回王府见我。镇南王世子妃被害的事儿与我无关，把你知道的一五一十的告诉我。稳婆从见到明媛的那一眼说起，到魏明柔给明媛喂药，再到恒王进来，纱帘放下。不要再说了。你刚刚说什么？再说一遍。没什么。我让你再说一遍。世子妃后背上的那朵桃花都被恒王咬得鲜血直流。桃花？这个发现让楚墨尘惶恐，他害怕是他想多了，是他记错了。你确定世子妃后背上有桃花？奴婢确定，世子妃后背上有朵桃花，栩栩如生。楚墨尘眼底闪过一抹欣喜。世子妃后背上有桃花纹身的事，不得告诉任何人。出了这道门，我便把这事儿忘得一干二净。送他出府。暗卫走后，楚墨尘把喜儿和雪雁叫了进来。世子妃后背上有没有桃花？没有，世子妃后背上什么都没有。楚墨尘闭紧双眸，他怕喜悦会从他眼底溢出来，可他还有太多的问题想不明白。楚墨尘把赵峰他们找来询问。赵峰、赵成听楚墨尘说死在恒王府的世子妃是假的时候，两人互望一眼，眼底闪过一抹悲痛。世子爷，您太累了，要不属下请个太医进府给您看看吧。只有保重身子，才能给世子妃报仇啊。我说的是真的，世子妃后背上没有什么桃花纹身。可世子妃怎么会是假的呢？属下们亲自送她进的产房，从狩猎场到恒王府，没有人调换世子妃啊。从教救命把安慰引去，再来我差点被人射杀，最后掉进陷阱里，一步步算无遗漏。难道是有人趁我在陷阱内昏睡的时候，把明云头梁换住了？他迫不及待地想证实这个猜测，而现在唯一能证明他猜测真假的只有那具尸体了。或许尸体能帮他解开疑惑。侯爷，刑部尚书带着仵作来了。他们来做什么？是我请他们来给明媛验尸的。验尸？我怀疑死的不是明媛。怎么会？楚墨尘把稳婆的话说给他们听，苏氏喜极而泣。定北侯忙让李总管请刑部尚书和仵作进府。尸体右腿有断裂后愈合的痕迹。这不是咱们的女儿，她不是。那媛儿又在哪里？苏氏脸上的喜悦僵硬住，他望着楚墨尘。还不知道他在哪儿，我肯定会找到他，但不管他在哪里，恒王动了算计明媛的念头，他就该付出代价。楚墨尘和定北侯在书房待了半个时辰，出了书房后，楚墨尘回了镇南王府，定北侯去了苏家。没人知道他们商议了什么事，但就在明媛下葬的第二天，一件大事猝不及防地砸在议政殿上。从来不参与立储的镇南王主动请皇上立太子，而且请立大皇子为太子。定北侯和苏老太爷附议，靖王爷站出来，接着是穆王爷。渐渐的，一半的朝臣都赞同皇上立大皇子为太子。下朝后，皇上把镇南王叫到御书房。大皇子还在北越，你这时候要朕立他为太子，
他能活着回京吗？皇上扪心自问，就算臣下不举荐大皇子，大皇子就一定能活着回京吗？一个与社稷有功，还占着嫡长子身份的皇子回京之路，注定是九死一生。皇上哑然，王爷的话他没法反驳。今天是北越荣王世子离京的第7天，在臣决定举荐皇上立大皇子为太子的那一刻，就已经派人去接应大皇子了。大皇子被立为太子一事昭告天下，只给大皇子回京之路更添了几分阻碍，却也多了几分保障。你不是因为世子妃之死而意气用事？臣和皇上说句实话，世子妃失踪了，生死不明。失踪？怎么会是失踪？那在恒王府自焚的是谁？那具尸体是谁的，臣不便去恒王府查清，但绝不是世子妃的。据臣儿推测，应该是有人在狩猎场趁他昏迷之时把世子妃调包了。此刻臣倒是有点感激调包之人，给明媛添了一劫，也帮他避过一劫。我想明媛的遭遇再惨，也不可能比他受辱自焚更惨了。你一具烧焦的尸体是怎么判断是假的？臣儿和世子妃在狩猎之前的确未圆房，但臣儿告诉我，他和明媛在狩猎场同生共死后圆房了。恒王妃口口声声咬定明媛对臣儿没有情意，甚至拿出了证据，替恒王妃接生的稳婆在假明媛身上看到了纹身。臣儿起疑心后，带着仵作去定北侯府验尸，确认尸体为假。纵然明媛没有真出事，皇上觉得恒王的德行担得起储君的重任吗？王爷一番话，皇上哑口无言。其实皇上也没想过立恒王为太子，他甚至就没想过立太子。臣一旦去了边关，皇城内的禁军多是晋王的人，到时候皇上处境会更危险。我让风儿送北越荣王世子回去，顺带接应大皇子，不是为了让大皇子回京，而是留他在军营。有太子之位傍身，心怀叵测之人的眼睛就不会一直盯着皇上了。你离京之前就打算请立太子了？并没有，本来臣打算让皇上派恒王去做监军，但出了这样的事，王爷还能让恒王去扎他儿子的眼睛吗？好好的计划没法实施，只能另行计划了。突然箱子被打开，一道光射进来，他下意识地闭紧了眼睛，半晌之后他才睁开，就看到一男子望着他。明媛嘴张着，吐字无声。委屈你了，这一路啊没法说话，到了北越，本世子一定好好补偿你。补偿你妹啊！明媛火气很大，这种没法说话的感觉真心不好受。荣王世子不是回北越吗？怎么会坐在这么朴素的马车里，还这么一身打扮？很快明媛就猜到荣王世子为什么易容乔装打扮了。他这一路回北越必定险阻万千，不论是想要他命的人，还是想挑起战乱的，都盯着他呢。他易容离开，由大部队护送假荣王世子回京。没人料到荣王世子会这么大胆，轻装简行反而安全。不过半日后，明媛就惊诧了。他看到了渝州分界碑，他虽然没怎么出过远门，但也看过大景朝地形图。渝州距离京都起码是3日的路程，坐马车至少翻倍，也就是他离京已经7、8天了。这些天我是怎么过的？难道一直这么昏睡吗？还有我失踪了，楚魔臣有没有发现我？有没有派人找我？看着荣王世子那张易容过的脸，明媛有些惶恐。荣王世子仿佛能看透他在想什么。在大景朝京都镇南王府里有个一模一样的你，除了不会医术之外，音容相貌与你一般无二。明媛气得拳头攥紧，荣王世子似乎很喜欢他生气的模样。你和镇南王世子一直为圆房，他会替你圆房。很好。如果眼神能杀人，荣王世子早灰飞烟灭了。一个和你朝夕相处这么久的人都分辨不出你的真假，这样的男人
要来何用？不如你跟了本世子，本世子给你想要的一切。明媛说不了话，只能拿眼睛瞪他。然而荣王世子很享受这样的待遇。明媛瞪累了，撇过脸去。马车颠簸的人晕晕乎乎的。就在明媛快扛不住的时候，荣王世子在他脖子上一点，他就晕了过去。天空灰蒙蒙了几天，终于放晴。皇上迟疑了数日，在今天终于下旨昭告天下，册封大皇子为太子。恒王坐在书房内，面容憔悴。门吱嘎一声推开，丫鬟端了饭菜进屋。我现在还是恒王妃，你们就这么对待我吗？丫鬟斜了魏明柔一眼，爱吃不吃？魏明柔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被人这么对待。她紧紧地咬着唇瓣，嘴里有了血腥味儿。世子爷，事情查得如何了？属下查过了，狩猎那天，狩猎场没有可疑之处，也没有人是被扶着抬着离开的。能用箱子装人离开的，除了宫里，就只有北岳荣王世子了。北岳荣王世子？北岳荣王世子带了2个箱子进狩猎场，爷是怀疑是北岳荣王世子挟持了世子妃。楚墨尘没说话，他眼前浮现北岳荣王世子的模样，还有明媛在行宫帮他解毒，以及明媛中毒后北岳荣王世子借口来探望的情形。北岳荣王世子分明就是倾慕明媛，那眼神他再熟悉不过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北岳荣王世子被人下毒的时候，行宫里死了一个丫鬟，另外一个丫鬟是易容离开的。想到这里，楚墨尘惊站了起来。荣王世子把世子妃带去北岳了？可能吗？大少爷护送荣王世子回北岳，若是世子妃就在队伍里，大少爷不应该没有察觉才是啊。如果世子妃易容了呢？可即便是易容了，也不该一点消息都没有。楚墨风就算发现不了明媛，明媛也能给他送消息才是。唯一的解释就是明媛和他们是分开走的。能有假镇南王世子妃，自然可以有假的荣王世子。这个猜测让楚墨尘高兴又愤怒，他牙关紧咬，从牙缝中挤出来几个字：好一个荣王世子！世子爷再忍忍，再有2天就到边关了。楚墨风四下张望，这一带地势险要，最适合伏击。小心戒备。往前走了不到半盏茶的功夫，两边山上就开始有石头滚下来。人仰马翻之际，箭如雨下。使臣们的马车是用铁铸成的，箭穿不透，但马车周身的绸缎是会着火的。这是楚墨风护送荣王世子去北岳路上遭遇的第3次刺杀。相比较前2次，这一次的刺杀最猛烈。毕竟一旦到了边关，他们再想得手就难了。前2次打架，荣王世子都没有出手，这一次刺客太猛，是冲着要他的命来的。一直传闻荣王世子体弱多病，在北岳不受宠，才被送来大景朝做人质的，没想到竟然深藏不露。1刻钟后，刺客逃了。世子爷！楚墨风往那边一看，只见荣王世子倒在护卫身上。北岳使臣吓坏了，上次中毒给他们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阴影，万一再中那般剧毒，可没有镇南王世子飞来救他们了。楚墨风快步走过来，把解毒丸倒出来一粒，掰开荣王世子的嘴，把药丸给他喂下去。荣王世子的喉咙滚动了一下，将解药咽下。然而楚墨风的眼睛却凝了起来，他盯着荣王世子的脖子看了好几眼，眸光越来越冷。他观察向来仔细，荣王世子的脖子上有一颗黑痣，他见过好几回，但现在荣王世子的脖子上并没有。黑痣消掉可没那么容易，不可能无缘无故就没了。难道荣王世子是假的？荣王世子如今在哪儿？北岳使臣看着躺在床上没醒的荣王世子，眸光躲闪。楚大少爷说的话，我怎么就听不懂呢？荣王世子不就在床上躺着吗？我的职责是护送荣王世子到边关，如果北岳怕我护送不周，用一个假世子历代讨江，一旦出了什么事，这责任不知道是使臣大人负，还是我负。北岳使臣一口咬定床上躺着的就是他们荣王世子。楚墨风没有和北岳使臣争辩，
直接把荣王世子脸上人皮面具给撕了下来。楚大少爷是如何发现的？真荣王世子到底在哪儿？楚大少爷就别再追问我们了，世子爷只带了2个护卫单独离开的，这会走到哪儿了，我们也不知道。楚墨风看着手里的人皮面具，连我都是刚刚才察觉，那些刺客怎么会发现？为了暗处的荣王世子安全，楚墨风只能揣着明白装糊涂。不能忍吗？明媛拿眼睛瞪他，同样的眼神，但又和以往不同。停下！明媛迫不及待地从马车内钻出来，从车辕上往下一跳，看得荣王世子都担心，怕他崴脚。明媛往树林里走，荣王世子紧随其后。明媛实在忍不住回头瞪着荣王世子了。我方便他也要跟着。我看你不是想方便，是想逃跑吧？这里荒郊野岭，半天都难见到一个人啊。然后就有人朝明媛这边跑过来，浑身是血，见到明媛就往地上一倒。明媛看了看地上的男子，然后望着荣王世子。荣王世子脸上闪过一抹尴尬，不过他没有多少时间尴尬，倒在地上的男子让他眼神凝了起来。不想死就赶紧滚！荣王世子抽出剑来，刺客眸光一缩。想死，我成全你。明媛是第一次见荣王世子动武，若不是亲眼所见，他还真不知道荣王世子武功这么高。见荣王世子被刺客围攻，2护卫赶紧过来帮忙，不要让他们逃了。明媛查看男子的伤势，胸前和后背都受了伤，很严重，而且伤口泛黑，明显中毒了。明媛望着荣王世子伸了手。你要什么？明媛要解毒丸，但是他很快就反应过来，他在狩猎场陷阱里晕倒的时候，身上并没有解毒丸。他身上的药被荣王世子拿走了，包括银针，但不包括解毒丸。这男子的伤势很严重，救人救到底。明媛给他把脉，让护卫帮男子包扎伤口。他在树林里找草药替他解毒。服下药之后，荣王世子把银针给他，明媛给男子施针。男子从昏迷中醒过来。是你救了我。明媛说不了话，他指着荣王世子，告诉他是荣王世子他们救他的。明媛望着荣王世子，用眼神询问他认不认得他是谁。镇南王世子妃这表情像是不认得这男子，还真是有趣啊。定北侯府嫡女不认得大皇子，我这个北越荣王世子反倒认得。有人不想他活着回北越，亦有人不想大皇子活着回大景朝。帮他易容换装。他拿了根棍子在地上写：我只是暂时帮男子压制了毒性，他的毒没有解，得尽快抓药给他解毒。这荒郊野岭，上哪儿去找药铺给他抓药？明媛望向荣王世子，在地上写：如果你们不着急，我去采药。把人扶上马车，去镇子上抓药。男子身上的血腥味重，再加上马车颠簸，明媛坐了半个时辰马车，就觉得胃里翻江倒海的想吐。护卫勒紧缰绳，马车刚刚停下，明媛就跳了下去，跑到一旁呕吐不止。找户农家给点钱，把男子交给他们照顾。明媛瞪着荣王世子，显然不赞同他那么做。你为什么执意要救他？还是说你想借着救他来救自己？明媛有点心虚，但这么点心虚并没有爬上他的脸颊，也就没有表露出来。我就是喜欢救人，怎么了？别这么瞪着我，瞪得我心痒痒。我可保不准自己会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事啊！明媛气得抓狂，却又无可奈何。在马车里颠簸的人头昏脑胀，到了傍晚才到镇子上，往前走了会儿，就到了客栈前。要命的是，客栈只剩下最后一间房了。你们不是夫妻啊？唉，路上惹恼他了，心肠硬的，要哄我去睡牛棚马厩呢。嗨，夫妻不就是床头打架床尾和吗？说着领他们上楼。等见到护卫还扶着一受伤男子的时候，小伙计就嘴角抽抽了。这么多人住一间房，难怪夫人不愿意了。床给男子睡，护卫找伙计要了药罐，
对着窗户煎药。明媛起身朝窗户走去，一把夺过护卫手里的折扇，往药罐里加水，能把药煎糊。明媛怀疑护卫是不是故意不想救人。这么野蛮的女人，真不知世子爷怎么又看上她了呀？药有点糊了。护卫面带羞赧，荣王世子离得那么远都闻到糊味了，护卫却闻不到，看来嗅觉有问题。虽然明媛对这个护卫是丁点好感都没有，但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软，为了日子能过得痛快点，明媛得卖他一份人情，虽然很窝囊。明媛抓过护卫的手给他把脉，护卫的脸一下子就红到了耳后根。这女人真是没一点大家闺秀的气质，好歹也是定北侯府嫡女，男女授受不亲的道理怎么就不懂呢？还是说此行被我俘虏，她已经破罐子破摔了？明媛把护卫的病症写下来，护卫看后心头一震，他确实1年前差点被杀，虽然解毒保住了一条命，但那之后嗅觉就不灵敏了。他以为是鼻梁被打断的缘故，没想到竟是因为毒素未清。明媛把病症写下后就望着护卫了，护卫只觉得浑身的血都涌到了脸上。镇南王世子妃分明就是要他求他，护卫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倔脾气，拿起桌子上的剑就转身出去守门了。这么有骨气，真想把他打死算了。明媛把药方写下，把门打开，把药方拍他胸前。护卫接了药方回头，明媛哐当一声把门关上了。你好像特别喜欢给人治病。明媛拿眼睛瞪他。也是啊，辛苦学的一身高超医术，却居在内宅无用武之地，确实浪费了。等你做了荣王世子妃，我许你想做什么做什么。回应他的是明媛的一记白眼。小命都难保，画大饼倒是比谁都麻溜。懒得搭理他，明媛继续煎药。那边门被打开，小二端了饭菜进来。夫人饿了，快吃吧。只是饭菜看着还不错，吃进嘴里的味道挺一般。要命的是，明媛对红烧肉和烤鸭提不起食欲，反倒对一小碟子腌菜有兴趣。怎么喜欢吃这个？我不会是……一个猜测涌上心头。不可能的，肯定不可能。哎，别再咬了，再咬就更傻了。一个被人踩了脚还跟别人道歉的傻女人，真是有够特别的。明媛闭眼前是躺在床上的，可她睁开眼睛时却是在马车里，而且马车里只有她和荣王世子2个人。早上他醒过来了，我把药方留给了他，让小二代为照顾几天。他和我的方向截然相反，我不愿意带上他，他不愿意跟我走，你何必一厢情愿？现在坐在马车内，荣王世子忍不住好奇地望着明媛。你认得你们大景朝大皇子吗？明媛斜了他一眼，送他一记大白眼。看来并不认得。本世子倒是挺纳闷的，定北侯与你们大景朝皇帝有救命之恩，居然不认得大皇子，太匪夷所思了吧？好端端的，荣王世子怎么突然提起大皇子？他望向荣王世子，用眼神询问。荣王世子笑而不语，换回来明媛暴脾气地踹了他一脚。你昨天救的就是你们大景朝大皇子。这运气也算是逆天了吧，随便救的就是个皇子。难怪昨天荣王世子给大皇子易容了，原来是认出了他的身份。那跟着我们是真的不安全了。那边大皇子醒过来，知道自己被人所救，照镜子就知道自己被易容了，而且易容术之高超，他都找了半天才察觉。他没有把易容面具摘下来，安心在客栈住下。楚墨风知道荣王世子是假的，但北岳使臣却是货真价实。等不到大皇子，他是绝对不会放北岳使臣离开的。北岳使臣等得心急如焚，这些天他们的伙食从7菜1汤降到3菜1汤了。大皇子再不来，楚墨风只给他们提供咸菜馒头了。这边大皇子离开客栈，那边小伙计进去收拾房间。哎，上回收拾房间的时候有字吗？没有啊。难道上回那女子就是镇南王世子妃？长得也挺一般的呀，而且还说不了话。
不用说也知道镇南王世子妃被人挟持了，能挟持她的绝非等闲之辈。他留下字，应该是想求救。我这小小客栈可惹不起事啊！管事的微微蹙眉，把这木板拆下来送去后院，此事不要声张。父亲，边关有消息传来。王爷接过信，看了一眼，眉头就拧成麻花了。信是楚墨风传来的，禀告的正是荣王世子是假的事。明媛一定是被荣王世子挟持了。明媛是在狩猎场失踪的。楚墨尘把当日所有在狩猎场的人都查了一遍，唯一可疑的就是荣王世子。只有荣王世子的箱子没人检查，那箱子又能藏人？我即刻启程去北岳。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让定北侯世子陪你一起去。军营重地，闲人免进。大皇子停下来，抬手将脸上的人皮面具撕下来，露出本来俊朗的容貌。来者何人？我是大皇子，见过太子殿下。他往身后瞄了瞄，确定只有他一人。哪儿来的太子？谁是太子？自然是大皇子您是太子了。虽然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都起来吧。虽然他们不认得大皇子，但这里是军营，里面有不少的将军，他们认得，没人敢假冒大皇子来军营，何况来的还只是一人。那些将军和将士们齐齐跪下给大皇子请安。诸位将军，快快请起。太子怎么独身一人来的军营？您从北岳回来，我们该去城门口迎接才是啊。此行从北岳回来，路上接连遇刺，护卫非死即伤，没法护送我回京。幸好路上遇到一对善良夫妻，救了我，是他们帮我易容，才安然返回的。只他一个皇子骑马回来，身边连个护卫都没有，太过寒碜了。李大将军无需自责，是我心急如焚，没有事先通知你们。怎么一个都叫我太子啊？哈哈，太子此番回京，历经险阻，不知道自己被立为了太子，也是情有可原。李大将军将京都发生的事，只要是他知道的，一五一十地告诉太子。冥冥之中，上天庇佑啊！太子知道被封太子的经过，说实话，他都有点接受不了。但他却是实实在在地成了镇南王世子妃的恩惠。等我回京，一定多给他上几炷香，聊表谢意。太子先沐浴，去疲惫，臣让人准备饭菜，您用歇后好好歇息。如此安排甚好，有劳李大将军了。楚墨风得知太子在军营的消息，叮嘱护卫看好北岳使臣，就赶来军营。楚大少爷再等等，太子还在沐浴。让他进来。太子的消息处于完全闭塞的状态，在他的认知里，楚墨风还是镇南王府长房的儿子，是楚墨尘的竞争对手。是以对待楚墨风的时候，脸色不是很好。接您回大景朝，是父王交给我的任务，太子不耐烦，也请担待。太子一脸懵怔，楚墨风眉头皱紧，一旁的官兵嘴角抽抽。楚大少爷是镇南王和王妃的亲生儿子。那啥，我刚刚态度好像不是很好啊。我这离京2年，消息实在是落后不少。既然是镇南王交给师兄的，你怎么安排我都无异议。听李大将军说，救太子的是个哑女。的确是哑女。年纪多大？约莫20左右。怎么了？她可有给过什么东西给太子你？她让客栈小二抓的药方，走之前我要回来了。太子，您的衣服刚才抱出去洗了，快去拿回来。官兵飞似的跑去找太子的衣服，可惜去晚了一步。官兵把药方翻出来的时候，字迹沾了水晕开，模糊不清了。到底出什么事了？楚墨风摆摆手，把官兵打发走。我怀疑救太子你的是荣王世子和魏姑娘。她不是死了吗？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在狩猎场，魏姑娘与我四弟中计，在我四弟昏迷不醒时，荣王世子让人易容成魏姑娘的模样，李代讨江。易容之人被抢去恒王府，帮恒王妃接生，从而中了恒王奸计。我负责护送荣王世子，并接应太子你。在半道上发现荣王世子是假的，他单独回北岳了。我只是怀疑那女子可能是魏姑娘，本想借着药方确定，没想到。我虽然不确定那是不是魏姑娘，但现在想来确实有不少可疑之处。那男子急于赶路，
将女子点晕抱下楼，我连当面向他道句谢的机会都没有，还是客栈小二告诉我他是哑巴的。若那男子真是易容后的北越荣王世子，那肯定认得他是大皇子，怕他和镇南王世子妃接触，识破他的身份，急于带他离开。其实也没什么可惜的，笔记虽然娟秀，却是荣王世子誊抄的，他为人心思缜密，怎么可能会留下明远笔记让人识破？药方没了，太子又什么都不知道，楚墨风便告辞了。但这么放北越使臣走却是不能的，楚墨风要北越使臣把事情的经过写下来，当着迎接他们的北越将军的面签字画押。拿到签字书后，他护送荣王世子回北越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是我。你怎么回来了？明媛回头就看到屋子里多了一女子。是我看花眼了吗？我怎么觉得这个女人想杀我？女子名叫灵月，是荣王世子的心腹暗卫之一。她能找来，应该是看到了荣王世子沿途留的暗号追来的。任务失败了，任务失败了，成功了。明媛反应过来，她快步走过来，指着女子望着荣王世子。猜得不错，就是灵月易容成了你的模样。一股怒气涌上心头，明媛抬脚朝荣王世子踹过去，灵月眸底一抹寒芒窜过。放肆！谁见你的胆子，敢踹我们世子爷？明媛冷看着他，灵月手中的剑紧握，他比任何时候都想杀人。灵月，你要做什么？王爷还等着镇南王世子妃去给他解毒呢。所以你就纵容他替世子爷了？护卫眉头皱紧。怎么觉得林月脾气比以前暴力多了？出什么事了？没事，林业从未离开过世子爷那么久，一回来就见他踹世子爷，有些愤怒，这才失了分寸。既然成功了，怎么回来了？镇南王世子没有发现我是假的，但我在镇南王府如履薄冰，幸好恒王妃难产，让我去帮忙，恒王将我扣下，我放火自焚逃了回来。灵月的话让明媛倒吸了一口气。我在大景朝京都待了几天，镇南王世子妃死在恒王府，恒王妃被贬去看守皇陵，虽然没能把恒王怎么样，但镇南王府请皇上立大皇子为太子，如今诏书已经昭告天下了。镇南王府没有发现你是假的？没有，尸体上的面目全非，没人能发现。这事儿干得不错，回京之后必有重赏。荣王世子笑声愉悦，他望着明媛。既然镇南王世子妃死了，恒王为此还付出了惨重代价，那从今以后世上就再无魏明媛了。我得给你重新取个名字，叫什么好呢？明媛赏了他2记白眼，转身坐下喝茶。感觉到灵月看他的眼神，明媛觉得自己大概也活不久。不会是拿我当情敌看了吧？他用茶水在桌子上写：我永远都是镇南王世子妃，与你家世子爷毫无干系。然而灵月对他的态度一点没变，甚至变本加厉。荣王世子和护卫去办事，留下灵月看着他，明媛就成了灵月砧板上的肉，任他宰割了。我警告你，我可不管你是什么镇南王世子妃，给我安分点，让我知道你勾引我们世子爷，再那么粗鲁的踹他，我剁掉你一只脚。本来明媛只要防着荣王世子就够了，现在还要多加一个灵月，身心俱疲。灵月回来后，过了没2天，他们就遭遇了第1波刺客。那是在一个茶棚。这香味儿好像有点不大对劲啊。灵月就坐在他左手边，见他夹起面条要吃，明媛抓住他的手：赶紧吃，吃完了还要赶路。再忍忍，等过2天到京都便好了。然而回应他的不是明媛的感动，而是白眼。明媛松了手，用手沾茶水，在桌子上写了2个字：有毒。灵月和明媛不对盘，明媛不让他吃的东西他偏要吃，刚嚼一口就看到这2个字，吓得他脸一白，连忙把面吐了出来。暗处的人抽出刀就杀过来，荣王世子抓住明媛的手，将明媛护在身后，打斗了约莫1盏茶的功夫，几个受伤的刺客手臂麻了。他们剑上有毒，撤！刺客们匆匆离去。荣王世子松了一口气，再打下去他也快坚持不住了。荣王世子胳膊被划了道小口子，
就是这道口子让他两眼发黑，他身子一软，倒了下去。明媛要扶荣王世子起来，凌月过来一把将明媛拉开。就没见过凌月这般没良心的女人，我刚刚好歹救了她呀，就这么翻脸不认人了？护卫求明媛给荣王世子解毒，明媛给荣王世子把脉，然后就伸了手。护卫以为明媛要银针，连忙放他手上。明媛翻了一记白眼，虽然银针也是他需要的，但他最需要的还不是银针。他指了指自己的喉咙，他想要说话，他要解药。没有世子爷的允许，我们不能给你解药。明媛把银针扔给了护卫，不给解药，那就别让他给荣王世子解毒了。凌月再一次把剑架在明媛的脖子上，明媛瞥了他一眼，双手环胸。林月，你太冲动了。有这个女人在爷身边，她会毁了世子爷的。护卫一用力，凌月手中的剑脱手，削掉明媛一缕青丝，随风掉落在地。护卫脸色变了一变。对古人来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损毁，但明媛一点感觉都没有。刺客刚走，我们还有几日才能回京？这一路凶险难料，你要坏世子爷大事吗？凌月转身离开，护卫从怀里掏出一药瓶，双手恭敬地递给明媛。明媛去山里找了几株药草，把药汁滴在荣王世子的嘴里。这样就解毒了？还早呢，刚刚喂下去的药汁能让你家主子坚持到镇子上抓药，不要耽搁了。马车赶快点。护卫把荣王世子扶进马车里，快马加鞭离开。2个时辰后，马车赶到镇子上，找了家最近的客栈住进去，然后煎药。原本计划也是在镇子上住一晚，但因为遇到了刺客，谁也不知道住在客栈是不是就安全了。所有吃进嘴里的东西都要先让明媛检查。谁能保证他不在粥里头下毒？以后凌月姑娘吃东西的时候，可要打起12万分精神。怎么又吵起来了？凌月撇过头不再说话。护卫坐到床边，把腰间藏着的一缕青丝递给荣王世子。荣王世子蹙眉，这是镇南王世子妃的头发，凌月削的。那缕青丝是护卫捡了作为证据的，结果荣王世子接了，藏在了怀里，然后才把凌月教训了一顿。荣王世子藏青丝的举动，明媛没注意，凌月注意到了，心底本就生气了，再加上荣王世子又训斥他，气得凌月转身就走。刺客又来了，小伙计和掌柜的躲在柜台下。过了半个时辰，打斗声才消退下来。荣王世子体力不支，再一次昏了过去。世子爷，世子爷，这其貌不扬的男子，居然还是位世子啊！掌柜的，好像是贵人呢。要你提醒我啊，我能不知道这是贵人？见人受伤了，掌柜的赶紧吩咐小伙计，还傻愣在这里做什么？还不赶紧去把赵大夫请来！明媛没下楼，刺客的目标是荣王世子。荣王世子下楼后，就没有刺客上来了。窗户旁有煎好的解毒药，明媛端过来一人1碗喝下。有劳镇南王世子妃帮凌月包扎伤口。我看在你的面子上，帮她一会。不用，这么任性的姑娘还真是少见了。既然人家不乐意让我帮着包扎，何必热脸贴人家冷屁股呢？明媛转身坐下，给自己倒茶喝。护卫望着荣王世子，荣王世子爷觉得凌月做得过分了，他帮凌月向明媛赔礼，只是刚要开口，门被人敲响。能进去吗？掌柜的让我请了大夫来。进来吧。小伙计把门推开，领着赵大夫走进去。有劳大夫帮他包扎伤口。赵大夫拿出纱布帮凌月把伤口包好，然后帮他把脉。万幸姑娘身子好，一番打斗没有伤及腹中胎儿，轻微动胎气，服2剂安胎药就行了。腹中胎儿，这4个字无疑是平地起惊雷，炸得凌月脸色刷白。你个庸医，你再胡说八道，我掐断你脖子！护卫过来抓着凌月的手，让她冷静下来。赵大夫拎起药箱，匆匆离开。身孕是怎么回事？莫非你和镇南王世子？明媛坐在那里，身子不自主地颤抖。我没有怀身孕，我没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凌月眸光扫向明媛，若不是他，我怎会有今日羞辱？
见明远脸色难看，凌月摸着自己的小腹，我怀了镇南王世子的骨肉。明远站起来了，凌月的话让他身子一踉跄。我易容成你的模样，镇南王世子待我如珠如宝，为了不露馅，我只能委身于他。他怎么会没有认出他来？我们朝夕相处那么久，他怎么连真假都分不出来？我还指望他能来找我。既然你已经是镇南王世子的人了，等回了京，我认你做义妹，将你嫁给镇南王世子。因为愤怒，明远胃里翻江倒海。刚刚那大夫，护卫摇头。难道凌月真的怀了镇南王世子的孩子？孩子不是镇南王世子的，他能是谁的？护卫被吼得有点懵，屋外的掌柜和小伙计也懵了。等等，镇南王世子啊，这几个字儿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我就是问一句，他怎么这么大的反应？明远吐的脑袋晕沉沉的，但他不能晕，他若是晕倒，大夫一诊治就知道他也怀了身孕。凌月憎恨他，必不会让他好过。他不能让自己置于险境，他得想办法帮凌月把脉，孩子是不是楚墨尘的，他要楚墨尘亲口回答他，别人说的他不信。凌月眼底闪过一抹恨意。虽然他们都受伤了，但第二天他们就启程了。护卫易容成贵公子的样子，荣王世子易容成小跟班。这样易容太容易露馅了。为何这么说？因为这样太过刻意了，刺客一眼就能看穿。我若是你，我就露真面目，大大方方的，刺客反倒拿你当假的对待。荣王世子觉得明媛说的有理，将凌月为他画了半天的人皮面具撕下来，露出本来面目。好在这一天傍晚，他们总算抵达凉州，正好是荣王的封地，住进了像样的府邸，吃到了可口的饭菜。落脚的是位武将家，对他们是客客气气，殷勤备至。武将府姑娘带着丫鬟拎着食盒过来。世子爷晚上没吃多少，父亲怕你饿了，让厨房准备了宵夜。有劳陈姑娘了。陈姑娘看了荣王世子一眼，悄悄瞥向暗卫，身子一歪，撞到了护卫怀里。明媛强忍着才没有笑出声来。护卫赶紧扶住陈姑娘，可人家姑娘的身子软绵的仿佛站不住似的，就倒在她怀里，又不能推开。好在她还算机灵，呲腾一声，陈姑娘的骨头瞬间就长了出来，不但站稳了，还带了几分小心翼翼。我去叫大夫来，府里就有大夫。不用了，我歇会儿就成了。天冷风大，陈姑娘先回去歇着吧。那我先回去了，若是缺了什么，只管吩咐丫鬟。护卫尴尬的点头。荣王世子端茶轻啜，笑而不语。我不知道该恭喜你，还是恭喜你主子桃花开了。本世子只希望能开你这朵桃花。几乎是瞬间，明媛就感觉到了来自凌月的杀气。他是故意的吧？故意激怒凌月灭我。想到凌月和他腹中的胎儿，明媛脸上的笑容消失殆尽。明媛不知道，他在抬头望月的时候，远在边关的楚墨尘也和他一样望着头顶上的明月。他今天才赶到边关，只是天色已晚，城门紧闭，他出不去，他才耐着性子在军营里住下。第二天天麻麻亮，他便醒了，快马加鞭出了城，进入北越境内。6天后，他们到了太子被救的客栈。楚墨尘点名要明媛住的那间房。如果当初那哑女是明媛的话，他一定会想方设法地留下消息告诉他。爷，什么都没找到。什么都没找到，暗卫也挺失望的。楚墨尘在屋子里坐了半夜，为了明天有精神赶路，他强迫自己睡下。第二天天将亮，他就被暗卫叫醒了。爷，有消息了。什么消息？暗卫没说话，拿了锦袍伺候楚墨尘穿好，然后一起下了楼。后院茅房边摆了几块木板，暗卫把木板翻了下，就看到了上面的字：镇南王世子妃。早上他起来喂马，正好看到小伙计在后院劈柴，这块床板倒了下来，他注意到了上面的字。属下打听过了，这床板上的字是太子离开之后有的，一定是世子妃写的。抽出腰间软剑，楚墨尘随手划了几下，写着字的木板被削落。楚墨尘拿着木板回了客栈，他找客栈小伙计要了笔墨，
让小伙计给他形容那哑女的模样。他绘画下来，从小伙计处得到画像，楚墨尘继续赶路。每到一个歇脚处，他都会问有没有见过画中人。这一问，就问到了那倒霉被砸了还不敢要赔偿的客栈。客栈掌柜的一眼就认出了画中人，他心生警惕，摇头说不认识。只是他躲闪的眸光没能逃过楚墨尘的眼睛。我说，画中的女子的确在客栈住了一晚上，与她一起的还有另外一位女子和男子。你还知道些什么？没了，我只知道这么多。暗卫手动了动，掌柜的就怂了。别废话，快说。这其中一位男子是为世子，那姑娘还怀了身孕，1月有余。明媛怀了身孕，只那么一回就能怀上吗？他心底抑制不住的狂喜，拿着画像。是画中女子怀了身孕？不是，是另外一位姑娘，比画中女子要漂亮多了，脾气不好，但武功极高，而且那姑娘怀了大景朝镇南王世子的孩子。暗卫一脸错愕，楚墨尘气得头顶冒烟。他没想到居然有人把这样的黑锅往他脑门上扣，他真是小瞧了荣王世子，心思之缜密歹毒，远远超过他的预料。那怀了身孕的女子，会不会是假世子妃啊？世子爷回来了！看着小厮对荣王世子毕恭毕敬，殷勤备至，陈姑娘有点懵了。他怎么会是荣王世子呢？他不是护卫假扮的吗？荣王世子迈步进府，明媛不愿意进去。荣王世子也不废话，直接把明媛打横抱起，迈步走了进去。我是镇南王世子妃，被荣王世子抱进府，名声还要不要了？明媛挣扎着要下来，荣王世子不让。明媛挣扎用力过大，结果被荣王世子点了穴位，动弹不得。不是易容了吗？这一路你巴结讨好的是世子爷的护卫。这一路回京很是顺畅，陈将军派了心腹手下护送他们回京。陈姑娘要随行，陈将军都没有反对。荣王世子知道陈将军的意思，这时候拒绝对他没有任何的好处。左右他们认错了人，荣王世子便任由他们安排了。带了陈姑娘在身边，更能确保回京之路畅通无阻。欺人太甚，回头一定要告诉老爷。神都回来了，现在告诉还有什么用？进了院子，荣王世子就把明媛放下了，将他的穴道点开。世子从大景朝回来这么大的事，怎么事先都没有派人回府禀告一声？荣王妃是继室，在荣王世子的生母过世后续娶的，并且给荣王添了一双儿女。当年荣王世子被送去大景朝做人质，有很大一部分是荣王妃的功劳。若非我福大命大，一路上易容改貌，哪有命回来见父王啊？没有事先派人通知，是我不对，我这就去向父王告罪。来路不明的女人也往王爷跟前带，世子在大景朝就学得这么没分寸了吗？她不是别人，她是我荣王府世子妃。荣王妃怔了下，眸光上下打量明媛。这是哪家闺秀？等见过父王，再细细与母亲禀告。明媛狠狠地瞪了荣王世子一眼，他刚刚想反驳的，但是荣王世子点了他的哑穴，不让他开口。屋内，荣王躺在床榻上。2年前我离京的时候，父王还精神抖擞，怎么一别2年，父王消瘦成这样了？吉儿，太医叮嘱王爷不能大喜大悲，要多歇息，等您身子养好了，再和世子话家常也不迟。母亲先出去吧，我有几句话想单独和父王说。荣王妃变了脸色，先退下吧。荣王妃走后，丫鬟婆子也跟着走了个干净。有劳魏姑娘帮我父王治病。明媛望着他，荣王世子抬手将他哑穴解开。荣王世子觉得我有这么好说话吗？你我还没有正式成亲，父王要有什么万一，我需守孝3年，父王一定会要求我先完婚。你是想我现在就让人布置喜堂给父王冲喜吗？我需要单独住一间院子，你不得对我动手动脚，也不许对我宣称我是你什么人。总之，你我保持距离，不论我能不能医治好你父王，我都尽力。
等这事儿了了，你需放我离开。如果你不答应的话，现在就可以杀了我。我一定会在送走你之前，让你爱上我。明媛扔给他一记大白眼，你就不怕喜当爹吗？荣王世子的话虽然不中听，但也算答应他了。明媛走到床边帮荣王把脉，这姑娘还会医术。荣王稍稍打量明媛，就发现明媛的手和他的脸不相称。看来此番无仅能安然回京，少不了易容术的功劳。明媛从怀里掏出银针，扎在荣王心口上。荣王每咳嗽一声，脸就紫3分，仿佛要断气。可3声之后，咳嗽便停了，发紫的脸渐渐缓和下来，胸口也没有那么慌乱了。这姑娘年纪不大，没想到竟有这般高超的医术。放肆！我要进去见父王，你敢拦我？快把路给我让开，否则别怪我不客气。荣王世子走出去，上官雪看到他，有一瞬间的错愕。大哥回京，我就连父王都不让见了吗？我在大景朝待了2年，刚刚回府，许久没见父王，不能和父王单独说几句话，不让人打扰？我不会打扰你和父王说话的。他让护卫把路让开。上官雪进屋后，荣王世子坐得远远的，明媛站在床边，上官雪走过来，上下打量他。你就是我大哥带回来的女人？明媛没说话，上官雪望着他。长得一般就算了，不至于还是个哑巴吧？没见过这么毒舌的郡主，在荣王的病榻前就这么对自家大哥带回来的客人，能不能有点礼貌啊？不得无礼！父王，大哥身份何等尊贵，他要娶的必定是名门闺秀。这个来路不明的女人，大哥说她是世子妃，父王，您能答应吗？荣王世子走过来，在明媛还没有反应过来之际，把明媛脸上的人皮面具撕了下来。能不能先打声招呼？是你太谦虚了，让我忍不住替你打抱不平。一直以面具示人，如今进了荣王府，也该用真面目见见我父王他们。他就不怕镇南王府在北岳的眼线吗？荣王世子拉着明媛去了外间。大哥，你不是要和父王说话吗？等你说完了，我再过来。这个人到底是从哪个角落里冒出来的？荣王世子带着明媛去了他的住处，一路上引得不少丫鬟小厮看呆了神。没想到，刚刚还其貌不扬的姑娘，转过脸就变得这么好看了。听风轩是荣王世子的住处。别忘了你答应过我的事。答应你的事，我不会食言。整个荣王府只有听风轩稍微安全一点。你不和我住一个院子，你要住哪儿啊？总有跨院吧。你被我挟持到北岳，一路上都住一起。如果镇南王世子不信任你，你就是不住在荣王府，也依然不信任你。他和你成亲许久还未圆房，却和林月有了孩子，你当真不考虑嫁给本世子？如你所言，我和楚墨尘成亲许久都未圆房，荣王世子又哪来的自信我会轻易考虑嫁给你？难道我很喜欢被你挟持，背井离乡颠簸来北岳吗？屋子里陈设和以前没什么大区别，荣王世子很轻松就找到了放笔墨纸砚的地方。他帮明媛研墨。我父王病情如何？他是不是中毒了？我只能说你爹曾经中毒了，而且毒素腐蚀了他的5脏6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让下毒之人改了主意，不想让你爹死，又给他解了毒，但对身体的损害已经造成，再加上宫里的太医用药趋于温和，你爹病情恶化的速度不及他的恢复速度，才造成身体每况愈下，命不久矣。荣王世子陷入走神，明媛有些话不得不提醒他。我可以帮你爹保住1条命，但他的身体亏损太大，需要用心调养。我能保他活3年，但调养的再好，也活不过8年。然而荣王世子一句话，直接把明媛气炸。本世子相信有你在，父王能活8年。这话什么意思啊？打算把我留在北岳8年？8年你姥姥啊！明媛撂挑子不干了，荣王世子恨不得给自己来一嘴巴。我是开玩笑的，父王福泽深厚，一定会活够8年，甚至更久。我会信你的邪？要不要本世子给你发个誓言？那感情好，要发的越毒越好。荣王世子脸上笑容僵硬，在明媛眼神催促下，
荣王世子只能把手抬起来。我上官无极若是骗了魏姑娘，就让我不得好死。荣王世子一边说一边拿眼睛望着明远，他以为明远会拦下他的。明远只看着，荣王世子内心很是失望。依照药方把药抓回来，我调制药丸，荣王每日服用就行了。一定要制成药丸？那倒不是，只是让下人煎药容易被人动手脚，我调制成药丸，别人动手脚的机会就会小很多。拿了药方，荣王世子带着护卫离开，留下灵月照顾明远。走之前，荣王世子叮嘱灵月，不得为难他。荣王世子前脚出府，后脚荣王妃就派了人来请明远去说话。能不能不去啊？姑娘还没正儿八经的嫁进荣王府，就这么不把我们王妃放在眼里了？刚刚荣王世子走之前，不是才有丫鬟来让我好好歇息吗？我真打算歇息。世子爷都进宫了，姑娘还是随我走一趟吧。一个丫鬟催，灵月也不帮他说句话，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灵月要跟去，明远望着他，你不用跟了。灵月斜了明远一眼，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自顾自地跟在身后。没想到竟是这么标致，谢荣王妃夸赞。既然是世子的人称呼我荣王妃，是不是太生分了？谢王妃夸赞。叫什么名字？家在哪里？又是如何和世子认识的？回王妃的话，她叫魏源，家在边关，和世子爷。放肆！本王妃问你话了吗？掌嘴！荣王妃话音一落，就过来一嬷嬷，手一抬，一巴掌就扇了过去。灵月的暴脾气，荣王妃扇他，他居然就这么忍了。灵月知错了。荣王妃看向明远，这个问题我恐怕回不了荣王妃。这是什么话？若是荣王世子允许我回答，灵月就不会那么着急回你了。我是荣王世子带回来的，他不许我说的话，我就不能说。荣王妃如果好奇，不妨等荣王世子回来了，你问他。看来你的身份还是个不能说的秘密了。明远回之一笑，随你怎么想吧，这是你和荣王世子之间的事。如果你能逼荣王世子告诉你，那我无所谓。退下吧。一条宽敞的官道上，楚墨尘披着斗篷冒雪前行。怎么这么多马车往回走？昨晚下了一夜的雪，前面官道塌了，把路堵得水泄不通，没法通行了。我看几位别往前了，赶紧往回走，不然去晚了没有客栈歇脚了。荣王病重，药丸提炼起来比较慢，煎药快得多，让灵月生炉火，明媛亲自煎药。渐渐的，药味就弥漫了整间屋子。灵月忍不住作呕，她转身跑出去，站在回廊下扶着柱子呕吐。只是这一幕落在几个上了年纪的老婆子眼里，看灵月的眼神复杂了几分。荣王世子从宫里回来，明媛的药刚刚煎好，他把药盛好，荣王世子走过来，趁热喝，效果更好。我给父王送去，你且等我会儿。等你个毛线啊！我们两个有话说吗？荣王世子带着护卫离开，明媛歪在小榻上，他现在困得厉害，他想睡觉，但他更想知道他晚上睡哪儿。刘妈妈不在厨房做菜，怎么来了？姑娘要的那道五丝菜卷，府里不会做，没有就算了。拿2盘子酸梅来。刘妈妈不着痕迹地看了眼灵月，悄声退下。别以为你讨好我，我就会对你有所改观。真没看出来你竟然这么自恋。过了半个时辰，明媛肚子饿得厉害。怎么菜还没做好啊？世子爷去给王爷送药，还未回来。我还要等他回来一起吃吗？灵月眉头一皱，转身离开。没一会儿，丫鬟就端了饭菜进屋。很显然，灵月一点都不希望明媛陪荣王世子用饭。明媛也没有这想法，净了手就直接坐上了桌。端菜的小丫鬟面面相觑。更叫他们想不明白的是，明媛饭菜都吃一半了，荣王世子才回来，也不嫌弃他，添了副碗筷就吃起来。你这是变着花样的想玩死我吗？荣王妃明显不会让荣王世子好过，盯着荣王之位，弄死荣王世子没那么容易，可弄死他就要容易得多。镇南王府几十年的隐秘都被你给挖出来了，你要那么容易死，活不到今天。知道我不好惹，你还敢招惹我？你救了我，我希望能以身相许做报答。
报答你妹呀！这是报答吗？这是恩将仇报，好不好？我这就让小厨房再烧几个菜。不用了。等荣王世子吃完，明媛提起他最关心的事。我晚上住哪儿？这就是你的屋子。明媛望着他，眼底闪过一抹威胁的光芒。你果然在药里动了手脚。荣王世子送药仪去半个时辰，都够太医检查几个来回了。以你的医术，在药里动了手脚，太医发现不了。荣王世子真是抬举我，你也不用激将我，我答应的事会做到。希望荣王世子不是信口开河之人。你应该试着相信我。相信一个挟持我的人？我脑子被门挤了吗？一夜好眠，精神好得不行，但这样的精神没有维持多久。等洗漱的时候就觉得犯恶心想吐，好在屋子里没丫鬟，不会多想。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如何做我荣王府世子妃？世子带她回来，我不会轰她出府。但你把正屋让出来给她住，自己住小跨院，这成何体统？大景朝的行宫我都住了2年，听风轩的小跨院怎么住不得了？这能比吗？确实，听风轩的小跨院不是大景朝的行宫能比的。那女人到底什么身份？不管她是谁，她都将是我的世子妃。放肆！自古婚事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是荣王世子，是皇长孙，一言一行都是天下男子的表率。别以为你去大景朝做了2年质子，于江山社稷有功，就能胡作非为。王爷不会任由你胡来。退下后，荣王世子回了听风轩，荣王妃则去找荣王告状。只是去的时候，正好碰到太医来给荣王把脉。王爷的脉象比昨儿平稳了不少啊。这些天，太医一日不落地来帮荣王把脉，但荣王的脉象要么没什么起伏，要么病情恶化。像这样明显好转还是头一次。难道是因为荣王回府的缘故？昨儿个世子爷回京，王爷脉象好转，臣建议府上办喜事冲晦气，没准能将王爷的病冲好。那就办喜事吧。要是冲喜能管用，还有什么太医？身为太医，不好好治病，居然说出建议冲喜这样的话。荣王妃眼神带了几分凌厉，太医后悔多嘴了，赶紧去开药方。这怎么行呢？世子带回来的姑娘来路不明，世子遮遮掩掩，这样的女子怎能嫁入皇家？就算王爷同意，皇上也不会答应的。我看那姑娘不错。父王身子好转，等父王病愈，我再娶妻不迟。明媛跟在荣王世子身后，在后面是灵月和护卫。荣王妃眸光不着痕迹地从灵月小腹扫过，腹部平坦，看着不像是有孕的样子。灵月跟随世子去大景朝照顾有功，听丫鬟说灵月身体不适，可看过大夫了？劳王妃记挂，灵月已经看过大夫了，没有大碍。正好李太医在，还是让他帮忙看看吧。李太医的医术可不是街头上那些寻常大夫能比的。我没有不适，不需要看大夫。今儿可由不得你。灵月不愿意把脉，你何苦逼他？王爷，不是臣妾要逼他，您是不知道，昨儿灵月呕吐不止，府里流言四起，说她是有了身孕。咱们王府还不知道有谁的眼线，不把这事弄清楚了，恐怕会有损荣王府名声。臣妾是荣王府当家主母，这事儿能不上心吗？灵月脸色白了3分，她望向明媛。呕吐就是怀了身孕吗？魏姑娘也没少呕吐。我没病，不用把脉。荣王妃眸光从明媛脸上扫过。魏姑娘不让大夫把脉，莫不是有什么隐疾？一顶大帽子扣下来，不止明媛，荣王世子的脖子都酸了3分。王府上下几百口人，还是小心谨慎些为好。还是让李太医帮你把个脉吧。明媛骑虎难下，他就豁出去了。他一屁股坐下，把手搭在小鸡上。一会儿后，李太医就眉头皱紧了。他在组织语言，怎么把明媛有喜这事说出来。如何了？
这位姑娘已经有近2个月的身孕了。荣王妃脸色一僵，凌月眼睛都睁圆了。恭喜世子了，我腹中胎儿。有劳李太医帮她保胎。这是药3分毒，这位姑娘身子骨不错，没有动胎气的迹象，无需保胎，这小心静养就可以。荣王妃看向凌月，替她把脉。明媛没能逃过去，凌月就更不必说了。李太医都佩服荣王世子，居然一举让2个姑娘都怀了身孕，而且日子还差不离。凌月怀有身孕的事，不得往外传一句。臣不敢多嘴多舌。这会儿月份小，看不出来，过几个月显怀了，世子觉得能瞒住谁？凌月过不多久会出嫁，我只是不想让别人在背后非议她。凌月眼眶一红，她捂着嘴转身跑了出去。让凌月出嫁？她腹中怀的不是我荣王府的血脉？凌月怀的是大景朝镇南王世子的孩子，等父王病稍微好一点，我就向皇上提议，认凌月为义妹，让她和亲大景朝。凌月是你的人，她怎么会怀镇南王世子的孩子？这事传扬出去，难保不会有人怀疑你在大景朝做人质的时候和镇南王府勾结到了一起。凌月是如何怀上镇南王世子的孩子的，去接我的使臣都知道，母亲大可放心。你有分寸就好。荣王妃待了会儿，就带着丫鬟走了。明媛坐下给荣王把脉，依着荣王的脉象调整药方，没有多说什么。荣王世子向荣王告退后，带着明媛回厅封宣。你和镇南王世子圆房了？我和相公成亲已久，我怀身孕不是很正常的事吗？一句轻飘飘的反问，荣王世子心仿佛被针扎了一般，他什么也没说，转身离开。走了正好，明媛心底乱得很，一空闲他就挠楚墨尘，在心底问候他。世子爷，要不属下去请个大夫来给您瞧瞧吧。我没事。刚说完，他又打了一记喷嚏。还是请个大夫来瞧瞧吧，别还没有找到名媛，你先病倒了。楚墨尘不好说自己被人给骂了。路还没通吗？官府已经派人去疏通了，但楼下的客人似乎不抱什么期望。7天后，雪停了，在屋子里闷了好几天，明媛实在待不下去了，她迈步出去，伺候她的丫鬟叫慧儿，模样清秀可人，手脚麻利，比喜儿沉稳，但比雪雁跳脱。明媛已经不止一次将她喊错，这丫鬟倒是一点不介意。不知道大景朝有没有下雪？想到什么，明媛眸光闪了闪，她或许可以用一种独特的方式传递她还活着的消息。姑娘，天冷，还是进屋吧。会针线吗？会一点儿。明媛抬脚去了书房，画了手套，教慧儿怎么缝制。会了吗？这手套做起来不难，奴婢一会儿就给您做好。明媛回屋喝茶，慧儿拿了棉布和棉花来，很快就缝好了一只，戴手上试了试，实在是暖和。我们也能缝一双吗？我也是刚想到的，你们缝吧。这是什么？王妃，这是手套，这手套戴上就暖和了，比暖手要方便。丫鬟们扫落叶时就不怕冷了。哪儿来的？是世子爷带回来的，那姑娘教丫鬟做的。现在不少丫鬟都在缝制手套。把绣娘都叫来。大半个时辰后，3双精致的手套送到荣王妃手中，荣王妃是怎么看怎么满意。进宫，王爷病重，还想着皇上您，这不雪一停，就让臣妾代替他进宫给皇上您请安。这是臣妾亲手给您缝制的手套。呈上来。公公赶紧接过手套，递给北岳皇帝。果然不错，难为你天寒地冻，还专程给朕送进宫。孝敬父皇是臣媳的本分。皇上夸了一句，手套就在后宫传开了。荣王妃坐在软轿内，看着手里的玉如意，脸上却没有多少笑意。这么聪明的女子，绝不能让她留在荣王府，成为她的心腹大患。墙角边坐着不少乞丐，有些脸色苍白的，叫人怀疑是不是还有气。王妃看他们做什么，莫得污了眼睛。你懂什么？回去吩咐厨房熬粥做馒头，明儿一早我要布施。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么好的收买民心、扬良善贤明的好机会，
他岂能错过？让魏姑娘陪我一起去。姑娘，王妃身边的青梅姐姐来了，让她进来吧。明媛歪在小榻上翻书，那姿势真谈不上优雅，但是很舒适。找我有事？明儿王妃要施粥，让魏姑娘你一起去。不去。奴婢只是来传话的，魏姑娘若是不想去，还请亲自去回王妃。丢下这一句，青梅俯身告退。这些人是不是把我怀身孕的事给忘了？好歹稍微顾及一下我吧。很快明媛就知道人家不止没顾及她有身孕，人家分明就是想弄死她腹中的胎儿。荣王府掌管胭脂水粉的嬷嬷差人送了熏香来，丫鬟抱了2盆花卉进屋，就摆在床头边上。把你们世子爷叫来。世子爷出门会客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那2盆花搬到跟前，明媛剪下一朵，把花瓣一片片摘下来。这花金贵着呢，1盆花都能买好几个丫鬟了。等荣王世子回来，2盆花被明媛折腾没了。这是做什么？荣王妃让我明天陪她出府施粥，还让丫鬟送了花和熏香来。这花和熏香分开都没有毒，合在一起闻久了能要我的命。你说该怎么办？你想怎么样都可以。明媛望着荣王世子，荣王世子知道他要什么。你能保证调制的毒药不用在我身上？不能。这女人气人的本事太强了，就这样还想要毒药？你倒是实诚。我总不好答应你，最后食言吧。施粥是好事，既然王妃让你陪着，你就去一趟吧。荣王世子就不怕我和荣王妃接触久了，与他结盟？好歹我们也朝夕相处了这么久，你对我就一点感觉都没有？荣王世子觉得会有人喜欢绑匪吗？寻常绑匪岂能与本世子相提并论？的确，他们的脸皮肯定没有荣王世子你的厚。镇南王世子妃，我劝你说话放尊重点。林月姑娘怕是不知道什么叫尊重别人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吧？你家世子爷身份尊贵，我魏明媛身份也不差，要尊重，大家彼此彼此。林月，你先退下吧。第2天就是施粥的日子，明媛打定主意不去的，荣王世子也知道，所以一早上就派了丫鬟去告诉荣王妃，明媛动胎气了，去不了。荣王妃一连施粥7天，明媛就装了7天的病，在屋子里看书打发时间。7天后，积雪消融，不止他，连荣王都出屋子晒太阳了。你们来是？过2日去大景朝迎接世子爷回京的使臣便回来了，皇上下旨给世子爷接风洗尘，姑娘要一并入宫。皇妃特意命奴婢来给姑娘量体裁衣。她站起来，管事妈妈帮她量尺寸，丫鬟记下来。管事妈妈趁明媛不注意，往她腰间佩戴的荷包里塞了点东西，一股淡淡的香味飘散开。荣王妃还真是不弄死我腹中胎儿不罢休呢。管事妈妈量好尺寸，准备走人。明媛把腰间荷包取下来，把里面的香丸倒出来。这是什么意思？神不知鬼不觉的事，魏姑娘怎么就发现了？给荣王妃带句话，我不是她的敌人，她用不着针对我。我也不是软柿子，真把我逼急了，大家斗起来，她讨不了便宜。王妃息怒，奴婢把药丸放进魏姑娘的荷包里了，叫她给发现了，当场就把药丸还给奴婢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管事妈妈把明媛让她转达的话告诉荣王妃，荣王妃笑了，不是我的敌人，他帮荣王世子就是我的敌人。接连下药都让他逃过去了。荣王妃觉得邪门的厉害，再不敢掉以轻心。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夜色掩映下，2道黑影翻墙进了荣王府。听风轩不小，楚墨尘和魏明成分头行动。魏明成一进跨院就觉得不对劲，这院子里一定住着重要之人。他摸到窗户旁，把窗户打开，悄声跳了进去。黑暗中，他猛然睁开眼睛，手摸向枕头。荣王世子看清楚来人，也是吓得心惊肉跳。他是见过魏明成的，自然知道他是明媛嫡亲的兄长。若真把魏明成杀了，明媛还不得和他拼命？有话好好说。好好说。挟持了我妹妹，爹娘祖母几次晕厥，
将荣王世子千刀万剐都不够泄愤的，还想让我好好说话？风吹进来，一阵寒气扑面而来，明远打了个寒战。他猛然睁开眼睛，就看到一把剑，吓得他要尖叫。别叫，是我。熟悉而醇厚的声音，明远听得鼻子一酸。你为什么现在才来？你为什么现在才来？楚墨尘握着他的手，碰到就松开了，他的手太冷。明远不知道，只当楚墨尘是嫌弃他了。我是不是该先恭喜你要做爹了？什么恭喜我？恭喜我背了个大黑锅吗？背黑锅什么意思？白日里我就知道荣王世子的暗卫灵月怀了身孕的事，她怀的不是我的孩子。不是你的，那是谁的？是恒王的。恒王？灵月腹中胎儿怎么会是他的？荣王世子的人易容成你的模样，还没有跟我回镇南王府，就被带去恒王府给恒王妃接生，被恒王妃喂了催情药。明远听到楚墨尘说的事，身子冰凉。这纵火自焚，尸体烧得面目全非，但首饰都是你的，包括我在内，所有人都以为你死了。虽然遭遇不测的不是他，但明远恨不得将觊觎他的恒王千刀万剐，受万蚁噬心之痛。我连那什么灵月一只手都没碰过，故意气我的话可别再说了。你是指恭喜你做爹的话？你还提？为什么不让提？楚墨尘不想说，他从客栈知道这事后就一直在担心，怕明远意气用事，被荣王世子趁虚而入。你不愿意听，那我也要恭喜你一遍，恭喜你要做爹了。楚墨尘脸黑成锅底，因为我也怀身孕了。楚墨尘高兴的不知道该做什么反应好，他做梦都没敢这么想过。你不高兴啊？结果楚墨尘一把将他从床上抱了起来，只有这样他才能告诉自己这不是玩笑，这是真的。大哥，你是想让我继续在荣王府住下去吗？叫什么大哥？叫相公。我看叫傻相公才合适。魏明成双拳难敌四手，既然荣王世子住在跨院，而正屋里有微弱灯光，他逃了过来。楚墨尘把明远护在身后。既然你们都找来了，那本世子也就不藏着掖着了，没有我同意，你们谁也带不走他。荣王世子好大的口气！明媛医术那么高超，难道没发现体内有问题吗？我脉象是有点问题，但没有中毒。你是没有中毒，但是你中蛊了。楚墨尘的刀架在荣王世子脖子上，杀了我，他也活不了。看来母蛊在你身上。我冒这么大风险把他挟持来北岳，可不仅仅是帮我父王解毒，我还看中了他的聪慧，当然还有你们。荣王世子是想要我们帮你夺储君之位？不是夺皇位。皇上年迈，身体已经大不如前，太医诊断他也就半年光景了。如果登基的不是我父王，不是我，北岳和大景朝势必会开战。我想这不是你们愿意看到的吧？荣王世子要怎么才肯替明媛解蛊毒？东陵要和北岳联姻，既然灵月已经怀了镇南王世子的骨肉，我希望你能迎娶她过门。大景朝和北岳也联姻。哼，联姻可以，但荣王世子找错人了。什么意思？你的人怀的是恒王的骨肉，与我无关。灵月怀的怎么会是恒王的孩子？荣王世子脸色变了变，这和他计划的完全不一样。不过没关系，知道灵月腹中怀的是恒王骨肉的没几个，他们不说，北岳没人知道。我还是希望你能娶灵月。不可能，灵月毕竟是因为易容成你才易容成我是不是还得谢谢你们？若是灵月不小心被恒王杀了，我是不是还得给他偿命啊？这时候窗户出现两道黑影。世子爷，没出什么事儿吧？无妨，只是两位故友来拜访我，我们就守在外面。世子爷若有需要，尽管吩咐。也拜访过了，两位请回吧。楚墨尘握着明媛的手，要带他一起走，但是荣王世子不同意。要不我们先回去？我想荣王世子不敢拿明媛怎么样。岂止是不敢，为了让这位姑奶奶给我父王治病，我连正屋都让出来了。让赵峰他们护着我就行了。我想留两个暗卫，荣王世子应该不会拒绝吧？荣王世子很不情愿地答应了。你可以走了。荣王世子脸一僵，这里是他的卧室，可偏偏他还真不敢留下了。你先和我大哥回去歇息吧，明天再来。心结解了，
还知道屋外多了赵峰和赵烈。这一晚上，明媛睡得格外的沉，而楚墨尘却是一晚上没睡。他和魏明成商量一下，明天一早就去荣王府正大光明的要人。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楚墨尘都带着软轿到荣王府门前停下了。暗卫匆匆赶来阻拦，并递给楚墨尘一个竹筒。竹筒是王爷飞鸽传书送来的，晋王造反了，王爷让楚墨尘务必阻拦北越和东陵联姻，如果可以，尽可能地破坏北越和东陵的关系。这真的是王爷送来的吗？这是镇南王府专用的传信纸，有暗文，且是王爷亲笔。魏明成心疼明媛，如果要阻拦联姻的话，他镇南王世子妃的身份就不宜暴露了。他和楚墨尘有武功傍身，他是镇南王世子妃，身份一旦暴露，必定会成为别人的箭靶。以大局为重吧，我想明媛他会理解的。这边刚进府，那边荣王府二少爷走过来。大哥，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有这么2位故人？这位是大景朝镇南王世子，这位是大景朝定北侯世子，曾经是大景朝富可敌国的沈家大少爷。见过二少爷。楚墨尘迈步就走，对荣王府的人他谁都没有好脸色。魏明成追着楚墨尘往前走。他们真的是大哥的朋友？我怎么觉得镇南王世子和你有仇似的？荣王世子没说话，追了上去。镇南王世子怎么会来我们北越？托了世子的福，跑了这一趟。世子不懂事，倒是连累你们奔波了。荣王世子孝心可嘉，但他的做法实在叫人难以认同。这时候屋外走进来一小厮。王爷，去北越迎接世子爷的使臣已经在10里外了。他们千里迢迢去大景朝接你，你去城门口迎接他们。犬子之过，我会让他在接风宴上给你们赔不是。楚墨尘和魏明成就是来找荣王世子的。荣王世子出城迎接归来的使臣，他们没有再留下的道理，只是来了这么半天，却迟迟不见明媛。楚墨尘眉头拧紧，待他们出去后，远远的就看到明媛走过来，身后跟着一丫鬟，护卫还在后头。楚墨尘和大哥这是要出府吗？不是来找我的吗？魏明成望着明媛，把晋王谋逆的事告诉他。明媛没有吃惊，只是眉头皱了皱。大哥和相公是要回去了？我们还有别的任务。说完，他往怀中一掏，摸出块玉佩来递给明媛。这不是云嬷嬷给我的那块玉佩吗？大哥给我做什么？自打假玉佩被偷后，我就在查这块玉佩的来历，饶是沈家消息之灵通，也查不到半分。昨儿夜里来找明媛的时候，这块玉佩就在他怀里。暗卫踢过来的时候，要不是他及时反应，这块玉佩就要在暗卫的脚下碎了。他不敢再随身携带了。这里是北越，大哥一定要多加小心。大哥走南闯北这么多年，你只管放心。只是楚墨尘一直不说话，明媛拿小眼神觑他。你今天是吃错药了？先走吧。明媛送他们出府，直到他们骑马走远。怎么觉得魏姑娘和镇南王世子有奸情啊？莫非魏姑娘给我们家世子爷戴绿帽子了？荣王世子到城门口就停下了。楚墨尘和魏明成往前走了几里地，楚墨风也在。我只能在北越待3天，便要回去了。留你们在北越，要多加小心，务必把弟妹毫发无损的带回去。弟妹？以前楚墨风都是喊明媛叫魏姑娘的。完成父王交代的任务，我们很快就回去了。到了城门口，荣王世子迎接楚墨风他们，寒暄了2句话，护送他们去行宫落脚。楚墨尘一进行宫就病倒了。北越派了一波接一波的太医来，脉象没问题，但人家镇南王世子就说自己病了，浑身不舒服。听说给荣王世子治病的大夫医术高超，魏明成请荣王世子带大夫来给楚墨尘治病。荣王世子忍着一肚子火气，带明媛去了行宫。这一住就是2天。荣王世子知道我原本是沈家大少爷，习惯了与人讨价还价。荣王世子要我们帮你夺储君之位，才肯帮明媛解蛊毒。荣王世子没有说话。为了明媛，也为了大景朝的百姓，我们可以帮你，但我们有2个条件。哪2个条件？第一，
你要亲自护送明媛回大景朝，并为挟持明媛来北岳给荣王治病赔礼道歉。另外一个条件是什么？10年之内不得对我大景朝兴兵。荣王世子志在储君之位，这2个条件他都答应了。魏明诚让人端来笔墨纸砚，荣王世子皱眉：你不信任我？对相交不深的人，我更信任白纸黑字。你们真是亲兄妹。另外一边，楚墨尘在研墨，明媛在写字。好不容易才见着你，都没话和我说吗？我被挟持来北岳，吃了那么多的苦头，我不能让自己白跑一趟。你要在北岳开分铺子？不是分铺，是独立的铺子，2边药铺卖的药不一样。明媛知道镇南王府在北岳京都有眼线，而且还是高手，有高手看着，药铺应该不会有问题。他要让这一趟奔波有价值，顺带开药铺挣他个盆满钵满。装了2天病，楚墨尘装不下去了。荣王世子给明媛送了群长来，明媛就在行宫内沐浴更衣，然后和楚墨尘他们一起进宫赴宴。无极此番回来，路上连番遇刺，也幸得他机灵，以假乱真，才安然无恙的回来。此举确实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呀。他望着荣王世子上官无极，给他们赔礼。实在是逼不得已，还望几位见谅。荣王世子的易容术之高，我倒是想和荣王世子好好讨教下。雕虫小技，楚大少爷若是有兴趣，本世子愿倾囊相授。都坐吧。楚墨尘他们坐到位置上，明媛就犯难了。北岳皇宫把他和荣王世子安排在同一桌，单独给魏姑娘安排一个座位。北岳皇帝抬手一指，就在那儿摆一桌。那位置极好，距离北岳皇帝近，又和下面的人分开，宽敞舒适，就显得坐在那里的人身份格外尊贵了。等小公公搬来桌子，明媛扶了扶身，便走了过去。安南郡主到。安南见过外祖父。快坐吧。等他坐下，就看到了明媛。我以前没见过你，你是谁？她是你荣王世子表哥带回来的姑娘。原来无极表哥带回来的人就是你啊！别说他还不是荣王世子妃，就算是，他凭什么坐在我对面？酒过3巡后，北岳皇帝看了看楚墨尘，然后望向荣王世子。前些日子，无极你向朕请奏，要任一义妹，驾驭着镇南王世子。此番镇南王世子来，也是顺便提亲的。皇祖父，是孙儿弄错了，林月怀的并非镇南王世子的骨肉，而是大景朝恒王的。荣王世子，这联姻可不是儿戏。前几日才说是镇南王世子，转过脸又成大景朝恒王了。女儿家的清白名节，可容不得你如此儿戏。林月怀身孕一事，他不愿意提半个字，是臣猜测的。见了镇南王世子才知猜错了，好在皇祖父未曾下旨，还有挽回的余地。猜测？这么大的事儿，是能凭着猜测就能请旨的？北岳皇帝看了皇后一眼，此事容后再议不迟。一宫女从一旁走到安南郡主身后站好，她抬头正好看到明媛。那不是镇南王世子妃吗？安南郡主不是要跳舞助兴吗？我这就去换舞衣。郡主，坐在您对面的是大景朝镇南王世子妃。怎么可能？她不是荣王世子要娶的世子妃吗？宫女摇头，她去过大景朝，虽然没有和镇南王世子妃当面接触过，却是见过她几回的，绝不会认错。莫非荣王世子和大景朝结盟了？这可不是什么好事。镇南王世子妃医术高超，自打荣王世子回京后，荣王的病情就好转了，定是镇南王世子妃出手相救的。哼，我待会儿就去戳穿他。郡主不可。有什么不可以的？宫女凑到他耳边小声嘀咕了几句，安南郡主的脸色就没那么好看了，任由宫女伺候她换裙裳。等转身时，她已经将脸上的情绪收敛干净，高高兴兴地去献舞。北岳皇帝看的是眸光湿润。皇上，您又想起云溪姐姐了。安南园就像她的外祖母，跳舞的神采更是像极了。外祖父喜欢，安南经常跳舞给您看。
好，好。安南郡主俯身坐到明媛对面。你脸上那是什么表情？本郡主跳的舞有那么差吗？他一句话把所有人的眸光都吸引到了明媛身上。郡主舞姿惊为天人，我一时间看入了神，谁想回过神来，郡主已经坐到我对面了，不免有些惊诧。什么惊诧？分明就是不屑，觉得我舞跳的不好。跳的舞好不好看与我何干？又不是跳给我看的。安南郡主的舞哪里跳得不好了？安南郡主的舞姿是不错，但比起你的外祖母云溪郡主差太多了。你才多大年纪？你见过我外祖母跳舞吗？云溪郡主30年前便过世了，我虽然是没机会目睹她的惊人舞姿，但我至少听过安南郡主的舞姿连舞姬都比不过，如何和云溪郡主相提并论？难道安南郡主觉得自己的舞姿能和云溪郡主比吗？我自然比不过外祖母，但也轮不到你来鄙视我。我倒想看看你跳舞得多美。魏姑娘医术高超，安南郡主眼神不好的话，可以让她给你开张药方。外祖父，他们都欺负我。镇南王世子何出此言呢？魏姑娘眉间有几分神似内子，我便多看了她几眼。我没瞧见她对安南郡主有不屑之色。整个大殿里谁不知道安南郡主是北越皇上你最宠爱的外孙女，即便心有不屑也不会表现在脸上，除非是活腻了。北越大臣一脸看热闹的神情，安南郡主气得双眸通红。安南郡主刚刚献舞一曲，魏姑娘不妨也跳支舞吧。有孕在身，不便献舞。有孕了？丫的，一个比一个能装啊！我有身孕的事，荣王府上下都知道，也早就传出荣王府了。这会儿北越皇后也装不知道，骗谁呢？有件事我隐瞒了皇祖父。什么事？魏姑娘是孙儿回京途中偶遇的，她医术高超，是位大夫。孙儿带她回府是为给父王治病，孙儿也的确心悦于她，应娶她为世子妃，只是孙儿遇她太晚。魏姑娘腹中怀的不是世子的骨肉？我也希望是啊。魏姑娘的医术是有多高超？想到自己让人在明媛的饭菜里下药，欲剁掉她腹中胎儿，荣王妃就有点坐不住了。这不是送上门了吗？看来魏姑娘是嫁人了，不知夫家是……明媛没说话，只看了荣王世子一眼。我曾数次追问，魏姑娘都不肯告知，皇后就不要为难她了。怀了身孕不能献舞，总能弹琴作诗吧？安南郡主为何对我的才艺这般感兴趣？没有为什么，我就是想和你比一比。抱歉，我不想和你比。安南郡主一再丢面子，是气不打一处来。她还欲发难，北越皇后朝她摇头。舞姬上前献舞，热闹依旧。宴会持续了1个时辰，北越皇帝觉得乏了，方才散宴。北越皇帝是荣王世子的祖父，足见年纪不小。从龙椅上起来的时候，头一阵晕眩。皇上，臣无碍。公公扶着北越皇帝离开，楚墨尘装头晕，要明媛陪他回行宫住。就在明媛和楚墨尘转身走的时候，一公公跑过来。魏姑娘，您医术高超，皇后让您给皇上瞧瞧。镇南王世子先回行宫吧，待会儿本世子会送魏姑娘去行宫。楚墨尘要留下，明媛朝他摇头。他一个大景朝世子，北越皇帝病重，他在殿内殿外都不合适。皇上，您可一定要保重龙体。朝堂上的事有文武百官操心，荣王身子未愈，帮不了多少忙，还有梁王帮您分担，您何苦事事亲力亲为？您要累出好歹了，臣妾可怎么办？好了，朕没那么严重。明媛上前，北越皇后擦掉眼角的泪花，望着北越皇上。魏姑娘是荣王世子为了给荣王治病，特意请回府的大夫。荣王的病情大有好转，足见他医术不凡。皇上，您吃太医的药也有些日子了，没有多少起色。臣妾擅自做主将他传来，让他给您瞧瞧，臣妾也好安心啊。北越皇上点点头，明媛这才上前给北越皇帝把脉，把之前服用过的药方拿过来给我看看。太医望向北越皇后，还不快去！
太医不敢耽搁，匆匆忙回太医院取了本药册来。明媛翻了最近2个月服用的药方，翻一页，翻一记白眼。魏姑娘，皇上的病……你们皇帝没死，算是命大了。明媛说的时候瞥了太医一眼，太医身子都凉半截了。魏姑娘的意思是，太医院开错方子了。明媛点头。你可知这药方是怎么开的？你才多大年纪？太医院那么多太医，还比不上你一人。父王病重许久，太医院的太医哪个没去过？药不知道喝了多少，论起色还比不上魏姑娘医治3天。魏姑娘若不是医术高超，我也不会带她进府。皇上的病，太医久治不愈，皇后就笃定不是药方有问题。荣王世子的意思是要让魏姑娘给皇上治病了，治出好歹来，你荣王府担待得起吗？不是皇后您派人请我来给皇上治病的吗？难道皇后您让我来，只是要我认同太医的方子吗？本宫倒要听听，太医的药方哪里开的不对了。皇上头疼，太医院开的方子都是医治头疾的，方子里加了止痛的药，所以皇上的头疼之症才时好时坏。最近半个月头疼的越来越频繁，是也不是？太医点头，表示明媛说的一点不错。北越皇帝大半年前中过一次毒，药册上记载了当时的解毒药方。明媛大胆猜测，当时北越皇帝中毒并未查到是怎么中毒的，在体内解毒药还有效的时候又中了毒，只是毒药轻很多，结果太医院的太医没能察觉出来，只当作一般的头疾医治。怎么可能余毒未清啊？北越皇后认定明媛是危言耸听，那么多太医没能察觉余毒未清，就她看出来了。皇后不信，可以让太医把之前解毒的药再端一碗来给皇上服下。若是3日内皇上还头疼，荣王世子任凭皇后您处置。这女人真是够了，她开药方不拿自己做保，把我抵给皇后。本宫就信你一回，给皇上煎药。明媛没有走，就等在寝殿里。你倒是聪明啊，拿我和皇后赌。我无权无势，我这颗脑袋你们北越皇后是不会稀罕的。很快太医就把药煎好端来，明媛检查后看着太医把药喂给北越皇帝服下，不出半盏茶的功夫，北越皇帝的头疾就缓解了不少。1刻钟后，皇上的头就不疼了，半个时辰后感觉是前所未有的好。以前就算脑袋不疼时，也偶尔有脑袋发胀之感，现在那种感觉完全没有了。臣妾恭喜皇上病愈。太医院一群太医还比不上一个姑娘。皇上恕罪。太医连连求饶，北越皇帝要太医院上下杖责30，罚俸半年。皇上息怒，您才刚病愈，还要观察些时日。后宫那么大，若是太医都受伤了，卧病在床，有个头疼脑热，还得去宫外请大夫来。皇上的病确实隐晦，我也是碰巧知道，因此责罚太医院上下，惩罚过重了。北越皇帝对明媛极有好感，不知道为何第一眼瞧见她就觉得打心眼里喜欢，这也是为什么把明媛的座位安排在安南郡主对面的缘故。太医院误诊，就这么轻易饶了太医院？就这么饶了太医院确实说不过去，不如让这些太医半年之内每逢休沐之日便去街上义诊，造福于民。魏姑娘替你们求情，朕就饶了你们，以后休沐之日就去街上义诊。太医心头一松，连忙道谢。外祖父，您身子好些了吗？朕已经好多了，谢谢你帮我外祖父治病。不喜欢我就不喜欢，何必装出这么一副样子来？我可不是他讨好北越皇帝的垫脚石。朕乏了，你们都退下吧。皇上的病情到底如何了？你只有半年时间谋划了，你不能帮皇上呢？连你都感觉到你们皇上时日无多了，这已经是病入膏肓了。我就算是救，也不过是多拖些日子。你要想谋事，就要确保万无一失，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我不可能在北越待半年。明媛的话如同一座巨石压在荣王世子胸口，想到什么，荣王世子猛然望向明媛。现在可以送我去行宫了吧？
我是不是该不惜一切代价杀掉镇南王世子，把你留在身边？荣王世子最好理智些，否则你将什么都得不到。荣王世子笑了一声，仿佛刚刚只是在开玩笑。明媛心头沉重了几分，他迈步往前，荣王世子随后暗卫正大光明地跟在后头。荣王世子送明媛去行宫，在行宫里只待了会儿就进宫了。在宫里，明媛就提醒过他，3天之内一定要盯着北越皇帝，以防万一。接下来3天，明媛都待在行宫，荣王世子则衣不解带地陪着北越皇帝。皇上体虚，需要休养，我代为处理几天朝政，有何不妥？臣妾也知道皇上身子虚弱，需要静养，但荣王世子才刚从大景朝回来，对朝堂上的事知之甚少，国家大事不是儿戏，还是让梁王来帮您吧。皇后多虑了，无极处理朝政条理清晰，见解独到，朕没有考虑到的地方他都考虑到了。一人为民，让他帮朕批阅几天奏折，让朕歇几天，不是什么大事。皇上，好了，一点小事，哪有那么严重？让朕清静几天，这几日不许任何人来打扰朕。小事吗？皇上也是从皇子过来的，皇上让皇子帮忙处理朝政，这意味着什么？他会不清楚。北越皇后心下冰凉，哪怕再不满意北越皇上的决定，但她也不敢明着忤逆，只有顺从。荣王世子在宫里待了整整3天，但凡吃的喝的，只要是进北越皇帝嘴里的东西，荣王世子都让人仔细检查。这3天，北越皇帝的头没再疼过。在行宫里闷了3天，明媛彻底待不住了。这样是不是太招摇了？这马车是行宫专用的，一目了然。楚墨尘进了马车，一把将明媛抱在怀中，嗅着她身上散发的淡淡清香，楚墨尘不免有些心猿意马。懂不懂什么叫君子坐怀不乱？你再大点声，马车外路过的人都听见了。知道还不老实点。到了闹街，楚墨尘下马车后，把明媛也扶了下来。如他所料，2人走在街上极其惹眼。明媛不喜被人盯着看，买了2块面具，他和楚墨尘都戴上了。只是刚戴上，2支短箭就朝他们射了过来。楚墨尘抱着明媛的腰，躲过了短箭。明媛堪堪稳住身子，几名刺客杀过来，正打得不可开交呢。那边过来几个护卫帮楚墨尘和明媛撤。楚墨尘收了剑，看向护卫：“你们是？”郡主。楚墨尘戴着面具朝安南郡主道谢：“道谢就不用了，这里是天子脚下，我岂能眼睁睁地看着刺客杀人？”郡主，这声音有些耳熟。安南郡主望着楚墨尘：“我也听着有些耳熟，莫非是熟人？”明媛把面具摘下：“怎么是你？多谢安南郡主出手相助。你又是谁？”郡主，奴婢想起来了，他是大景朝镇南王世子。你们……恬不知耻4个字在喉咙里转了一圈，安南郡主也没有说出口，转身就走了。欠下一份恩情了。娘子怀身孕，果真变傻了许多。我哪里傻了？楚墨尘只看着明媛，明媛眸光一转就反应过来了。你是说？还好，还有的救。明媛望向安南郡主走远的背影，眸光渐渐冷了下来。想再去哪儿逛逛？哪儿还有心情逛街？他又是针对你，又是救你，我还真想看看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他刚刚帮了你我，还得准备谢礼登门道谢呢。明媛朝天翻了一记白眼，默默地跟着楚墨尘去前头挑谢礼了。不知梁王找我来是？不是什么大事，就是找你问问荣王世子在大景朝的事。荣王世子在大景朝待了2年的事儿，这问我也不知道呀。赵大人如果一直这么3缄其口，你可是很难活着走出这间酒楼的。这不是微臣不说呀，实在是荣王世子在大景朝的事儿，我实在是不知啊。
我只需要你知道的。如果你告诉我的和其他去大景朝接人的说的不一样，后果你自己掂量。你们来我行宫做什么？在街上多亏了郡主出手相助，刺客才退下。我们成了郡主的恩惠，理应前来道谢。道谢就不必了，我要知道是你，就不会让护卫救你了。明媛心下翻了一记白眼，能否容我和魏姑娘单独说几句话？楚墨尘看了明媛一眼，明媛正想弄清楚安南郡主对他的敌意所在，他点了点头。楚墨尘转身离开。魏姑娘好手段呀，一边是荣王世子，一边是镇南王世子，脚踏2条船，就不怕船翻了？安南郡主单独留下我，不会只是想和我说这个吧？我劝你还是尽早离开最好。郡主何出此言？我看你也不像是小门小户出身，又有一手高超医术，却卷进了梁王和荣王的储君之争中。你救了梁王，已经是皇后的眼中钉肉中刺了。你以为他会轻饶了你？郡主不也卷进来了吗？你能和我比吗？我是北越皇帝的外孙女儿。我自然是比不得郡主的，但我怎么也能算北越皇帝半个救命恩人了吧？你这是不肯离开了。郡主先是针对我，现在又诓我离开，总该给我一个明白理由吧？谁诓你离开了？脚长在你身上，你爱去哪儿去哪儿。我好心好意，你竟然这般揣度我。安南郡主的好心好意就是派人刺杀我，然后再救我。我救你，你不知感恩就算了，还怀疑刺客是我派去的。你不承认就算了。说完，明媛转身离去。皇上传召魏姑娘进宫。我听见了，容我把饭吃完。公公看不过眼，咳了一声，带他下去喝杯茶。皇上没耐心等这么久的。如果我没吃饱，给谁施针的时候饿得手抖，算谁的？您吃，您慢慢吃，我去外面等魏姑娘您。彼时皇上在御花园凉亭里，不止北越皇上，还有北越皇后。安南郡主坐在一旁，怎么这么久才来？奴才去行宫接魏姑娘的时候，她刚要吃早饭，说是怕吃不饱，治病救人的时候手抖，奴才只好等她吃完。看来在魏姑娘眼里，吃饭是一件比见皇上还重要的事了。前几日我才给皇上把过脉，如果不是有人专门给皇上下毒，皇上不会病到需要我即刻进宫的地步。传话公公也没有表现得很急切，我想吃个早饭再进宫也无妨吧。昨儿你去行宫向安南赔礼道歉，怀疑刺杀你和镇南王世子的刺客是他派去的。这是事实，明媛没有否认。魏姑娘这样怀疑安南郡主一番好心，是不是不妥？我想安南郡主昨儿和我说的话，没有一五一十全部告诉皇后吧。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怀疑我告偏状吗？我好心好意救你，你就这么怀疑我？昨儿是我气糊涂了，口不择言，还望郡主原谅我。北越皇上诧异地看了明媛一眼。既然道歉了，这事儿就到此为止吧。安南郡主咬着牙应下。北越皇帝起身离开，皇后扶着他走。等他们走远了，安南郡主瞪着明媛，别以为这样我就原谅你了。你原不原谅我对我并不重要，我昨说那话是想告诉你，我给那些刺客下毒了，不出3日必死无疑。那么多武艺高超的暗卫，就这么毒发身亡，实在是可惜。你若肯告诉我为什么针对我，大家化干戈为玉帛，也好过你死我活，不是吗？你怎么能下毒呢？安南郡主这话就太可笑了吧，人家刺客可是要我命的人，我为什么不能给他们下毒？你少扎我！安南郡主要这么想我，随便你。既然刺客不是你派去杀我的，他们是死是活，与你也不相干。把解药给我。你既然不承认刺客是你派去的，又要解药做什么？你给不给我？给我一个能说服我的理由先。安南郡主看着凉亭外的莲花池，这个理由够不够？但是你真的有胆量往下跳吗？然后这个脑袋瓜也不知道怎么长的郡主居然真的往下跳了。救命啊！快来人啊！安南郡主落水了！
安南郡主落水了，宫人匆匆去禀告北越皇上。这边安南郡主被捞起来，正在凉亭里吐水。那边北越皇帝和北越皇后闻讯匆匆赶来。怎么会掉进莲花池里？是他突然发疯似的把我推了下去。魏姑娘，安南郡主好歹昨儿才帮过你，你就是这么知恩图报的？怎么就是我推的啦？这凉亭的栏杆这么高，我手无缚鸡之力，能这么轻易就把安南郡主推下去吗？分明就是你推我的。你掉下莲池我很同情你，但你这么一口咬定是我推的，我也不能平白担这么个罪名。要不你我当面跟皇上和皇后表演一下，我是怎么把你推下去的？扶安南郡主下去更衣。你给我等着！没什么事，我就先告退了。你去看看安南，别叫寒气入体了。等北越皇后带着宫人走远，北越皇上朝凉亭看了一眼，一小公公走过来，北越皇上问：安南郡主落水是怎么回事？朕要听实话。刺客确实是安南郡主派去杀魏姑娘的，魏姑娘给刺客下了毒，安南郡主找魏姑娘要解药，魏姑娘不肯给。这么蠢，真的是我的外孙女儿吗？可如果是假的，是东陵的阴谋，也不会派这么蠢的姑娘来骗我。这什么都挂在脸上，哪有半点城府的样子？委屈郡主了，那女人果然没那么好对付，必须要尽快除去，免得她坏我们的大事。你怎么一直等在这里啊？我等你不是应该的吗？你一直陪着我，不会耽误事吗？有你大哥在，我陪着你就行了。北越皇帝选你进宫做什么？没出什么事吧？你都猜出来了还问我？安南郡主不简单，这天气选择跳莲花池来胁迫你，就算聪明也远不及娘子。不可轻敌，他几次针对我，我却还没有明白他为什么揪着我不放。他似乎挺怕我待在北越的。中的什么毒？他的脉息平稳有力，没有丝毫中毒的症状。没有中毒？暗卫也是疑惑得很，他们没觉得身体有任何的不适。大夫笃定暗卫没有中毒。安南郡主的脸色一点点变得铁青。郡主还是不要和镇南王世子妃作对了，尽早让皇上松口，早日拿到东西回东陵吧。唉，你以为我不想吗？我不知道他是真的疼爱我这个外孙女，舍不得我早早的嫁人，还是在怀疑我。玉佩在郡主手里，镇南王世子妃没有办法证明自己的身份，不足为惧。如果北越皇帝一直抱有疑心，你处处针对他，反倒惹他起疑。安南郡主觉得暗卫说的对，是他之前太冲动了，以为镇南王世子妃是冲着他来的，才会鲁莽地和他结怨。皇上心思深沉，喜怒不形于色，至少北越皇后已经起疑了。怎么是他？大哥认得他？这是代国公府大少爷，刚刚我约了人，上楼时他醉醺醺的下楼撞了我，我便多问了几句。他呀，他是代国公府大少爷，今儿本来啊是他娶亲的大喜日子，结果亲事生变，借酒浇愁呢。1个月前，代国公府大少爷和右相千金的大喜日子就定下了，两家一个高兴娶，一个高兴嫁。代国公府大少爷的妹妹去右相府赏梅，一群大家闺秀抱着暖炉走在雪地里，只是不巧右相千金脚下一滑，手里的暖炉往前一飞，暖炉砸到了代国公府大少爷的妹妹，而且暖炉里的炭火还洒了出来，掉了几块在代国公府大少爷妹妹的脸上，如花般的脸上被烫出来几块伤疤，毁容了。魏明成听后觉得这简直是老天爷在帮他们。现在怎么办？把他带回行宫吧。刚回行宫，喝了一盏茶，代国公就闻讯匆匆赶来。哎呀，多谢镇南王世子出手相助，我这逆孙才没有醉酒纵马伤及人命啊！代国公道谢，楚墨尘就接了，谁也没有说别的。代国公府小厮扶着代国公府大少爷起身，代国公有些坐不住，还欲言又止。代国公有话不妨直说。镇南王世子才刚帮了我孙儿，我本不该这么不识趣，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
还是没说到重点。楚墨尘就那么看着他。我有一孙女毁了容，听闻镇南王世子妃生前擅长调制一种药膏，对去伤疤有奇效。屋子里安静下来，戴国公心底忐忑。魏姑娘的医术不比那子差，戴国公怎么不找她试一试？我的医术可比不上尊夫人。他这到底是谦虚还是自负啊？哎呀，魏姑娘能医治荣王，解皇上的顽疾，医术之高，远非太医能比。劳烦魏姑娘替我那孙女瞧瞧，我戴国公府和右相府都对魏姑娘感激不尽呐。我得先瞧瞧府上大姑娘的脸，才知道能不能医治。我这就回去带柔儿来行宫。戴国公走后，行宫的丫鬟把饭菜端上来，明媛和楚墨尘吃饭。姑娘，戴国公府大姑娘来了，带她到正殿等我。戴国公没来，陪戴国公府大姑娘来的是戴国公府大太太。戴国公准备亲自送孙女儿来，奈何朝堂有事，他只能以公事为先，让戴国公府大太太送女儿来，还望明媛见谅。无妨，戴国公以国事为重，这是应该的。说着，他望向戴国公府大姑娘。明媛让她坐下，把面纱摘下来。戴国公府大姑娘听话地把面纱取下，看清她脸上的伤。能治好吗？有90%把握能恢复如初。虽然不是10成，戴国公府大太太还是高兴坏了，连连道谢。药膏我手里没有现成的，待会儿调制，明儿我派人给你送去。为了不打扰明媛调制药膏，戴国公府大太太同明媛告辞。那我们就先回府了。如果缺少什么药材，魏姑娘派人去我戴国公府告知一声。明媛笑着应下，让丫鬟送他们出府。喝了半盏茶，明媛就开始忙了。翌日醒来，让赵峰把药膏送去戴国公府。明媛待得无聊，问行宫的宫女京都有什么地方好玩。魏姑娘不想逛街，不妨去禅山寺逛逛，那里风景好，而且菩萨特别灵验。听说求儿子生儿子，求女儿生女儿呢。他说的时候还往明媛小腹瞥了一眼。明媛性子温和，前几日柳儿失手打翻了个花瓶，明媛没有怪他。他收拾碎片的时候划伤了手，明媛还帮他包扎了伤口。柳儿掉了2滴眼泪后，就对明媛推心置腹了。虽然宫女推荐禅山寺的本意是让明媛去求子，明媛还真没有这想法。不过天天逛街也没意思，既然禅山寺的风景不错，明媛还是决定去看看。要不你明日再去吧，我明天再陪你一起去。你留在北岳是要忙正事的，哪能每天都陪着我？派2个暗卫跟着我就行了。我想上回行刺后，安南郡主绝技不敢再派人杀我。就这样，明媛带着宫女柳儿出了行宫，赵峰充当车夫赶马车，身后跟了北岳护卫，暗处还有2暗卫。姑娘，对不起啊，奴婢不知道禅山寺有这么多的难民。为了明媛的安全考虑，赵峰觉得还是先走为妙。这情形，明媛也没有心思上香了。抬走！站住！叫住我们何事？把孩子还给这个妇人。这孩子已经没救了。没救了？这孩子只是晕倒了，你们又不是大夫，就这么轻易断定没救了？明媛迈步走过去，柳儿和赵峰紧随左右，官兵被他们震慑住。别怪我们没提醒你啊，这孩子可能感染的是瘟疫。是不是瘟疫，我比你更清楚。这位就是魏姑娘，就是她医治好了荣王的病和皇上的头疾，医术比宫里的太医还要高。她的诊断，太医都不敢质疑，何况是你们？明媛要了纸笔，开了药方，护卫去抓药来熬制。那妇人感激涕零，抱着孩子给明媛下跪磕头。只是明媛这一出手就走不掉了，一堆咳嗽的难民围过来给她下跪，乌压压跪倒一片。楚墨尘从魏明城口中得知朝廷不许难民进城，把难民赶到了禅山寺，怕明媛有危险，匆匆赶来，就看到这一幕。明媛把脉开方子，楚墨尘派人把荣王世子叫了来，这是绝好的收买民心的机会。对于要争夺储君之位的荣王世子来说，不容错过。让荣王府护卫去买药煎药，丫鬟小厮施粥。
龙王世子这是什么意思？王叔的话，侄儿听得实在糊涂。皇上把赈灾的差事交给我办的，龙王世子要觉得我办得不好，大可以向皇上禀明，没有你这么直接抢的。梁王叔救济难民的方法，就是难民晕倒，直接抬去烧了吗？这么做自然有这么做的道理，不能因为1-2个人让其他难民感染瘟疫，更不能传进城来。以前的例子还不够吸取教训吗？并非我抢梁王叔的差事，是魏姑娘心善，去禅山寺见了难民，不忍心见死不救，才叫人把我叫了去。今儿我且算了，之后的事我不需要你插手。还有那个什么魏姑娘。扔下这一句，梁王丢下一记眼神，转身离开。魏姑娘不必下马车了。这话是什么意思？救济灾民一事归梁王管，梁王已经请了太医来给灾民诊脉，就不劳烦魏姑娘费心了。原来是怕荣王世子抢功劳的。可怜这些难民，已经潦倒至此，还成为他们挣钱夺利的工具。但愿梁王是真的想救他们。明媛下马车，护卫眉头一皱。魏姑娘请回吧。怎么不让我救治灾民，还不让我进寺里上炷香祈福吗？禅山寺的腊梅是一绝，远远的看到有丫鬟陪大家闺秀走过来。姑娘，你猜谁施的粥最浓稠，最后入了荣王世子和梁王的眼呢？这哪猜得出来？今儿是来施粥的，明儿也未必会来。只是没想到荣王世子和梁王居然会打赌，这也太小儿心性了。这可不是小儿心性，他们俩啊是最有可能继承储君之位的，将来要母仪天下的必定是良善之人。只是那些姑娘的善心也不会刻在脸上，只能暗中观察了。两人一边说一边往前走，看到一株绽放的梅花。这梅花开得真不错。是呢，要不咱们待会儿折一枝带回去。救命！救命啊！明媛走过去，赵峰闪身出现，抓起落水的姑娘，轻点水面起来，把她放在地上。大姐姐，你别想不开寻死，你出事了我怎么办？我来吧。蓝衣姑娘怔怔地看着明媛，把地方让开。明媛一边摁一边吩咐丫鬟去叫人拿担架来抬人。那丫鬟已经慌得六神无主了，明媛怎么吩咐她就怎么办。明媛按压了好一会儿，那姑娘才把水吐出来。只是水吐出来后，人并没有清醒，而是晕了过去。明媛觉得不大对劲儿，赶紧给她把脉，顿时眉头拧紧了，取出银针扎在那姑娘的心口附近，又从荷包里拿了一颗解毒丸给她喂下去。我大姐姐如何了？中毒了，我给她服了解毒丸，暂时压制了毒性，等我开了药方，服2剂药就没事了。丫鬟找了禅山寺的和尚抬了担架来，蓝衣姑娘道了一声谢谢，转身追着担架离开。柳儿扶着明媛走在后面。我们不过就是说了2句，她怎么就想不开了？放心吧，魏姑娘医术高超，定能救你家姑娘的。是那个给皇上治病的魏姑娘吗？正是呢。魏姑娘，求您一定要救救我家姑娘啊！我家老爷是当朝右相，他一定会报答您的。你家姑娘为何想不开要寻死？1个月前，我家姑娘请一群姑娘进府赏梅花，不小心摔倒，伤了代国公府的大姑娘，导致亲事耽搁。今儿2姑娘要来禅山寺施粥，见姑娘心情不好，郁郁寡欢，就拉着她一起来了。结果被人说姑娘烫伤了代国公府大姑娘，不待在府里反省，还有闲情逸致来禅山寺施粥。本来这事就是右相府大姑娘的一块心病，心里觉得难受就跑了。至于想不开自尽，丫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她望着右相府2姑娘，当时2姑娘离他们家姑娘最近，说水边不安全，让她站远一点。结果2姑娘一靠近，姑娘就落水了。我家姑娘怎么会中毒呢？我只是从脉象和症状判断出右相府千金中毒了，只是怎么中毒的，问我问谁去？那姑娘已经醒了，只是脸色苍白，气若游丝。明媛走到床榻边，看着她。难道代国公府没有派人告知你，我已经在给代国公府大姑娘治脸上的伤疤吗？李大姑娘望着明媛，她还不知道明媛是谁。姑娘，这位就是荣王世子带回京给荣王治病，还给皇上解了头疼的魏姑娘。
刚刚也是他救了姑娘你。李大姑娘向明媛道谢。你帮代国公府大姑娘治脸了，是什么时候的事？昨儿早上去伤疤的药膏已经送到代国公府大姑娘手里了。这时明媛觉得代国公府做得不够厚道。虽然代国公府大姑娘的容貌是因李大姑娘毁的，但李大姑娘并非有意。现在她有药膏能恢复容貌，总该差人告诉右相府一声，免得人家一直愧疚。不过这是人家的家事，明媛不便插手。再加上楚墨尘和魏明成留在北越，是要帮荣王世子争夺储君之位，破坏东陵和北越联盟，需要右相相助。明媛才对李大姑娘的事这般上心。娘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没用的女儿？别人背后嚼舌根，你生气可以骂回去，为什么要想不开寻死呢？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你让娘怎么还呀？娘，魏姑娘还在呢。多谢魏姑娘出手救了小女一命，举手之劳。既然大姑娘毒已经解了，我也可以安心回去了。右相夫人只知道自己女儿落水的事，还不知道李大姑娘除了落水还中了毒，心头一沉，还亲自送明媛出门。右相夫人留步。魏姑娘的恩情，改日我和相爷定登门拜谢。看着明媛走远了，右相夫人才转身回屋。中毒？怎么会中毒？女儿也不知道。姑娘出府后没吃过什么东西，只是施粥的时候口渴了，然后喝了盏茶。如果不是魏姑娘说，奴婢都不知道姑娘中毒了。莫非大姐姐压根没有中毒，是魏姑娘故意？二妹妹不要胡乱猜测，魏姑娘救过荣王世子，救过荣王，还救过当今圣上。她的暗卫把我从水里救出来，已经救了我一命了。她没有必要故意说我中毒，还给我开药方子。何况身体是我的，中没中毒，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只是大姐姐并没有吃过别的东西进肚子，我也没有瞧见你有中毒的症状，才这么一说。魏姑娘对我右相府有恩，你这般揣度她，委实不该。你们先出去吧。李二姑娘俯身退下，右相夫人给丫鬟使眼色，让她去守门。到底怎么回事？你当真想不开自尽了？是二妹妹推我入水的。她推的你？当时她站在水边，虽然头有点晕，但她很清楚，她是被人从背后推了一下才落水的。希儿来禅山寺施粥，也是二妹妹硬要拉着我一起来的。1个月前的赏梅，也是二妹妹要举办的。你刚刚怎么不说？希儿已经够丢人了，我不想让人看见我们相府姐妹不睦。再者，别人都在传她是想不开自尽，她现在指出是被人推下去的，未必有人信。娘，魏姑娘不只救了我，她还帮代国公府大姑娘治脸了。代国公府都没有派人告诉我们一声。我刚刚说派人去代国公府问问，二妹妹的神情不自然，怕是代国公府告诉了，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李大姑娘按捺住，没有指责李二姑娘半句。右相夫人不会比自己的女儿冲动，她也想弄清楚二房到底想做什么。本该前2日就向魏姑娘道谢的，来迟了。右相夫人客气了，大姑娘还好吧？托魏姑娘的福，小女中毒落水都没大碍，最重要的是心病解了。没想到这么巧，荣王世子也在。荣王世子挑了挑眉头，他也没想到右相会主动和他打招呼。我右相府欠魏姑娘一份救命之恩，也欠荣王世子一份大恩情。右相何出此言？若不是荣王世子派护卫保护魏姑娘，也没办法把小女及时从水中救出来呀。我什么时候成荣王世子的人了？他要解释清楚，只是还未开口就被魏明成给打断了。这样的误会没什么不好的，有这么份恩情在，右相更容易拥护荣王世子。走之前，右相还单独和荣王世子说了几句。你和荣王世子说什么了？你不是想女儿早点嫁吗？要不了2天，代国公府就会迎娶她过门了。这么高兴啊？莫不是有什么好事？刚刚去行宫向魏姑娘道谢，正巧荣王世子也在。魏姑娘问起青儿和代国公府大少爷的亲事，
我就多说了几句。荣王世子得知青儿和代国公府大少爷的亲事要作罢，就当场和我提亲。二老爷脸色一变，几乎坐不住凳子。你当真要把青儿许给荣王世子？不是真愿意，哪能就这么直接的禀告老夫人您呢？只是啊，荣王世子的提亲还不正式，相爷也没有一口答应。毕竟青儿之前是许给代国公府的。大哥，你要拥戴荣王？拥戴荣王有何不妥？我觉得梁王更有希望被立为太子。这朝堂上的事，莫非二弟看得比我更通透？二老爷拳头紧了几分，没有接话。右相没有多待，喝了半盏茶便起了身。他还得去和代国公把婚书拿回来。国公爷，这是做什么？前几日是我糊涂了，我这就挑了良辰吉日，让他们俩完婚，取消婚约的事，你就别想了。走，别耽误我看老黄脸。结果右相前脚走，后脚代国公就让代国公府大太太准备喜宴。代国公府大太太不同意。莫非我已经老到连孙儿的亲事都做不了主的地步了？代国公府大太太身子一僵，代国公都把话说得这么重了，他哪还敢再反对？这边代国公施压，代国公府大太太憋着一肚子邪火准备喜宴。那边右相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昭告文武百官，他已经站到荣王世子那条船上了。而且不只是右相，代国公也一起表态。右相突然站队够梁王恼火的了，更叫他恼火的还在后面。负责救济难民的梁王府管家派人来禀告梁王，说难民越来越多，病死的也多了，还有去禅山寺施粥的大家闺秀越来越多。一个大家闺秀带7、8个丫鬟小厮，把禅山寺堵得水泄不通，而且那些粥浓稠的跟大米饭差不多了。这么多施粥的就不对劲了，还形成了攀比之风，给我去查清楚到底怎么回事。那日我来禅山寺施粥，在后山碰到了魏姑娘，就是给皇上治头疾的魏姑娘，是听她和丫鬟说才知道梁王和荣王世子打赌的事，这才。与此同时，荣王世子也知道了，脸黑成锅底色。荣王世子这是什么意思？梁王叔质问我，我又该问谁去？这件事儿啊，我也是受害者，难道我会赔上自己的名声来算计王叔吗？那是不是该好好盘问一下魏姑娘？魏姑娘医术高超，梁王叔轻易还是别得罪她的好，万一哪天就有求于人呢？我会有求于他？皇上都有治不好病的时候啊，何况你我？你怀疑他散播谣言，但这么做对他似乎没有任何好处吧？好一个魏姑娘，三言两语就把梁王和荣王世子卷进流言蜚语中。皇后的话，民女没听懂。魏姑娘在禅山寺说荣王世子和梁王打赌的事，被人听了去。现在不少大家闺秀在禅山寺施粥，许多人施粥，这不是好事吗？怎么皇后不高兴？梁王和你有何冤仇？你要算计于他。皇后可能是误会了，那日我去禅山寺上香，却没想到会碰到这么多难民。都说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又是在菩萨眼皮子底下，我实在做不到见死不救。难民太多，我身上没钱，才把荣王世子叫去给那些难民妇要钱，却没想到救济难民的差事，皇上交给梁王负责的。第二天我又去了禅山寺，侍卫不许我下马车，把我惹恼了。我身怀有孕，还忍着马车颠簸上山，不是为了谋私利，是为了救人命。心里存着气，再加上见不少大家闺秀来施粥，就和丫鬟聊起这个事。我见朝廷施粥都快顷可见底了，心疼那些难民吃不饱。丫鬟说施粥都这样，没有人施浓稠的粥。我便笑丫鬟，这世上没有什么是不可能。其实想施粥浓稠些易如反掌，只要别人知道梁王和荣王世子打赌，谁施粥浓稠，他们就娶谁，这粥自然就浓稠了。明媛说着，无辜地望着北岳皇后。定我和丫鬟说打赌的事时，被人听了去，而且没有听全乎，才闹出这事儿来。好一张伶牙俐齿，死的都能说成活的了。皇后这么生气做什么？皇上怎么来了？禅山寺的事，
朕也听闻了。北岳皇上眸光在明媛身上转了2圈。禅山寺的事虽然有损梁王和荣王世子的名声，但他也没有坏心，受益的是那些穷苦百姓。皇后就不要苛责他了。臣妾知道他救治荣王和皇上有功，但他故意散播谣言，3言2语就把那些大家闺秀玩弄于股掌之间，居心不良。臣妾不罚他，如何服众？我也没有拿刀架着那些大家闺秀的脖子逼他们施粥啊，救济灾民全凭自愿。北岳皇后气得额头都青筋暴起了，胸口起伏不定，可一时间又不知道如何反驳。他们施粥是怜悯那些难民凄苦，绝非是冲着荣王世子妃和梁王妃的位置去了。皇后娘娘要是不信，大可以传召那些施粥的大家闺秀前来询问，他们一番良善之心，不应该被这么曲解误会。皇后说的没错呀，果真是伶牙俐齿啊。一旦皇后真的询问那些大家闺秀为何施粥，没人会承认是冲着荣王世子妃和梁王妃的位置去的。没有了人证，自然就算不上把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了。梁王和荣王世子哪个不是人中龙凤？那些大家闺秀倾慕皇上的龙子龙孙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了。魏姑娘也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才把好好的赈灾搅和成现在这个样子。皇上要念着她治病有功，就不罚她；对朝廷有功的臣子多的是，往后犯事都不罚了吗？那皇后要怎么罚她？明媛于荣王和皇上都有恩，而且重要的是她身怀有孕，体罚是万万不行的。念在她对皇家有恩的份上，给荣王世子和梁王赔礼道歉便算了。这不是雷声大雨点小吗？明媛乖乖领罚，俯身告退。哦，给我认错？我道歉只是敷衍皇后的。我知道，我有点怀疑你和皇后是不是一条船上的人。是一条船上的人，皇后能罚我吗？可皇后此举真的像是在帮她，不知道是皇后在给她挖坑，还是真的被气糊涂了。本来那些大家闺秀在禅山寺施粥，赢得难民的不小的好感，皇后非要把这事儿捅大，最后施粥的功劳全成她的了。这事儿不要告诉世子爷，也不要告诉我大哥。世子妃啊，这事儿瞒不住世子爷的。尽量瞒吧，能瞒多久是多久，希望能尽快离开北岳这是非之地。梁王府那儿，我去帮你赔礼。犯错的是魏姑娘，一人做事一人当。荣王世子帮他赔礼道歉，莫非这是背后世子爷才是主谋？荣王世子没有理会他，翻身上马去了梁王府。明媛坐在马车里，他是打算去梁王府的，不过赵峰赶马车直接把他带回了行宫。荣王世子怎么这么有闲情逸致来我梁王府啊？梁王叔才是好闲情啊，皇上把救济难民的事交给你负责。我怎么听说禅山寺死了不少难民了？看来你一直盯着难民，这是想寻机会抓我的把柄，还是想趁机和皇上告状，把差事抢过去？如果我是王叔你啊，我不会让魏姑娘给我道歉，而是去向她赔礼，让她出面救治那些难民。散播谣言败坏我的名声，还要我去给她赔礼？送客。荣王世子见劝不动梁王，也就不劝了。他只是可怜那些难民，本来能活下去的。回来的正好，这些天就不要上街了。街上怎么了？街上倒还好，只是禅山寺情况不妙，听说死的人越来越多，城内已经是人心惶惶，担心是瘟疫。不行，我还是得去梁王府一趟。你去梁王府做什么？去给梁王挖坑。楚墨尘望着赵峰，我要听实话。世子妃说的就是实话。楚墨尘要陪明媛去，赵峰和赵烈把他拦下。世子爷还有正事要忙呢，梁王府我们陪世子妃去就行了。出了行宫，明媛就看到了皇后派来盯梢的嬷嬷。去梁王府吧。怎么感觉魏姑娘没有生气，反倒有点迫不及待？难道还要迫不及待去给人赔礼的？马车穿街过市，小半个时辰后在梁王府门前停下。魏姑娘，梁王府到了。嬷嬷再等会儿，魏姑娘在写药方。明媛写了2张药方，最后掀开车帘递给赵峰。魏姑娘在禅山寺，
无心把梁王卷入流言蜚语中，这2张治疗瘟疫的药方赠与梁王，当作赔礼。梁王府小厮没有收药方，而是去禀告梁王。皇后要的是魏姑娘你亲自给梁王赔不是。药方正是梁王需要之物，我用药方赔礼不行吗？我家王爷说了，不需要药方。赵峰看了眼手里的药方，然后走到马车前。明媛下马车时，从他怀里掉下来一本书，柳儿飞快地把书捡起来，随手放进马车内。但嬷嬷还是看到了3个字：狐媚术。明媛要进府，但是梁王府的小厮把赵峰和赵烈都拦了下来，只让柳儿陪着，还有嬷嬷。让开！我家王爷不许你们进去。那你们就在外面等我吧。请他们进府喝杯茶吧。说完，低声吩咐了小厮几句。明媛走进去，俯身给梁王赔礼。胆敢算计我，胆子还真是不小。无心之失，堂堂梁王殿下总不会和我一个弱女子一般见识吧？本王还真没见过哪个弱女子能够救荣王，还能救皇上。缠山寺之事，还请梁王见谅。魏姑娘留在我梁王府，给本王做个侧妃如何？完了，梁王殿下定是中了魏姑娘的狐媚术了，先是荣王世子，再是镇南王世子。嬷嬷有点怕了。梁王开的这个玩笑，我还真不知道该不该配合。我若是答应了，王后当了真。魏姑娘多虑了，梁王只是觉得你和荣王世子有牵扯在前，如今又住在行宫，行为不检点而已。明媛脸色一僵，恼羞成怒。既然赔礼过了，魏姑娘可以走了。梁王眉头拢紧，明媛正中下怀，未免露馅儿，赶紧俯身走人。哎，书呢？别找了，被人拿走了。得亏我眼尖，不然叫梁王殿下中了他的计，和荣王世子似的，为他神魂颠倒。嬷嬷接过书，随手翻开，书里面字不少。什么狐媚术？这就是本医书。嬷嬷是聪明人，脑袋一转就知道明媛是借着他的手离开梁王府，就这么毫无防备地被人利用了，还以为自己立功了而沾沾自喜，气得他脸色发紫。梁王掉你挖的坑里了，能劳动明媛专程去梁王府给梁王挖坑，梁王不好好在坑里待着都说不过去啊。这话有点夸张了，听着有点压力啊。明媛坐下来，望着楚墨尘和魏明成。你们商议的事怎么样了？虽然右相和代国公公然站到了荣王那边，但梁王在朝中的势力不弱，想这么轻易击垮他绝对没那么容易。我看北越皇帝是真喜欢安南郡主，虽然现在安南郡主还没有出嫁，但她迟早会嫁的。如果能破坏安南郡主嫁回东陵，是最好的办法。也不用太着急，我看北越皇帝是想多留安南郡主在北越多待些时日，只要北越和东陵一日不结盟，东陵就不敢全力以赴地攻打我大景朝。娘娘，不好了，出大事了！要嚷嚷的所有人都知道吗？缠山寺爆发瘟疫了。怎么会是瘟疫？奴才到缠山寺脚下，就听人说，听说是太医亲口说的，在缠山寺的难民都慌了，听说死了100多个难民了，奴才没敢上去，急忙回来禀告您了。宫里那么多太医，就没一个能治瘟疫的。皇上，魏姑娘医术高超，或许她有办法解瘟疫。劳烦公公去禀告皇上，说我不敢再去缠山寺了，免得有人说我多管闲事。是皇上让魏姑娘你去解瘟疫的，这是圣旨。梁王府的告诫言犹在耳，我不敢不听，免得这边听了皇上的，那边梁王找我的茬，担待不起。公公一脸错愕，送公公出去。公公，请回吧。皇上，魏姑娘不肯去缠山寺，说是怕被人说她是多管闲事。让梁王去给魏姑娘赔不是。皇上，臣妾实在不知道梁王是怎么得罪魏姑娘了。她身怀有孕，梁王体谅她救治荣王和皇上有功，不宜操劳，才请了太医去缠山寺，让她回去休养。这么点小事，她就记恨在心，还和丫鬟胡州败坏梁王名声。臣妾要她给梁王赔不是，何错之有？如今皇上下旨要她救治难民，她竟敢居功自傲，抗旨不遵，置皇上威严于何地？皇上要梁王去给她赔礼，这是在纵容她。梁王要真去了，皇家颜面何存？外祖父，
荣安实在琢磨不透魏姑娘到底想做什么了。她之前去禅山寺上香，没人要求她，她主动救治那些难民，谁不说她一句心地善良？如今外祖父给她下旨，她却推三阻四，不愿意去。难道梁王叔的赔礼比那些难民的命还要重要吗？再去传召，本宫倒要瞧瞧，他是不是有胆子不进宫。明远早做好了会被传召进宫的准备，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他把茶盏放下，带着柳儿进宫。北岳皇后等得快耐心全无了，才看到明远走进来，脸上一抹淡笑。有那么一瞬间，北岳皇上看愣了神，恍惚间他好像看到一个人朝他走来。云溪。安南郡主脸色一白，心头闪过一抹慌乱。外祖父把我看成云溪郡主，这眼神是有多不好了？本宫还以为你真有胆量抗旨不遵，不进宫来。皇上传召，我岂敢不遵？那外祖父让你去禅山寺救那些难民，你怎么不去？我之前是要救那些难民，梁王府的人让我别多管闲事，甚至都不让我下马车，说梁王请了太医，用不着我了。禅山寺那么远，山路又有点颠簸，我何苦去自讨没趣呢？抗旨不遵，还诸多借口。皇后这么说魏姑娘就有失偏颇了。禅山寺流言四起，我替魏姑娘去给梁王叔赔礼，让她别为难她一个女子。禅山寺难民情况不妙，让她趁机请魏姑娘去救治难民，给魏姑娘一个台阶下。梁王叔非但没听我的，还将我训斥了一顿。魏姑娘也不是有心传流言，梁王叔却和她一个女子一般见识，实在有失身份。北岳皇后气得唇瓣发紫，明远嘴角勾起一抹弧度。我给梁王赔礼之前，曾送上2张治疗瘟疫的药方以示歉意，梁王拒收，一定要我进府认错。皇后亲自派了嬷嬷去监督，我认错的诚意如何，皇后一清二楚。禅山寺的事是梁王负责，我不肯帮忙善后，皇后就拿圣旨压我，处事如此偏颇，皇后就不怕天下人耻笑吗？北岳皇上看着他，眼底带了些威严。北岳皇后心往下沉了沉。本宫可是听说去禅山寺施粥的大家闺秀有1、2个已经病倒了，魏姑娘不肯医治难民，难道也不肯医治他们吗？在我眼里，他们和那些难民一样，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魏姑娘诓他们施粥，难道就一点愧疚之心都没有吗？如果皇后觉得我该为那些大家闺秀染上瘟疫而愧疚，那梁王阻拦我施救，导致那么多难民病亡，岂不是要更愧疚，要想办法弥补吗？北岳皇后后槽牙都咬松动了，却是无计可施。皇上，皇后，不好了，梁王病倒了。昨见梁王的时候，就看到气色不大对劲，只是我还没来得及说，嬷嬷就让我走了。没想到梁王习武之人，也说病倒就病倒了，难怪那些难民。明远脸上带了一抹惋惜。北岳皇后心更慌了，她望着明远，还不快把治疗瘟疫的秘方交出来？我交了，双手奉上，但是梁王不要。北岳皇后抬手揉太阳穴，娘娘头疼了，奴婢扶您回去歇着吧。不会是得了瘟疫了吧？我怎么会得瘟疫？他是巴不得我得瘟疫是吗？反正梁王已经病了，没法再管那些难民了，我就不信皇上会没有办法让他把秘方交出来。只要那些难民有的救，还怕梁王得了瘟疫没得治吗？北岳皇后说走就走，明远都服了她了，只是她想走没那么容易。论医术，宫里的太医还比不过魏姑娘，皇后是要舍近求远吗？北岳皇后脚步一滞，臣妾要不了魏姑娘交出瘟疫药方，又哪敢要她给臣妾治头疼？北岳皇上看向荣王世子上官无极，梁王病倒了，救济禅山寺难民的事就交给无极你去办了。王祖父这不是为难孙儿吗？魏姑娘救治孙儿有功，还救了父王，他和梁王叔赌气，梁王叔不道歉，他就不交出解瘟疫的良方。您把差事交给孙儿，孙儿要救难民，就必得强人所难了。为了那些难民，梁王叔就算委屈自己给魏姑娘赔个不是，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堂堂7尺男儿，隔壁跟个姑娘较劲儿，置百姓于不顾啊！北岳皇后正要说话，北岳皇帝先道：让梁王给魏姑娘赔礼。
就这样，北越皇后还在苦苦挣扎。快去让梁王准备厚礼登门赔礼。嬷嬷俯身离开，北越皇后给安南郡主使了一记眼色。这一局我赌赢了。什么赌赢了？来之前，安南和皇后打赌，皇后说魏姑娘心地善良，肯定会交出药方救治难民。安南觉得她会交出秘方，但肯定要梁王叔给她赔礼。一时心血来潮，便和皇后打了个赌。原来皇后是为了和安南郡主的赌约，才一再的逼我交出解瘟疫的良方啊！我最不喜欢被人逼迫，吃软不吃硬。要是早点说，这会儿药方都快送到姗山寺了。一个皇后为了赌约置百姓于不顾，有损身份啊！北越皇后听出明媛的弦外之音，气得喉咙里都有了血腥味儿。不要随便乱曲解我的意思。连王叔怎么这么快就进宫了？我只是身体有些不适，下人吓着了，才匆匆进宫禀告，是我疏忽，没有管好府中下人，冲撞了魏姑娘，也让难民错失了救治良机，还请魏姑娘不计前嫌，慷慨赐药方。梁王可得管好府中下人，我虽是一介女流，却也医治荣王有功，还帮皇上治好了头疾。我在姗山寺做的也不是坏事儿，治病救人，梁王府下人都敢对我言辞吝啬，这要是换成旁人，还不知道如何对待了。魏姑娘教训的是，回去就处置那些没眼色的下人，给魏姑娘出气。皇上把救治难民的差事交给了荣王世子，希望荣王世子不要做甩手掌柜，给下人太多的权力才好。好一招敲山震虎啊！梁王脸都绿了，他谎称生病是为了把治疗瘟疫的烫手山芋扔出去，现在他来赔礼，就没打算把差事让给荣王世子了。魏姑娘放心，我一定吸取教训。既然魏姑娘消气了，还是快些把解瘟疫的秘方拿出来，拿去救那些难民吧。皇后不了解魏姑娘，她嘴硬心软，在进宫之前，她就已经把解瘟疫的方子交给了我。我已经让人抓药熬制，送去姗山寺救那些难民了。魏姑娘果然医者仁心，谢皇后夸赞，明媛愧不敢当。北越皇后气得快站不住了，她俯身和北越皇上告退，梁王咳了2声也告退了。荣王世子是打算和明媛一起走的，结果被北越皇上留了下来。皇上是有什么事要交给孙儿去办吗？魏姑娘是你培养的棋子。他不知道该怎么否认，因为明媛刚刚说的话做的事都是向着他的。朕看她还不错，有勇有谋，确实称得上是一颗好棋子。让女子打头阵，有损威严啊。北越皇上希望荣王世子能护明媛周全，少做这种枪打出头鸟的事。孙儿知道，孙儿一定保他周全。魏姑娘当真胆子不小，你可知道得罪我梁王会有什么下场啊？我不知道得罪梁王会有什么下场，但得罪我的都没什么好下场。那本王倒要好好的瞧着了。明媛只笑着，笑意达眼底，带着丫鬟柳儿迈步离开。看着明媛越走越远，梁王拳头攥紧。梁王，不好了！皇后娘娘突然腹疼不止。梁王转身3步并2步地往皇后的寝殿走去。皇后如何？皇后脉象很乱，像是中毒，又不像是中毒，臣一时也拿不定主意。庸医，世子爷心情很不错。魏姑娘的胆子比我想的要大得多啊！敢逼梁王赔礼，胆子能不大吗？不过护卫不知道荣王世子指的不是这事。他说明媛胆大，是他亲眼看到明媛给北越皇后下毒，当着北越皇上和安南郡主还有梁王的面啊，说是向天借了几分胆气都不为过。我知道皇后这会儿不愿意见魏姑娘，但还是把她请来给皇后您瞧瞧吧。北越皇后强忍着不让叫明媛，可她那点骨气根本抵不住疼。给本宫叫她来。明媛带着丫鬟柳儿在楼上吃饭，赵峰就站在窗户旁看着那些人到处询问明媛的下落。半个时辰后，明媛吃饱喝足，方才下楼。在这里，魏姑娘在这里。这么急的找我做什么？皇后突然身体不适，传魏姑娘进宫。皇后身体不适，请太医就是了。魏姑娘医术高超，远超太医。皇后病得古怪，
太医们不敢断症，特让我来请魏姑娘进宫。你们皇后还真不拿我当外人，要我赔礼就赔礼，要我治病我就得乖乖进宫给她治病。传话公公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治好了最多赏赐我点东西，你们皇后也不会就此善待我几分。我要是治出个好歹来，我这条命还得留在宫里吧。哎呦，魏姑娘医术高超，没有您治不好的病。皇后娘娘还等着您进宫呢，我们找您已经耽搁半天了。不去。你们皇后逼魏姑娘给梁王赔礼的时候态度有多强硬，你不知道吗？传话公公腿一软，直接给明媛跪下了。你回去禀告皇后，我不敢碰她凤体，还是请太医帮她治吧。若是太医能救，也不敢劳烦魏姑娘进宫了。如果荣王世子没有请我进京救荣王，皇后病了，难不成只有死路一条？明媛要往前走，传话公公跪下阻拦。起来吧。魏姑娘答应了。明媛没见过这么做事顾头不顾尾的，嗯了一声，传话公公这才起来。怎么到现在才回宫？魏姑娘不在行宫，奴才派了不少人去寻找，找到了就赶紧回宫了。快给我母妃治病。搬凳子来。没有人动，在北越皇后的寝宫，没人会听明媛的。明媛也不生气，更不会自己搬凳子来，她直接在贵妃榻上坐下了。不能坐凤榻边给皇后把脉，那把皇后扶过来吧。连太医给皇后诊脉都是跪着的，你一介平民却要坐着给皇后把脉，不妥吧？坐着给人治病是我的规矩，请我治病就得依照我的规矩来。太医是跪着把脉的，那让太医给皇后治病便是。这是谁惹着魏姑娘了？脾气这么大？被人逼着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安南郡主会高兴吗？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何况只是下跪。只是下跪。明媛咀嚼这几个字，心下冷笑。你是在拖延时间，借故不给皇后治病吗？不愿下跪给皇后治病，脑袋上的脖子都摇摇欲坠了。皇后传召，我岂敢不来？我不愿给皇后下跪治病，是为了皇后好，不然我心底屈辱，万一因此误诊了，受罪的还是皇后。既然安南郡主没把下跪当回事，又急着我给皇后治病，那你替我跪着吧，我立刻马上给皇后诊脉。原来安南郡主和我一样，也不愿意给皇后下跪啊。你是什么身份？我家郡主是什么身份？你也妄想和我家郡主比？我就是一普通人，身份自然不及安南郡主尊贵，但普通人也有怪癖，心情一不好，医术就奇差无比。我能怎么办呢？我也很无奈啊。给她搬凳子。宫女赶紧搬了凳子来，但明媛不为所动，只看着安南郡主。安南郡主拳头攥紧，她走到床榻边，还真就跪下了。明媛嘴角勾了勾，迈步走到凤榻边坐下，给北越皇后把脉。把脉完，给北越皇后施针，几针扎下去，北越皇后的疼痛瞬间缓解了许多。安南郡主要起来。起来做什么？继续跪着。我跪着可没法给皇后施针。安南郡主一口银牙没差点咬碎，这一施针就是1刻钟。我去抓药。剩下的事就交给太医了，我先出宫了。明媛迈步出寝殿，安南郡主抬脚追上去。站住！明媛走在前面，她装没听见，继续往前。魏明媛，你给我站住！安南郡主这么大呼小叫，不怕被人看了笑话？安南郡主手一抬，明媛一把抓住。你是要和我宣战吗？到底是我向你宣战，还是你向我宣战？第一次见面就莫名其妙针对我，派人刺杀我，还用苦肉计算计我。我已经忍你够久的了，就算你是北越皇上的外孙女，那又如何？放了我家郡主，否则的话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没看出来丫鬟还是个高手，难怪有恃无恐了。别以为我不知道，就是你给皇后下的毒。明媛转身要走，安南郡主却揪着她不放。你心虚了？你一个假郡主都不心虚，我心虚什么？空口白牙，张口就来，说我是假的，你有什么证据？安南郡主也知道说话是要证据的。你说我给皇后下毒，证据呢？我亲眼所见。刚刚郡主替皇后出来，我还以为你对皇后掏心掏肺呢，原来也没有多少真心。亲眼看见我下毒，不抓我个人赃并获，反倒等毒发，
皇后受了折磨，丢了脸，再来指认我，还是私下指认。安南郡主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安南郡主没说话，明媛恍然，我明白了，这是要皇后厌恶我，要我的命，正好帮你除掉我是吧？我看你小年纪，没想到心思竟然这么深沉。谁许你乱说话的？那安南郡主给我一个解释，为什么当时不说，现在才说？安南郡主没说话，或者说她顾不上明媛的质问了，她只觉得胳膊突然无力，几乎抬不起来。你给我下毒了！这回你可以去和皇上告状了，把解药交出来。你有本事就划破我喉咙，看我会不会皱下眉头。你当真不怕死？有安南郡主给我陪葬，我怕什么？说着，明媛抬手把丫鬟的手扶开，乖乖的送1万两银票去行宫给我，解药自然会给你。此后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如若再挑衅，我会让你主子尝尝什么是生不如死的滋味。柳儿已经吓得双腿打摆子了，明媛抬脚走人，她赶紧跟上。安南郡主走后，北岳皇上从暗处走了出来。你觉得安南郡主像不像朕？奴才瞧着不大像皇上，或许更像驸马一点儿。明媛走在前面，听到身后有抽泣声，她停住脚步，柳儿没注意，直接撞了上去。奴婢不是故意撞到姑娘的，姑娘恕罪啊！起来吧，我不怪你。柳儿鼻子发酸，怎么了？没什么，没什么。吓成这样，我在北岳可就这么一个信得过的丫鬟，有什么话直接和我说就是了。柳儿不敢跪，她哆嗦着身子把担忧说出来，把脸擦擦，都哭花了。我对皇后和梁王态度硬，那是因为他们对我也一样，别人如何待我，我便如何待别人。人与人相处，贵在真诚，而不是以权势压人。你也别太担心了，若是哪一天我离开京都，一定把你安排妥当，总不会让你因为伺候了我几天，就把一条小命给搭进去。姑娘会离开京都吗？会。姑娘能不能到时候也带我走啊？我离京还早，等到时候你或许已经改主意了。先出宫吧。我绝不改主意的，魏姑娘是我见过最和善的主子了。右相怎么来了？为什么来？右相还真有些不好开口。虽然他是代替朝廷来的，但他也承人恩惠了，来代替朝廷下逐客令，实在是难为他了。如今北岳瘟疫横行，朝廷这时候让我们回去，是想我们把瘟疫带回大景朝吗？右相正要开口，楚墨尘一句话直接把他堵死了。等北岳把瘟疫解了再说吧，我可不想回去的半道上，你们又派人去请我们回来。右相彻底懵了，他看向明媛。魏姑娘要和镇南王世子一起离开。右相不是和荣王世子已经是一条船上的人了吗？原来荣王世子对右相也没有那么信任吗？这厮有点欠揍了。荣王世子好不容易才拉拢右相，这也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压得一个气不顺就直接挑拨离间了。那就不打扰魏姑娘和镇南王世子用饭了。你们要等瘟疫解了再离京的决定，我会如实转达皇上知道。是出什么事了？右相需要亲自来找我。右相把请镇南王世子离京的事和荣王世子说了。魏姑娘会和镇南王世子一起走，这事儿荣王世子知道。他们没告诉右相原因？他们让我来问荣王世子你。魏姑娘就是镇南王世子妃。啊，魏姑娘怎么会是镇南王世子妃？当初是我用计把她带回北岳给父王治病。右相是聪明人，荣王世子只说了这么多，他就已经明白前因后果了。镇南王世子妃在我们北岳受了不少的委屈，世子爷尽可能的护着她吧。若是能消了她和镇南王世子的怒气。说到这里，右相说不下去了，这可能吗？滚！都给本郡主滚！丫鬟知道安南郡主的性子，她咽不下这口气，她也放不下身段去找镇南王世子妃买解药。丫鬟擅作主张，拿了1万两银票来找明媛买解药。谁让你去找他买解药的？请了那么多大夫太医，都没法帮郡主的胳膊恢复力气，奴婢实在是不忍心，才去行宫找了镇南王世子妃的。奴婢知错了。
解药给我。只有解药还不够，还要配合施针，奴婢便没把银票给他。安南郡主脸火辣辣的烧疼，仿佛被人连打了几巴掌似的。郡主想开些，咱们这回是落了下风，但咱们并没有输啊，得罪了北越皇后和梁王，这南王世子妃往后的日子绝不好过。你说的没错，我何苦跟自己过不去？姑娘，安南郡主来了。明媛嘴角一勾，一抹笑意忽闪而逝。魏姑娘这花修剪的真不错啊。安南郡主气色好像不大好。我家郡主之前冲撞了魏姑娘，还请魏姑娘赐解药。说着，丫鬟从怀里摸出1万两银票来，双手奉上。明媛没有接银票，看了柳儿一眼，柳儿赶紧把银票接过。明媛做了个请的姿势，安南郡主刚要抬脚，魏姑娘先请。进屋后，明媛让宫女上茶。不用上茶了，还有劳魏姑娘先给我家郡主解毒。把解药吞下去，我给你施针解毒。安南郡主一口把药丸丢进嘴里，明媛拿出银针，在安南郡主无力的胳膊上扎了2针，又扎了下她的指尖。你轻点儿，有痛觉，郡主应该高兴才是。明媛拔了银针后，安南郡主就坐不住了。施药就没事了吗？现在没事了，但如果安南郡主不死心，还想再掌掴我的话，这只胳膊肯定会废掉的。安南郡主走到明媛身边，一把将明媛推开，抬手朝柳儿的脸扇过去。啪的一声传来，柳儿结结实实地挨了一巴掌。来人！明媛指着安南郡主的丫鬟，把她给我抓了。安南郡主的丫鬟会武功，而且不弱，知道明媛不敢拿安南郡主出气，只能抓她了。一旦被抓住，肯定没好事。10几个来回后，安南郡主的丫鬟就被赵峰给扣住了。去，把巴掌扇回来。柳儿一个劲儿地摇头，明媛就那么看着她。你不是要跟着我吗？我身边不需要胆小懦弱的丫鬟。我看你敢！她要上前护着自己的丫鬟，被赵烈拦下。你敢拦我？安南郡主怕是忘了自己来行宫找我所谓何事了吧？安南郡主娇容狰狞，柳儿手一抬，直接朝安南郡主的丫鬟扇了过去。再来！柳儿手抬起来，啪啪啪地打下去，打得安南郡主的丫鬟眸底寒芒闪烁。安南郡主气得要杀人。打够了，柳儿松了手，捂着脸站到明媛身后去。赵峰这才把丫鬟放开。安南郡主跺着脚转身离开，丫鬟走了几步后回头看了一眼，那眼神中溢出来的杀气叫人惊骇，但看到赵峰和赵烈，杀气从脸上收入心底。北越皇后看到安南郡主来，欣慰地笑着，还以为你生本宫的气了，不肯来了呢。我怎么会生娘娘的气呢？我可不像有些人仗着自己会点医术，尾巴就翘上天了。不生本宫气就好。北越皇后笑着握着安南郡主的手，夸她手指纤细如笋，顺带把手腕上戴的碧玉镯推到安南郡主手腕上。我怎么能收皇后这么贵重的玉镯呢？这玉镯是本宫嫁给皇上的时候太后赏赐给本宫的，你是皇上的亲外孙女，再贵重的玉镯也受得起。娘娘疼安南，安南心领了。安南不要玉镯，想向娘娘讨一个小丫鬟。北越皇后接了玉镯，又给安南郡主戴上了。你是看上了哪个丫鬟？就是魏姑娘身边的丫鬟，叫做柳儿的，娘娘应该很眼熟。那丫鬟也是从宫里拨去行宫伺候的，你要喜欢就给你了。说着，北越皇后看向嬷嬷，你挑2个丫鬟去行宫伺候魏姑娘，把那个叫柳儿的丫鬟送去安南郡主的行宫。不知皇后派嬷嬷来找我何事？安南郡主看中了行宫里一宫女，向皇后讨了去，怕行宫里少了个宫女，魏姑娘使唤不过来，特命我带2个来。不会是看上柳儿了吧？正是宫女柳儿。安南郡主要是看上了行宫里别的丫鬟也就罢了，怎么偏就看上了柳儿？这合眼缘的事，谁说得清楚呢？安南郡主是皇上宠爱的外孙女儿，别说一个小宫女了，就是要天上的星星，皇上也会差人想办法。他开口要，皇后也不好不给。这2宫女，魏姑娘只管使唤，要是不顺心，再给您换。原来只要得皇上宠爱，
就能看上什么要什么。冯嬷嬷陪笑，并不接话。那冯嬷嬷觉得皇上够不够宠爱我？魏姑娘救了荣王，也医治好了皇上的头疾，皇上自然宠爱你。是吗？那我也看上了安南郡主身边那个会武功的丫鬟，我是不是也能开口要了那丫鬟？那丫鬟是安南郡主从东陵带来的，柳儿是宫里的宫女，这不一样。柳儿是被挑来行宫伺候的，我为了给镇南王世子治病，不得不住在行宫里，已经使唤柳儿趁手了。结果皇后想换了丫鬟就换掉，这就是北越的待客之道。冯嬷嬷要说话，明媛继续道：屋子里的东西都是柳儿帮忙收拾的，她去伺候安南郡主了。东西找不到了，我是不是还得派人去安南郡主住的行宫里问柳儿？冯嬷嬷嗓子一噎，明媛再道：给荣王调制药丸，我需要柳儿帮忙打下手。要是身边少了这么个称心丫鬟，耽误了荣王的病情，皇上怪罪下来，是皇后担待还是安南郡主担待？魏姑娘不要为难奴婢。我无心为难你，我说的话你只管如实禀告皇后便是。冯嬷嬷不肯走，明媛似笑非笑地看着她。看来得轰你出行宫，让皇后知道我油盐不进，才能证明不是冯嬷嬷你办事不力啊。冯嬷嬷脸色一白，哪还敢多待，转身就赶紧走了。娘娘，冯嬷嬷回来了，事情没办成。魏姑娘态度强硬，不肯把柳儿交给奴婢，还说了什么？魏姑娘说要把柳儿给魏姑娘可以，要安南郡主拿贴身宫女和她换。奴婢劝她，安南郡主是皇上疼爱的外孙女儿，她说自己还救过荣王和皇上，皇上也宠爱她。奴婢再劝，就要叫人把奴婢打出行宫了。安南郡主没得到想要的丫鬟，有些失落，她把手中的棋子放下。安南以为要个丫鬟是件很简单的事，没想到魏姑娘竟然这么霸道。安南给皇后添麻烦了，安南这就回行宫反省。很简单的事，这几个字安南郡主咬得格外清楚，越发挑动北越皇后脑子里绷紧的那根弦。扶本宫去见皇上。娘娘的身子才刚好转了一点儿，只是一个小丫头，安南郡主也不缺哪一个丫鬟伺候，娘娘何必这么宠着她？这里是北越，派一个大晋朝小世子妃在我北越耀武扬威，宫身为皇后，居然安排个丫鬟都做不到，传扬出去还不得笑掉人的大牙？皇后身子骨还没好全，怎么出来了？皇上身子骨没好全，还日理万机，臣妾一点小毛病，哪敢看得太严重？北越皇上多看了北越皇后一眼，没有说什么。臣妾正头疼呢。怎么了？前儿臣妾疼得受不了，太医又治不好臣妾，臣妾不得已找了魏姑娘进宫的事，皇上应该也听说了。那日魏姑娘拿桥，臣妾实在不想再疼下去了，就委屈了安南郡主跪了一刻钟。安南郡主孝顺，性子好，没和臣妾见气，进宫给皇上请安，还去见了我。他向臣妾讨一个宫女，说是看着喜欢，臣妾也没多想就答应了。就是这个宫女让臣妾头疼了。是哪个宫的宫女叫皇后这般为难呢？是行宫的宫女。说来那宫女皇上也见过，就是跟在魏姑娘身边伺候的宫女柳儿。北越皇上眉头一皱，臣妾应了安南郡主在前，想着魏姑娘本来住在荣王府的，行宫的宫女虽然带在身边，和她关系也不大，便叫嬷嬷带了2个宫女去给镇南王世子使唤，把柳儿送去给安南郡主。谁想到魏姑娘不同意，还说柳儿要给她打下手，若要带走柳儿，会影响她给荣王调制药丸。北越皇后望着北越皇上，一脸为难。安南郡主想要极了那宫女，臣妾又允诺她在前，魏姑娘拿荣王的病堵臣妾，臣妾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皇上帮臣妾想个法儿吧。从御书房挑2个手脚勤快的宫女去行宫伺候安南郡主。安南郡主不缺宫女伺候，皇上。那个叫柳儿的宫女也没有什么奇特之处，安南要她不过是女儿家赌气而已。皇后身居中宫，该管教也得管教，不可一味的纵容。不可一味的纵容？难道皇上没有意识到她一直在纵容镇南王世子妃吗？还疼不疼？
奴婢是习武之人，这点疼算什么？已经用过药了。郡主进宫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安南郡主把找北岳皇后的事和丫鬟一说，丫鬟道：这镇南王世子妃还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皇后留啊。郡主，皇上身边的顺公公来了。哎，青葵姑娘这脸是怎么了？我没事，就是不小心撞了一下。公公来行宫事，我来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皇上赏赐了郡主俩宫女，特命我送来。郡主看行宫里的宫女有哪些手脚慢带的，我正好带回宫调教，再给您换几个手脚麻利的来。外祖父怎么突然想起来赏赐我2个宫女？皇后去找皇上，皇上才知道郡主看中了伺候魏姑娘的宫女柳儿。魏姑娘就知荣王有功，皇上也不好把她使唤惯的丫鬟赏赐郡主，又怕行宫里这些宫女儿使唤不顺心，特意从御书房挑了俩宫女送来。这2个宫女到底是送来伺候我的，还是送来监督我的？安南郡主心底发寒，面上不动声色。虽说长者赐，不敢辞，这2个宫女既是在御书房伺候的，那必定是外祖父使唤惯了的，安南哪敢收啊？行宫里的宫女是皇后精心挑选的，很合我的心意。我想要柳儿，只是看她手巧。这2个宫女还有劳顺公公带回去，得空我就进宫给外祖父请安。安南郡主执意不肯要2宫女，顺公公也不敢强求，便俯身告退了。皇上，您赏赐给安南郡主的宫女，她不肯收。安南郡主不收宫女，倒是在北岳皇上的意料之中，摆摆手，宫女赶紧退下。奴才刚刚去行宫，瞧见郡主身边的丫鬟青葵脸红肿着，就留了个心眼儿，找行宫伺候的公公打听了下，这才知道那巴掌是魏姑娘身边的丫鬟柳儿扇的。继续说。安南郡主手腕无力，去找魏姑娘解毒，花了1万两银子，心头恼火，又不敢拿魏姑娘怎么样，就打了柳儿1巴掌出气。魏姑娘脾气也硬，让人抓了青葵，让柳儿把巴掌打回来。郡主，东陵来信了，快拿给我。青葵把信取下来交给安南郡主，安南郡主迫不及待地把信打开，可看到信上的内容，安南郡主眼底有些失望。信是给他的，也不是给他的。青葵看了信一眼，信上写了几个字：除掉，栽赃嫁祸。接下来几天，行宫很平静。太医向皇上道喜，说瘟疫已经控制住，没有再蔓延了。北岳皇上论功行赏，绫罗绸缎、金银玉器抬了3大箱子进行宫。收了北岳皇上这么多赏赐，不进宫谢恩怎么行？宣旨公公前脚走，后脚明园就坐马车进宫了。魏姑娘是进宫谢皇上赏赐的吗？明园轻点头。皇上不在御书房，在长清宫。领路公公道了谢，领着明园往长清宫方向走。明园也未多想，就跟着去了。顾着他身怀有孕，公公走得不快，可越往前走，明园就越觉得不大对劲。这里怎么这么偏僻？这是小道，离得近一些。要从那边走啊，要绕好大一圈呢。魏姑娘怀着身孕，走近道方便些。从她的脸上，明园没觉得哪里有问题。他看向柳儿，这是一条近路。往前走了一会儿，突然一道黑影从树上一跃而下。领路公公走在最前面，他刚要喊抓刺客，就被刺客一剑封了喉。明园心头一慌，转身就要跑，黑衣人身子一闪，就在他前面了。他随时随身带着毒药，可这风向是向着他自己吹的，想不着痕迹的毒倒刺客难比登天。你是皇后派来杀我的，还是安南郡主派来的？刺客不说话，手中的剑一动。如果是他们2个中的一个，你杀我只会让你的主子给我陪葬。听到明园的话，手来不及收剑，直接把明园身上穿的裙长给劈裂开了。柳儿没看到这一幕，早在刺客的剑劈过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吓晕了。你以为这样说我就会信了？我逼梁王给我赔礼道歉，
要安南郡主下跪给他手腕下毒。以他们的性子，能不要我的命吗？没有点自保的手段，我岂敢和他们来硬呢？明媛脸色平静，只是手护着微微隆起的小腹。你要不信，大可以给我一剑封喉，不论是皇后还是安南郡主他们中的谁给我陪葬，都够本。这是个聪明的刺客，没有明媛想的那么好忽悠。有北岳皇后陪着，安南郡主即便中毒了也未必会死。明媛觉察到刺客的杀意，转身就跑。刺客追过来，就在手中的剑要劈到明媛的时候，一把剑打过来，将刺客的剑挑开。他怎么会进宫呢？他赶紧躲到一旁看着，蹲下的时候，藏在怀里的玉佩掉了下来，他没有察觉到。几招之后，刺客手中的剑就被打落在地了。是谁派你来的？刺客没有回答，牙关紧咬，藏在牙缝中的毒咬破，见血封喉。见刺客倒地，明媛走过来。你没事吧？差一点点，我就真没命了。没事了啊，没事了。你怎么会进宫啊？你走后没多会儿，我就觉得心慌，怕要出事儿，就进宫了。他擅闯后宫，侍卫过来抓人，就看到楚墨尘拥着明媛这一幕。地上倒了个刺客，还有柳儿以及被杀的领路公公。发生什么事了？镇南王世子逼我带他来找魏姑娘，我不敢不听啊。等我们来的时候，刺客正要杀魏姑娘。镇南王世子，这里是后宫，还请您先离开。明媛受了惊吓，楚墨尘一把将她抱起，带她出宫。为了防止楚墨尘在后宫乱跑，俩侍卫借口带路，看着他离开。刺客倒在地上，侍卫蹲下检查他身份，从刺客身上摸出一块腰牌，上面写着梁。可查出来是什么人要杀魏姑娘？刺客咬舌自尽了，没能从刺客身上找到什么证据。宫里居然出现刺客，你们是怎么当差的？要真让魏姑娘出了什么万一，荣王有什么好歹？你们担待得起吗？侍卫连连说是。顺公公回去和皇上复命了。走了几步后，顺公公看着倒在地上的柳儿，把这宫女抬去行宫，交给魏姑娘。宫里出现刺客，孙护卫不追查刺客，怎么反倒来本宫这儿了？这是从那刺客怀里搜出来的，还请娘娘过目。北岳皇后脸色大变，从凤椅上猛然站起来。你说这块令牌是从刺客怀中搜出来的？是，刚摸出这块令牌，顺公公就到了，臣没把这块令牌交给他。你做得对。臣是不相信娘娘和梁王会做这样的事，才藏了这块栽赃嫁祸的令牌。去给我查，是谁在嫁祸本宫和梁王？怕就怕不止这块令牌，嫁祸娘娘和殿下。北岳皇后有点坐不住了，扶着冯嬷嬷的手去见北岳皇上。侍卫搜查了一遍，什么也没查到，而刺客没了命，死无对证了。北岳皇上骂侍卫废物。皇上身子才刚痊愈，不宜动怒。万幸的是魏姑娘没事，你要气伤了身子，还得麻烦她进宫。连朕的皇宫都混进了刺客，朕岂能不愤怒？臣妾觉得应该只有一个刺客。魏姑娘虽然会下毒，但也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若非镇南王世子及时赶到，一个刺客足以要她的命了。说到这里，北岳皇后眉头拧紧了。镇南王世子非进宫谢皇上赏赐，镇南王世子怎么那么及时的赶进宫？莫非这是荣王世子的局？刚刚我仔细想过了，刺客应该是安南郡主派来杀我的。你确定是他，不是北岳皇后？我在宫里出事，头一个被怀疑的就是北岳皇后。我想北岳皇后能坐上后位，绝没有这么愚蠢。她并不聪明。明媛嘴角抽了下，的确，这些天和北岳皇后还有梁王打交道，北岳皇后的做法确实没看出来有多聪明。不过她护的是安南郡主，这和杀她的命、绝荣王的生机是两回事。我的玉佩不见了。一块玉佩而已，丢了就丢了。是云嬷嬷给我的那块玉佩丢了，许是落在了马车里，我让人去找找。暗卫去马车里找了一圈，没有玉佩的影子。再珍贵，也只是块玉佩而已，没有什么比你的命更重要的了。何况妹妹运气一向不错，玉佩丢了不一定是坏事。那块玉佩太久远了，久的楚墨尘都快忘了。现在提起来，一个念头从他脑海中闪过，或许和云溪郡主有关。
云嬷嬷认出了魏明慧，从而牵扯出苏氏并非苏家亲生的事。魏明慧像极了她的外祖母，那云嬷嬷以前的主子是谁啊？不止楚墨尘，明媛也曾看过云嬷嬷和云王妃走得很近。阿南郡主是云溪郡主的外孙女，知道云溪郡主生了个女儿的都很少，何况是安南郡主。谁能确定安南郡主就是北越皇帝的外孙女？一般确认身份多是靠信物，莫非靠的就是那块玉佩？想到苏氏并非苏家亲生，魏明慧长得酷似她的外祖母云嬷嬷的旧主子，这怎么看都像极了安南郡主的身份。莫非娘才是北越皇上的亲女儿？之前想不通的事好像都明白了，可现在能证明身份的玉佩被他给弄丢了，明媛想死的心都有了。我去查查这事。明媛换好裙裳，柳儿就被送回来了。这丫鬟送回来的时候还晕着，等柳儿服下后，魏明成就回来了。查得如何？和我们猜测的一样。安南郡主佩戴在身上的一块玉佩，被北越派去东陵贺寿的使臣认了出来，认出那是云溪郡主的玉佩。登门询问，才知道安南郡主并非东陵左相亲生，而是抱养的事。虽然没有亲眼见过证明安南郡主身份的那块玉佩，但从种种迹象都足以说明，那块玉佩9成9就是当日被人抢去的那块。甚至有可能，安南郡主身边那个会武功的丫鬟，就是当日挟持明媛逼迫我们交出玉佩的刺客之一。明媛脑壳疼了，玉佩在他们手里这么久，愣是没人往这上面想过，如今丢了反倒反应过来。那现在怎么办？如果真是掉在小道处，现在已经落到北越皇上手中了。当时去了那么多侍卫，顺公公也去了，总不会有人发现了偷偷昧下吧？他们现在能做的就只有等了。魏明成让明媛好好休息，以身子为重。明媛点点头后，魏明成又出去了。死了吗？没有，被赶去的镇南王世子给救了。既然镇南王世子去了，那刺客肯定逃生无望。只是到第二天傍晚，也没传出皇后挨训或者梁王挨罚的事。安南郡主性子急，有些坐不住了。怎么会没有呢？眉心一皱，脑袋一转，安南郡主就反应过来了。北越皇后在宫里的势力竟然大到这种程度，连这么大的事都能瞒得下来。这边安南郡主没有等到自己想听的消息，那边明媛也没有等到。在宫里丢了块玉佩。玉佩质地剔透，下面缀着淡紫色流苏，那块玉佩对我很重要，应该是那天遇刺的时候丢的，劳烦若王世子帮忙给我找回来。那块玉佩真的有那么重要？那块玉佩是别人用性命保下来的。我一定帮你把玉佩找到。那块玉佩或许和你们北越皇室有关，不要打草惊蛇。要找玉佩又不能打草惊蛇，这叫我怎么找啊？他遇刺的地方虽然偏僻，却也不是没人走，都好几天了，玉佩肯定早就被人拾去了。出了行宫后，荣王世子就骑马进宫了。怎么了？刚刚魏姑娘找孙儿去，说是那日在宫里遇刺，随身带的一块玉佩遗落在了宫里，本也不是什么贵重之物，只是家人给她留作念想的，是护身的玉佩，托孙儿帮忙找到。她遇刺至今也有几天了，要是玉佩被人拾了去，找起来不易。他对父王有救命之恩，就算麻烦了些，孙儿也不能不帮忙，特来请旨。若是必要啊，可以搜查这些天从小道走过的宫女太监的屋子。明媛让他帮忙找玉佩，越是正大光明的找，就越不容易惹人起疑。荣王世子有恩必报，明媛又医治北越皇上头级有功，何况北越皇上一直就挺喜欢明媛的，这么点小要求，他自然不会不答应。荣王世子帮着找了2天，一无所获。这块玉佩怎么会在你手里？哎呦，顺公公，您别吓唬奴才啊！这玉佩怎么了？公公还要再问，顺公公已经把玉佩慌乱地放回锦盒中，拿着锦盒去见皇上了。皇上手里有块和这玉佩一模一样的，就藏在龙案枕头底下，每日睡前还要看上几眼，是不可能丢的。现在却出现了一块一模一样的，直觉告诉顺公公有问题。皇上，您瞧瞧这玉佩。怎么这么不懂事？皇上，您先看玉佩吧。朕倒是好奇，
是什么样的一块玉佩让你忘了规矩？打开锦盒，北越皇上只看了一眼，就惊得从龙椅上站了起来。皇上怎么是这副表情？安南郡主那块玉佩给皇上过目的时候，皇上虽然也激动地站了起来，可没有泪目啊。这块玉佩你哪儿来的？是三全孝敬奴才的。奴才一看到这块玉佩，就赶紧拿来给皇上您过目了，也没来得及问他从哪儿得到的玉佩。快传他进来。他坐回龙椅上，拿着玉佩的手都在颤抖。顺公公，进来吧，皇上要见你。顺公公，我对您忠心耿耿，您可一定要救我呀！好了，皇上只是找你问话，不一定会要你的命。皇上息怒啊！就问你，这块玉佩哪儿来的？是御花园一个小公公孝敬奴才的，想奴才能帮他说说话，给他换个轻松点的差事。奴才收玉佩的时候，他说了，是前些日子在宫外头捡的。他一个在御花园扫地的公公，哪有机会出宫啊？把他传来，朕要亲自问他，这块玉佩哪儿来的？这块玉佩是那天魏姑娘进宫向皇上谢赏赐，在小道处遇刺，奴才去清血迹的时候捡的。皇上息怒，奴才捡这块玉佩的时候，并不知道玉佩是魏姑娘的，直到那天荣王世子帮魏姑娘找玉佩，可那会儿奴才已经将这块玉佩送人了。奴才胆小，不敢将玉佩讨回来。奴才不是故意的，还请皇上饶了奴才这一回吧。这块玉佩的事不得对外人提及半句，否则朕绝不轻饶。奴才不知道什么玉佩。退下吧。小公公退下后，顺公公向北越皇上道喜。老天保佑，皇上找回了真的郡主，真是可喜可贺呀。安南郡主不像皇上，魏姑娘可是像极了皇上您呢，宽厚聪慧，有勇有谋。这一番夸赞是夸到北越皇上的心窝里去了。他本就觉得明媛聪慧，如今知道是他的外孙女儿，那就更高兴了。皇上是今儿就认回郡主吗？此事不急。北越皇上脸上喜悦之色褪去，眼底覆盖了一层冰凌。姑娘，顺公公来了。可是来得不巧，耽误魏姑娘忙活了。顺公公怎么得空来行宫了？是找镇南王世子有事吗？我是奉皇上命令来找魏姑娘的。说着，他回头看了一眼，小公公端着托盘上前。那日魏姑娘在宫里遇刺，丢失了一块玉佩，荣王世子帮忙找了这么多天也没找到，皇上觉得大概是找不着了。宫里人多，也不好太大张旗鼓的搜查，若是有缘，玉佩自会有回到姑娘手中的一天。怕魏姑娘丢失玉佩心里不舒服，皇上特意赏了姑娘一块玉佩。皇上怎么又赏赐他东西？上回就是谢恩才进宫的，这一赏赐又得进宫。上回的事受惊不轻，还望皇上体谅。等我得空了进宫谢赏，就算还有刺客，也能杀他一个措手不及。魏姑娘放心，上回的事不会再发生了。您忙着医治荣王，什么时候有空再进宫一样。说罢，顺公公俯身告退。北越皇上怎么把这块玉佩赏赐给了你啊？你也觉得这块玉佩眼熟？这是北越皇上贴身佩戴的玉佩。这样珍贵的玉佩，北越皇上为什么会赏赐给我？我想北越皇上此举一定有深意，虽然还摸不透，但有这块玉佩在手，利大于弊。这块北越皇上随身佩戴了几年的玉佩，突然赏赐给人，必定会在宫里和朝堂上掀起不小的风浪来。但明媛嫁人了，会冲淡那些人对明媛的敌意，而这块玉佩背后象征的权力，会让他们在帮荣王世子夺嫡这事上事半功倍。北越皇上这么看得起他，又极有可能是他的外祖父。明媛决定投桃报李，在离开北越之前，尽可能地帮北越皇上调养身子，让他能多活个1年半载的。不过在这之前，他得先确认北越皇上是不是他的外祖父。怎么来得这么巧？本宫正打算去见皇上呢。你去给皇上请安了没有？他打扰外祖父处理朝政，安南还没有去给外祖父请安。皇上处理朝政是重要，但保重身子也重要。
没事多去陪皇上说说话，皇上心情好，身子就好。安南郡主乖巧地点点头，跟随北越皇后去了御书房。一见到北越皇上，北越皇后就嗔怪北越皇上偏心。臣妾一直想着皇上随身佩戴的玉佩能赏赐给皇儿，皇上一直舍不得，如今不声不吭的就赏赐给了安南郡主。臣妾就还知道，在皇上心目中，安南郡主的分量才是最重的，臣妾和皇儿加起来也比不过。皇后误会了，那块玉佩皇上赏赐给了魏姑娘，不是我。一如既往娇媚的声音，只是以前唤的是外祖父，现在喊的是皇上。本宫怎么听宫女说是赏赐给你了？安南郡主面带难堪，眼眶通红，眼泪在眸底打转。这些个宫人听风就是雨，竟学会了御史台望风而走的本事，事情都没弄清楚就禀告臣妾，倒叫臣妾弄错了。顺公公站在一旁，不得不佩服皇后的口舌。前朝才有御史弹劾梁王，他就在皇上面前贬斥御史，拐着弯的让皇上别信御史的话，否则和他一样，事情没弄清楚就误解了。臣妾是真弄错了，只是皇上怎么突然把贴身玉佩赏赐给了魏姑娘？北越皇上不想解释，顺公公代劳。魏姑娘就知荣王有功，丢失了玉佩，心情不快。皇上担心她心情不好，影响给荣王治病，才把贴身佩戴的玉佩赏赐给了她。魏姑娘心气傲得很，外祖父为了救荣王舅舅，把玉佩赏赐给她，她未必领情。皇上太纵容魏姑娘了，能帮荣王和皇上治病，是他几世修来的福分。皇上，一块玉佩而已，算不上纵容，皇后言重了。一块玉佩而已。之前我讨要那块玉佩的时候，怎么没见皇上觉得那只是块玉佩而已？为了荣王才把玉佩赏赐给魏姑娘的，那是不是意味着在皇上心目中，荣王才是储君人选，我儿子梁王不是？怕心底的不悦表现在脸上，北越皇后极力维持脸上的笑容，只是几次崩裂。好在有安南郡主缠着北越皇上说话，没有注意到他。安南郡主只待了会儿便告退了。这会哭的孩子有奶吃，郡主摔碎了心爱的玉簪的事儿，为什么不和皇上说？再心爱的玉簪又如何？外祖父前脚赏了魏姑娘，我后脚说这事儿，没得叫外祖父误会我和魏姑娘置气。青葵叹息一声，随着安南郡主往前走。10几步后，他转身回头，就看到一宫女朝御书房走去。安南郡主准备出宫的，只是走到半道上，北越皇后差人把她请了回去。有这么对人挥之即来呼之即去的吗？我是堂堂安南郡主，不是他宫里的小宫女。宫女退下后，北越皇上若有所思了片刻，而后望着顺公公，刚刚是谁摔碎了玉簪？奴才听着是魏姑娘摔碎了心爱的玉簪，让玉器坊打造2套精致的头饰赏赐给她。再说安南郡主闲庭信步到了北越皇后的寝宫，刚俯身要请安，就有一公公走过来，凑到北越皇后耳边嘀咕了2句。北越皇后眉头轻挑了下，摆了摆手。皇上到底疼你，这不知道你受委屈了，已经命玉器坊打造2套头饰要赏赐给你了。意料之中的是，安南郡主并不奇怪，再华美的头饰也比不上皇上随身佩戴的玉佩来的贵重。那块玉佩，本宫一直以为皇上会在立储后赏赐给太子，没想到赏赐给了魏姑娘。皇上赏赐的玉佩，他不可能给别人的。那块玉佩北越皇上赏赐给谁就是谁的，不存在转送给荣王这种可能。北越皇后这么说是在宽慰自己，顺带挑起安南郡主的嫉妒。那块玉佩在魏姑娘手中并不会有太大的作用，但满朝文武都知道她是荣王世子的人，玉佩赏赐给她，就等于是赏赐给了荣王世子，对梁王叔不是件好事。安南听说宫里前些天遇刺，不少人都怀疑刺客是皇后娘娘您和梁王派去的，只是没有证据。遇刺一案成了悬案，外祖父莫不是听信了谗言，借玉佩敲打您和梁王叔吧？冯嬷嬷站在一旁什么都没说，一门心思琢磨北越皇上赏赐名媛玉佩的意图。等安南郡主俯身告退后，冯嬷嬷见北越皇后脸拉得很长，娘娘，皇上莫不是想拿玉佩激怒您吧？
激怒本宫做什么？那刺客又不是本宫派去的。提到这事，北越皇后五脏六腑都疼。一群废物，查了这么多天，也没查到是谁在栽赃本宫。和魏姑娘有仇的就没几个，会不会是……她不是没怀疑过是安南郡主，可皇上虽然宠爱她，但他应该没那么大的胆量在宫里头杀人，而且他要怎么带人进来？北越皇上是吃错药了吗？明媛有点不放心，问公公是不是送错地方了。公公嘴角抽抽，他也以为是送错地方了，出宫之前还特意问了顺公公，顺公公说没送错，就是送给魏姑娘的。明媛能怎么办？头饰是真漂亮，钻进眼里就拔不出来了，又是北越皇上赏赐的，他没有理由不收。明媛收了赏赐，公公告退。北越皇上这是赏赐明媛上瘾了？只怕这赏赐的背后另有深意。连着收了北越皇上2回赏赐，明媛不能不进宫谢恩了。这次进宫把赵峰和赵烈都带上了，侍卫可能误会是荣王世子的人了，没有阻拦。明媛那叫一个后悔，早知道不阻拦，上回他就带他们进宫了。明媛上前俯身，谢皇上赏赐他玉佩和头饰。喜欢就好，只要你能治好荣王的病，朕一定重重有赏。果然是因为荣王才赏赐我的。明媛松了口气。皇上放心，我一定尽全力医治荣王。可会下棋啊？明媛懵了一瞬，轻点了下头。会一点。那陪朕下一局。皇上，前几日荣王世子嘱托我帮你把脉调理身子，我先给你把脉吧。北越皇上把手腕搭在棋盘上，明媛帮他把脉，渐渐的他清澈见底的眸光凝重了起来。皇上身子如何？等我回去就调制药丸，皇上需每日服用。你的医术朕放心。北越皇上让明媛先下棋，明媛也不推让。明媛下了一子后，北越皇上落子。你和荣王世子是如何认识的？不是知道我是怎么和荣王世子认识的吗？怎么又问？荣王中毒了，我帮他解毒认识的。魏姑娘这一手高超医术，太医都自愧弗如，这棋也下得不错，必定出身世家望族。明媛谦虚了几句，北越皇上又问他家中还有什么人。怎么突然对我家世感兴趣？他就算好奇，也该问荣王世子吧。这会儿荣王世子也不在，为了以防对不上，明媛只能选择说实话了。双亲都在，还有一个大哥和小妹。魏姑娘的双亲都在呀，那是不是公主没死还活着？北越皇上也没想到他临时起意问明媛家中情况会得到这样的答复，高兴之余又有些患得患失，他怕是空欢喜一场。北越皇上没再多问，他一分心，明媛竟然赢了他一局。你赢了朕，想要什么只管开口。皇上让着我才有机会赢，又赏赐我那么多，哪还能要赏赐啊？魏姑娘不用跟皇上客气。那我能不能听皇上说说和云溪郡主的故事？北越皇上怔了下，顺公公心狠狠地颤了一下。看来不管有没有确定魏姑娘是不是郡主，至少在皇上心底已经把她当郡主看待了。其实他能娶云溪郡主是他一手谋划的，在他还是皇子的时候去大景朝贺寿，对云溪郡主一见钟情。只是他们一个是大景朝云王府掌上明珠，一个是北越没有什么前途的皇子。他想娶云溪郡主难比登天，好在上天厚待他。北越和大景朝开战，大景朝接连天灾人祸，国库空虚，百姓青黄不接，不得不送公主来求和。但凡有点前途的皇子都不愿意和亲，韬光养晦的他被推了出来。他用了点计谋，让云王府送云溪郡主和亲。为了向先皇表达他对和亲的不满，他故意冷落了云溪郡主2个月。没人知道那2个月是怎么熬过来的。他忍着不去云溪郡主的院子，但他和丫鬟的一举一动他都知道。他用计让先皇命令他善待云溪郡主，给他一个正大光明宠爱云溪郡主的理由。在外人看来，他却只是敷衍先皇的。他做得滴水不漏，自以为能在北越护他一个和亲郡主周全。可谁想到在云溪郡主怀身孕的时候，朝中局势大变，
即便是韬光养晦的他，也被卷入其中。那时候命悬一线，他派人送云溪郡主回大景朝，结果被人识破。他们派人追杀云溪郡主，导致云溪郡主于回大景朝途中早产，生下一女后亡故。宫女云儿带着小公主逃了。云溪郡主遇害的消息传回北越，北越皇上在牢中消沉了整整半个月。他谋逆一事证据不足被释放，因栽赃嫁祸，给了当时的太子重重一击。后面的事北越皇上没说，明远也能猜到，登上帝位他才是胜利者。明远想问问云溪郡主长什么模样，他记得云嬷嬷说过，魏明惠和他的主子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只是明远刚要开口，荣王世子进来了，话到嘴边，明远咽了下去。你先回去吧。明远便俯身告退了。这么急的进宫，有事？荣王世子没事，只是担心，所以走快了些。他找了件朝堂上比较急的事和皇上说，这事你看着办就行。荣王世子准备告退，北越皇上看着他，魏姑娘家中还有什么人？荣王世子看着北越皇上，眼角余光瞄到顺公公眼角瞪大了几分。刚刚魏姑娘，朕只是想试探一下魏姑娘有没有骗朕。皇上这到底是在试探镇南王世子妃，还是在试探我呀？你不知道，魏姑娘上有祖母和双亲，还有兄长和妹妹。对上了，魏姑娘没有骗人。看顺公公的神情，荣王世子松了口气。孙儿有一事不明，皇祖父为何突然对魏姑娘大加赏赐？这事儿你迟早会知道，难为你有心叮嘱魏姑娘给朕诊脉。荣王世子愣了一瞬，心下感动，这都是孙儿应该做的。镇南王世子在我北越待的时间也够久了，让他们早点回去吧。镇南王世子是担心孙儿出事，一路追着孙儿来北越的。孙儿实在不好做这等卸磨杀驴的事。再者，大景朝晋王谋乱，按理镇南王世子应该早就该回去了，他却一点都不急。上回借口瘟疫不肯离开，孙儿只怕他们不肯走，就弄清他们一直待在我北越的原因。北越皇上退了一步，但荣王世子却没觉得压力小了多少。没人比他更清楚楚墨尘为什么留在北越了。怎么这事也办不到？魏姑娘可能会和镇南王世子一起离开。皇上要镇南王世子离开北越，就是不想魏姑娘和他走得太近。魏姑娘腹中不是怀着孩子吗？她要跟镇南王世子去大景朝。魏姑娘腹中孩子是谁的？镇南王世子不介意魏姑娘把孩子生下来叫他爹。哪个男人愿意帮别人养孩子？镇南王世子居然会同意魏姑娘把孩子生下来。孙儿这就去行宫请镇南王世子离开。不等北越皇上点头，荣王世子赶紧退下。魏姑娘聪慧，模样又好，还医术高超，镇南王世子倾慕她也很正常。既然聪慧，就该知道镇南王府没那么好进。魏姑娘极可能是皇上的外孙女，郡主之尊，难道要给镇南王世子做妾吗？可现在皇上没打算认她，还想弄清楚东陵送贾郡主来想做什么。魏姑娘真要跟着镇南王世子离开，皇上也没有理由阻拦，这事儿不好办呢。荣王世子这回麻烦了。什么麻烦？皇上让荣王世子催镇南王世子离开。荣王世子能接这差事？荣王世子确实没接这差事。皇上让他弄清楚镇南王世子留在北越不肯走的原因，这差事荣王世子也办不成啊。还有荣王世子说楚墨尘不介意明远把孩子生下来叫他爹的话，冯嬷嬷也一并说了。他倒是说得委婉，以为这样就不算欺君了。冯嬷嬷没说话。不是已经派人去大景朝让恒王来迎娶荣王世子的暗卫灵月吗？大景朝那边怎么没消息传回来？皇上对世子妃的态度实在是奇怪，我担心会出事。我也觉得奇怪，这回进宫
明显感觉到皇上对我的态度是前所未有的好。别的不说，他问北越皇上和云溪郡主的事的时候，他可是注意到了顺公公脸上的变化，明显这是件不能提的事。结果出乎意料的是，北越皇上非但没有不高兴，他还真的说了。这个话题没法继续。荣王世子说起大景朝内乱的事，与其开口让楚墨尘他们离开，不如激起他们的忧心，主动离开。楚墨尘很关心朝廷平叛的事，但他并不担心王爷，只要北越不和东陵结盟，东陵不和朝廷开战，王爷就没有后顾之忧。荣王世子见楚墨尘脸上没有流露要离开的意思，就没再继续往下说。又待了半盏茶的功夫，荣王世子就起身离开了。经过闹街的时候，荣王世子碰巧看到梁王骑马穿街过市，身后还跟着5、6名护卫。去查一下，梁王这么着急出城，是出了什么事？半个多时辰前，有人往梁王府送了封信，梁王就带人出城了。当时皇后派人宣梁王进宫，梁王都只差人回了皇后。闻言，荣王世子眸光一缩，属下已经派人去追梁王，暗中查探了。怎么了？可是药有问题。我刚刚想起来，皇上的病内服再加上湿针泡药浴，效果会好很多。北越皇上不过对你掏了回真心，是不是有所图谋都不一定，你就对他掏心掏肺了。名媛的金针刺穴，楚墨尘尝过好多回，每回施针完，名媛额头上都一层细密汗珠，可见耗费心神。那时候名媛还未怀身孕，尚且如此，如今有孕在身，只会更疲惫。就算要施针，也得先调理。魏姑娘和镇南王世子是信任我，才不顾我在旁边。可是这种明明能救皇上，让皇上多活1年半载，却在犹豫救不救，是不是不应该啊？柳儿小心翼翼地把手里的活放下，迈步出去。在宫里待过，怎么能不知道知道的越少，活得越久的道理？别走！柳儿身子一激灵，转身望着明媛，给我研墨。这些药材都普通的很，我拟了药单，你进宫找顺公公，把最好的药材都给我送来。顺公公会搭理我一个小宫女吗？不试试怎么知道？见过顺公公，可是魏姑娘让你进宫的。魏姑娘在给皇上调制药丸，让奴婢进宫找顺公公您药单子上的药材。一点药材而已，不是什么大事。顺公公接过药单，看了2眼，嘴角就开始抽搐了。他拿着单子转身进了御书房。皇上，您看，朕这外孙女儿倒是聪明。魏姑娘这都是狮子大开口了，皇上一点不恼，还夸聪明呢。我怎么就没看出来聪明在哪里了？顺公公有点懵了。莫非郡主此举另有深意？奴才愚笨，没能领会郡主的意思。我突然赏赐她，怕是吓着她了。先前下棋试探我是否出自真心，这张药单也一样。这药单子上要的可都是难得一见的药材，即便是皇宫也不多见，勉强能凑齐这张药单。也难怪魏姑娘会起疑心，皇上把那么贵重的玉佩都赏赐给了她，又赏赐了头饰，安南郡主都没有呢。提到安南郡主，北越皇上脸上的笑容湮灭了几分。哎呀，好好的提什么假郡主，扫皇上的兴致。这药单照着药单上写的备齐给他送去。顺公公忙不迭地应下，拿着药单下去了。那丫鬟出宫了？应该还没有，刚刚皇后身边的宫女来了，传她去回话。本宫有那么叫人害怕吗？没有。皇后叫你来，不曾有责怪之意，不必害怕。问你什么，只管回答便是。柳儿后背发寒，她就猜到皇后找她来是打听魏姑娘的事。可一个对主子忠心的丫鬟是不会在外人面前泄露分毫的。不论冯嬷嬷怎么旁敲侧击，柳儿都三缄其口。我劝你想清楚点儿，魏姑娘迟早会离开行宫，离开京都，到时候她可能护得住你。冯嬷嬷问的话，奴婢实在不知情啊。奴婢只是听魏姑娘的吩咐，进宫拿药材回去给皇上调制药丸。
魏姑娘等得急，奴婢耽搁太久，魏姑娘动怒，奴婢担待不起啊。起来吧，本宫只是试探你一下，难得你对魏姑娘这般忠心，赏。看着递过来的金簪，柳儿都懵了。奴婢不敢要。你这丫头怎么不知好歹？皇后赏赐你也敢回绝？柳儿能怎么办？只能接了金簪向皇后谢恩。盛公公来本宫这儿，可是皇上有什么吩咐要传达？倒不是皇上有吩咐，是魏姑娘要给皇上调制药丸，让丫鬟送药单进宫，怕出错儿，奴才要找柳儿陪同去库房。本宫找柳儿来问问行宫的情况，耽误了会儿，不妨碍吧？不妨碍，不妨碍。本宫的话也问完了，盛公公带下去忙正事吧。出了皇后的寝宫，走远了些。你都和皇后说了什么？柳儿心里一慌，奴婢什么都没说呀。顺公公脸色冰冷，柳儿双腿发酸，几乎要跪下。魏姑娘是厚道人，之前为了你能落安南郡主的面子，你要背叛她，最后只会两边不讨好。奴婢知道了。有劳顺公公了。皇上说了，魏姑娘缺什么药材只管吩咐，宫里一定给您送来。顺公公不只说了药材的事，还包括皇后传召柳儿去问话，赏赐了柳儿一只金簪的事。明媛眉头机不可察地皱了下。柳儿站在一旁，委屈地把金簪往前递。这就是皇后赏赐奴婢的那只金簪，奴婢什么都没说，也没想要。冯嬷嬷一定要赏赐奴婢，奴婢不敢不收呀。明媛笑着接过金簪，仔细看了看，确定没有什么机关暗器之类的，就放心了。好了，别哭了，我相信你。说着，把金簪插她发髻之上。虽然宫女不能戴金簪，但这只是皇后赏赐你的，你以后就戴着，别取下来了。柳儿随手摸了下金簪，心情好了起来，再不觉得这金簪烫手了。顺公公见没他什么事，便要告退。顺公公难得来一趟，我也给你把个脉吧。这如何使得？明媛请他坐，顺公公不敢推辞，真坐下了。在行宫待的日子清闲，我会调这些药丸送给顺公公，顺公公记得服用。魏姑娘怀着身孕呢，可别为了奴才累着了。顺公公怎么对着魏姑娘自称是奴才？魏姑娘又不是他的主子，只有宫里的娘娘和皇子公主，还有安南郡主，他才需要称奴才啊。顺公公没觉察有什么不对，他还赶着回宫复命，便告退了。魏姑娘没有恼柳儿？禀告的公公摇头，他刚刚说得很清楚，不仅没恼，还亲手把金簪给柳儿戴上，还为柳儿能得皇后赏赐他那么一只金簪感到高兴呢。他倒是会收买人心，顺公公就是个人精。这么多年，我想收买顺公公，费尽心思，顺公公也没有对我掏心掏肺，一直是虚与委蛇。现在却对魏姑娘这么好，看来魏姑娘在皇上心目中的分量很重，重的已经超乎我的想象了。怎么了？这人参品相这么好，我还真舍不得用，没几天就是娘的寿辰了，按理肯定要大办。我原先是打算找个上等人参，调制一些参丸给他调补身子的，只是没想到计划远赶不上变化。他高高兴兴去参加狩猎，结果被荣王世子给绑架了。明年再大办也一样，你要人参，我帮你找，保管比这还要好。这可是血参，又这么粗壮，哪这么好找啊？明媛让暗卫把药箱子抬去药房，这么多药材，他迫不及待地要把它们都制成药丸。明媛忙起来就忘了时辰，反倒是楚墨尘记着她还怀着身孕，几次催她歇息，别累坏了。一会儿就好了。楚墨尘眉头打结，柳儿捂嘴笑，别在这碍事儿，一会儿就忙完了。这女人忙起来连饭都能不吃，这些药丸她也用不着，就是乐此不疲啊。总算是忙完了。什么时辰了？天早黑了，晚饭都热2遍了。难怪我这么饿呢。明媛迈步出去，就收到楚墨尘一记哀怨的眼神。魏明成在吃糕点，你们饿了先吃啊，不用等我，我忙到一半不能停，否则药效大打折扣。沾了一身的药味儿，别把我儿子都给熏着了啊！待在我肚子里，怎么熏你儿子？再说了，万一是女儿呢？
第二天，让暗卫把药丸给荣王送去，这是给他新换的药丸，效果比之前更好。另外2种，明媛带着进宫了。昨儿才把药材送去，这么快就调制好了？昨儿魏姑娘忙到后半夜呢。魏姑娘为了皇子如此尽心，皇上知道肯定高兴。这是给顺公公你的。奴才谢魏姑娘赏赐。魏姑娘身怀有孕，给皇上调制药丸那是不得已，用不着为了奴才熬夜。你要是累坏了身子骨，奴才可担待不起呀。明媛淡淡一笑。顺公公请明媛进御书房。这么快就调制好了？魏姑娘为了给皇上您调制药膏，都忙到了后半夜呢，连带着奴才都有份儿。北岳皇上看了顺公公一眼，明媛把柳儿端的托盘里的锦盒呈给北岳皇上。北岳皇上拿起一颗看了几眼后，直接放嘴里了。皇上，顺公公想阻止，看着皇上喉咙滚动，顺公公到嘴边的话都给咽了下去。皇上宠爱魏姑娘，可进嘴的东西要先验毒是规矩，尤其吃的是药，得让太医们验毒啊，确定没问题了才能吃，否则出了问题可怎么办呢？这药丸不错，不苦，比宫里的御医善解人意多了。北岳皇上吃了药丸，夸完了就是赏赐了。有什么赏赐尽管开口。怎么感觉北岳皇上是在给自己找借口赏赐我呢？明媛还没从蒙怔中回过神来。皇上先服用一段时间，效果好再赏赐明媛也不迟。皇上高兴，今儿赏了，下回还有。难得碰到皇上这么高兴，魏姑娘不必谦虚。居然没推辞掉。明媛想要宫里最漂亮的绸缎。赏。北岳皇上大手一挥，明媛俯身道谢。北岳皇上让顺公公去挑绸缎，他让明媛陪他下棋，明媛自然不能拒绝。皇上，皇后来了。这么急的来找朕，何事啊？刚刚行宫派人来禀告，说是安南郡主病了，在发高烧说胡话。怎么会病倒？宫女们是怎么伺候的？行宫派人和臣妾禀告的时候，臣妾也问了，说是安南郡主昨晚上做噩梦，抱着被子哭了半天，应该是那时候入了寒气才病倒的。臣妾身为皇后，不便去行宫看她。那丫头怕皇上担心，还不肯告诉您。这么大的事，臣妾哪敢瞒着您啊？就来御书房了。可知道做了什么噩梦？臣妾也不知道。北岳皇上望向明媛，刚要开口，外面疾步走进来一公公。皇上，不好了！怀宁公主失足摔倒，难产了。一个病倒，一个摔倒，都是怎么伺候的？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就摔倒了？奴才不知道，只说怀宁公主情况凶险得很，太医没把握保他们母子平安。知道魏姑娘医术高超，魏国公府想请魏姑娘去魏国公府帮怀宁公主接生。你就去魏国公府一趟。北岳皇后欲言又止，面露焦色。明媛眨眨眼，看来北岳皇后是想她去给安南郡主治病的，只是碰巧被怀宁公主难产搅了局。她扶了扶身，转身离开。是臣妾疏忽了，前2日就觉察到安南郡主心情不太好，没有及时开解她。北岳皇上没有责怪北岳皇后，正要让北岳皇后退下，外面公公抱了一堆绸缎来给北岳皇上过目。皇上这时，魏姑娘给皇上调制了药丸，皇上高兴要赏赐她，她便要了些漂亮绸缎。帮朕看看这些绸缎如何？这些绸缎当然是极美的，不过最美的绸缎还属天香锦。北岳皇后说的时候，顺公公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这些绸缎是比不上天香锦，但也不差了。再多挑几匹送去行宫给魏姑娘。皇上性子就这样，喜欢谁就赏赐谁，根本隐瞒不了。说好的暂时不暴露魏姑娘的身份，可他这么做怎么能不叫人怀疑呀？又找魏姑娘了，公主情况紧急，还请随我快快进府。明媛一边走一边问嬷嬷情况，这才知道情况比她想的还要凶险。怀宁公主腹中胎儿刚满8个月，出嫁5、6年才怀了这么一胎，看得比谁都小心。只是怀宁公主身子骨并不好，这一胎怀得艰辛，
从知道怀身孕起，几乎就没出过魏国公府，好不容易熬到现在，结果却摔了一跤。了解了些基本情况后，明远也到怀宁公主住的院子里了。明远往前走了几步，一股若有似无的清香钻入鼻子，他嗅了一嗅，被其他香味给遮挡了。把屋子里的香炉和花草都撤下去。丫鬟愣了下，都赶紧撤下去。明远手搭在怀宁公主的脉搏上，不过片刻，明远的眉头就皱得紧紧的了。他看了太医一眼，太医脸上的同情都快溢出来了。明远施针后，去开了张药方，递给太医，请快把药抓好送来。明远尽量帮怀宁公主抑制生产，但她也到了该生的时候了。扛了没一会儿，怀宁公主继续叫疼。明远坐在一旁帮怀宁公主打气，稳婆接生。2刻钟后，怀宁公主生了，是个女孩。然而就报喜这么会儿的功夫，怀宁公主血崩了。明远赶紧让丫鬟把药端来，他给怀宁公主施针止血，然后把药给怀宁公主喂下去。明远尽全力施救，精疲力尽，才保住怀宁公主一条命。他自己也累得动了胎气，随身携带了保胎丸，明远服了一颗，也还累得头晕目眩。怀宁公主她是不是……没有那么绝对，好好调理个3-5年，还是能生养的。丫鬟婆子把屋子里收拾干净，血腥味淡了许多，那股异香就更明显了。果然不是错觉。明远让丫鬟把远处的窗户打开通风，魏国公府其他人这才进屋来。多亏了魏姑娘妙手相救，才保怀宁公主母女平安呐。是怀宁公主福泽深厚。姑娘，你也累着了，咱们该回去歇着了。不急，等怀宁公主醒来再走也不迟。柳儿看了眼床榻，怀宁公主脸上几乎就没什么血色，还不知道什么时候醒呢。魏国公府老夫人拜托明远劳累费心照顾她重孙女。皇上让我来，我一定尽全力。嬷嬷搬了椅子来，明远坐下。公主是不是在国公府外怀上孩子的？公主的确是在府外怀的身孕。公主心情不好，大少爷陪公主离京散心，一去3个多月，回来就发现有了身孕。你为什么这么问？待在府里，你可能这辈子都怀不上孩子。怀宁公主脸色刷白，嬷嬷心头一震。怎么会呢？我进屋的时候就闻到一股子淡淡的麝香味，因为被熏香和花香掩盖，我也只嗅到一丝，若有似无。我先前让丫鬟把香炉和花卉撤下去，就是为了确定是不是我的错觉。刚刚我在屋子里转了一圈，发现纱窗上的麝香味最浓。如果我猜的不错，这窗纱曾经被人泡过麝香，公主这才能怀上身孕。好在这些窗纱有些换了，再加上时日久了，香味淡了许多。公主又离京，这次怀了身孕，胎儿虽不稳，但还是保住了。怀宁公主眼泪滑下来，嬷嬷心底也是气得不轻。公主才生了孩子，不能哭。你才生了元气，我本不该告诉你的，告诉你是让你警惕，暗中查这件事儿，以防再次被人算计。你现在要做的是把身子养好，我会派人给你送药来。承蒙你出手，我才能活下来。从此以后，你我姐妹相称，但凡以后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只管开口，我必不推辞。明远轻轻一笑，叮嘱他注意的地方，就起身告辞了。老夫人，公主让人把屋子里的纱窗全部换掉。魏国公府二太太眼神一慌，魏国公老夫人皱眉，她才怀了身孕，见不得风，怎么突然要换窗纱？魏姑娘说，窗纱上被人进了麝香，才导致公主这么多年没能怀上身孕，好不容易怀上，还差点保不住。公主已经派嬷嬷进宫向皇上告状了。是哪个黑心狼干的，要断我长房子嗣？事关我们国公府的名声，不能让这事闹大呀。前脚魏国公府大太太去找怀宁公主说家丑不可外扬，后脚嬷嬷就走到了御书房前，请皇上给公主做主。做什么主？沈嬷嬷把窗纱浸泡了麝香，导致怀宁公主迟迟怀不上身孕，又一再动胎气的事禀告北越皇上知道。北越皇上脸色是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明远已经说了窗纱被进了麝香，但要处置魏国公府还得请太医来检查。
回皇上，这窗纱上确实还残留了一丝麝香味。残害公主是诛九族的死罪，北越皇上不可能把魏国公府上下都砍了脑袋，只留下怀宁公主一人。北越皇上传魏国公进宫，老臣该死，公主下嫁是我国公府几世修来的福分，老臣却没能保公主周全。今儿若非魏姑娘去了，怀宁公主还不知道要被人害多久。魏国公连连认错，朕给你7天时间，查不出这窗纱是何人所为，朕夺了你魏国公府的爵位。魏国公脸色刷白。这事被沈嬷嬷捅进宫，在宫里传开，然后传出宫外来。事情传开的时候，明媛刚回行宫，累得都快站不住了。可算是追上魏姑娘了。安南郡主高烧不退，皇上让您去行宫一趟。太医治不了安南郡主吗？魏姑娘帮怀宁公主时动了胎气，需要休息了。魏姑娘病得严重，却是不宜劳累，可皇上的吩咐那就是圣旨，抗旨不遵肯定不行。让魏姑娘去给安南郡主治病时，并不知道魏姑娘动胎气，如果知道，未必会劳烦魏姑娘。明媛想了想，还是决定去一下。北越皇上知道他不喜安南郡主，不是万不得已，不会派人来找他。你要去哪儿？明媛有点心虚，刚要说话，楚墨尘一把将他抱起来，转身回行宫。镇南王世子，安南郡主还等着魏姑娘。滚！公公还欲上前，赵峰看着他，想死就只管进。公公赶紧坐马车回宫，只是有点动胎气，没你想的那么严重。楚墨尘两眼瞪着他，明媛声音越来越弱，到最后几乎听不见了。魏姑娘没大碍吧？瞧着应该没事，魏姑娘是大夫，哪能让自己出事啊？北越皇上摆摆手，让公公退下。那安南郡主，让太医尽全力医治。第二天，北越皇上起床早朝，太医匆匆进宫禀告安南郡主的险情。北越皇上也没想到安南郡主会病得这么严重，他眉心一皱，雷霆震怒。若是荣王世子没有带魏姑娘进京，朕和荣王还有安南郡主是不是都要没命了？太医惶恐，扑通一声跪下。要不要去劝劝皇上？皇上都不心疼自己的孙女儿，本宫心疼什么？明媛正歪在小榻上啃果子，楚墨尘坐在一旁看书，听宫女禀告顺公公来了。楚墨尘眉头拧紧，我就说躲得过昨儿，也躲不过今儿吧。你就那么想去给安南郡主治病吗？这可能吗？就是好奇安南郡主怎么突然病得这么严重，太医束手无策，明显就是有问题。他这回病倒，没准和他来北越的目的有关。明媛回了他一记白眼，不管是不是冲着他来的，他都躲不过去。魏姑娘身子可好些了？比昨儿好一些了，有劳顺公公记挂了。太医学艺不精，安南郡主情况凶险，皇上虽然不忍心魏姑娘怀了身孕奔波劳累，但安南郡主实在是……让不让我去啊？哼，我说不让，你是不是就不去了？还是会去的。楚墨尘气得脑壳疼，顺公公嘴角抽了几下。吓死我了！魏姑娘做什么事，镇南王世子哪管得着啊？荣王世子请她走，她怎么还待在北越不肯走？柳儿扶明媛从小榻上下来，顺公公在前头带路，亲自护送明媛去行宫。安南郡主情况如何？服了退烧药，非但一点效果没有，额头还越来越烫了。明媛坐到床榻边，抬手探安南郡主的额头，这么好烫啊！再给安南郡主把脉，让丫鬟端烈酒来，越烈越好。明媛用帕子浸透给安南郡主擦额头、脖子，还有胳膊和掌心，但凡露在外面的皮肤都不放过。擦过酒水后，给安南郡主施针，再是写下药方。按理1个时辰，安南郡主就该退烧了。可明媛在行宫待了2个时辰，屋子里酒气熏天，安南郡主一点都没有退烧，还因为闻多了酒味，有些醉酒了，脸蛋红得吓人。不应该会这样啊，难道和他体内的毒有关？那天明媛给北越皇后治病，
安南郡主帮明媛不成，还跪了半天。明媛离开的时候，他气头上要打明媛一巴掌，明媛给他下了点毒，安南郡主胳膊使不上力气，不得不花1万两找明媛解毒。他们之间的梁子越结越深，明媛不得不防一手，所以他给安南郡主下毒了。毒隐藏在体内，1年之内不会毒发，就是毒发了3个月也不会致命。只要安南郡主在他离开北岳之前老老实实的，在走之前，明媛自会给他解毒。从怀里拿出一颗药丸，明媛给安南郡主塞进去，把之前退烧的步骤又重新走了一遍。半个时辰后，安南郡主就开始退烧了，而且退烧的速度很快，因为是之前服下的药起作用了。太医惊奇不已，不耻下问：那是我恩师给我留的退烧丸。得亏魏姑娘心善，安南郡主没少针对她，她还舍得把这么珍贵的药丸拿出来救她。这魏姑娘是有一颗救死扶伤的医者仁心呐。既然安南郡主开始退烧了，而且效果极好，明媛便要走了。魏姑娘辛苦了，您治好了安南郡主，皇上必有重赏。我学医也是为了救人，只愿我救的不是个敌人。顺公公脸上笑容有些尴尬了，谁也不能保证安南郡主醒来会不会恩将仇报。人是顺公公从行宫护送来的，如今差事完成，他护送明媛离开。郡主可算是醒了，我睡了多久？青葵帮他摆好大营枕，把明媛替他治病的事说了。安南郡主脸阴沉沉的，因为这不在他的计划之内。咱们这回可是欠了魏姑娘一个不小的人情。是皇上派她来救我的，又不是我求着她来的。何况那日在街上，我也帮了她。一个帮字，安南郡主咬得格外的清晰。怎么帮的，他和明媛都心知肚明。他这份救命之恩，明媛要是认的话，两人也就不会针尖对麦芒，互看不顺眼了。郡主可算是好转了，皇后娘娘都担心的念了1上午的佛经了。皇后娘娘疼爱安南，等安南好了，也多念佛经，替皇后娘娘和梁王殿下祈福。怎么会突然病得这么严重呢？说到病重，安南郡主心有余悸，前头晚上泡了个冷水澡，让自己病一遭，可没想到会病到太医和大夫都治不了的地步。但这实情即便是皇后也不能说。前天夜里做梦，梦到了爹娘，我许久都没有看到他们了。安南郡主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般往下掉，冯嬷嬷劝她别哭。嬷嬷，能不能帮我向皇后娘娘传句话？郡主太客气了，您有什么话要转达皇后娘娘的，只管说便是。我想回东陵了，还望皇后娘娘帮我。相助之恩，安南会涌泉相报。看来皇上这回是真伤了安南郡主的心了。不过也难怪，东陵左相拿她当亲女儿养大的了，岂是皇上能比的？那姑娘是打算帮安南郡主了？我不是一直在帮她吗？只是皇上不肯安南郡主早早出嫁，留在身边罢了。北岳皇后起身去了御书房，北岳皇上正在训斥顺公公办事不力呢。出宫许久，竟然不知道安南郡主怎么会病得那么严重。顺公公是看皇上您宠着魏姑娘，怕她出事，紧着送她回行宫了。怎么过来了？臣妾刚刚派冯嬷嬷去探望安南郡主，才知道安南郡主是思念东陵左相和夫人，夜不能寐，才吹了风受了凉。北岳皇上只知道安南郡主是做了噩梦，但做了什么噩梦并不知道。到底是在东陵左相膝下长大的，来北岳这么久，想爹娘也是人之常情。臣妾知道皇上舍不得外孙女儿，但女儿家长大了，总是要嫁人的。这一次多亏了魏姑娘出手，才救了安南郡主一命。未免还有下回，还是尽早让安南郡主出嫁吧。皇上要舍不得她，不妨让安南郡主出嫁后，带着骏马爷来北岳多住些日子。臣妾想东陵会答应的。北岳皇上盯着北岳皇后看了会儿。安南郡主出嫁事宜就交给皇后操劳了。皇上说哪儿的话呢？这是臣妾的本分，臣妾一定会尽心准备，让安南郡主风光大嫁。记得问问安南，她有什么想要的。这一出嫁，山高水远，
朕即便贵为天子，也照拂不了他多少了。有什么要求，都尽量满足他吧。世子妃先用饭吧。世子爷他们回来的路上遇到了荣王世子，说是有要事要谈，上了酒楼，让您先用饭，不用等他们了。明远也确实饿了，就不等楚墨尘和魏明成了，坐下来一人享用8菜1汤。吃完了饭，继续调制药丸。刚忙完揉脖子，楚墨尘的脚步声传来。怎么现在才回来？听暗卫说你一直在忙。不累，你和大哥都不在，我正好调制药丸打发时间。魏明成也走了进来。明远见他们脸色都不是很好，心也提了起来。怎么了？恒王来北越了，这2天就到京都了。恒王要来？难道是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儿？明远一问才知道梁王和恒王联手了。梁王快马加鞭离京，就是去见恒王的。你可算是来了。明远上前给他行礼。咱们之间用不着这些虚礼。起身后，明远坐到床边，从怀宁公主怀里抱过孩子。安儿好像更喜欢你抱她。应该是哭累了才睡着了。可是安儿都不怎么吃东西。把孩子放在怀宁公主身边，明远才帮忙把脉。早产的孩子照料起来要格外的尽心。小郡主的乳母是谁？叫乳娘来一趟。没一会儿，乳娘就来了。明远让她坐下给她把脉。我没病。我知道，小郡主身体弱，不宜直接用药，接下来半年只能你服药来喂养小郡主了。乳娘有点担心，毕竟是药3分毒，她喂养小郡主没事，她怕会伤自己的身子。虽然喂养的时间是久了一些，但对你也是百利而无一害。小郡主养得好，你的身子骨也会比现在好很多。乳娘放下心来，连连道谢。明远写了药方，陪怀宁公主做了1刻钟，便告辞了。怀宁公主舍不得她走，我还得去荣王府一趟。怀宁公主就不敢拦明远了，让嬷嬷送明远出府。暂时不用换药方。有劳魏姑娘了。荣王的气色比当初明远见到他躺在床上时，可以说是有天渊之别了。王爷，您要的画送来了。父王要什么画？是你皇祖母云溪郡主的画像，过几天就是她的忌日了。以前没人敢提云溪郡主这几个字，顾及你皇祖父，我也没敢祭拜她。荣王的生母位分不高，季明在云溪郡主膝下才有了嫡出的身份，才能得北越皇上几分照拂，有了夺嫡的机会。你送去祠堂挂起来。我能看一眼云溪郡主的画像吗？荣王还没点头，荣王世子就把画像打开了。其实他也不知道云溪郡主长什么模样，这幅画是费了好大力气才找到的。明远走到荣王世子身边，就看到画像上的云溪郡主，那熟悉的容貌看得明远心头一震。荣王世子也觉得画像眼熟，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我肯定看过这画像上的姑娘。我先回行宫了，改日再来。世子爷，你有没有觉得这画像上的姑娘很眼熟啊？你也觉得眼熟？属下记得见她的时候，她正在和镇南王世子妃说话。镇南王世子妃肯定知道，要不属下去问问她。哎，问她是问不出结果的。只是那姑娘怎么会和云溪郡主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呢？不会那姑娘才是皇上的外孙女，世子爷的表妹吧？云溪郡主是大景朝云王府郡主，就算当年北越出事，她为避祸离开北越，也该往大景朝逃，而不是东陵。要不属下再去大景朝一趟？一来一回，少说也要1个月，我等不及。等不及也没辙呀。怎么多了这么多花？是宫里派人送来的。明远走过去，看着那些赏心悦目的花，疲惫都好转了不少。但屋子里不宜摆太多的花，看久了也会疲惫。把这几盆搬出去吧。坐下来，明远喝茶，刚有些疲乏，看了会儿花，倒不想睡了，便又起身准备去书房。我正想去找你呢。找我什么事儿？今儿我在荣王府看到了云溪郡主的画像。虽然明远没说的那么直白，但他什么都写在了脸上。楚墨尘眼神黯淡，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楚墨尘看着明远，把手心握着的信给明远看。王爷中箭了，昏睡了3天才醒，虽然人醒了，但情况不是很好。
送信来是希望他能回去一趟。我先派人送解毒丸回去。要不我还是和你一起回去吧。你不要胡思乱想，父王福大命大，绝不会有事的。真的没事吗？你不了解父王，他绝不会让你怀着身孕冒险。若所中之毒一定要你解不可，他会自己来北岳，而不是送这封信来。你是怀疑这封信是假的？父王中毒昏迷3天，按理这封信早该送来了，情况危急的时候没送来，反倒醒来之后才给我飞鸽传书吗？这封信把大家的心情都破坏殆尽。晚饭明媛几乎就没吃，楚墨尘就更没胃口了。赵峰已经带着药启程回大景朝了。是夜，明媛睡不着，楚墨尘更睡不着。扶我起来。楚墨尘以为他要起来方便，自己下床后把明媛扶起来。明媛喝了口水，去拿安神香来。今晚没安神香，楚墨尘10有8九是睡不着的。这香炉怎么不是之前用的那个香炉了？之前的拿玉香炉雕刻精美，明媛很是喜欢。把熏香点上后，明媛净了手，就睡回床榻了。醒来时，楚墨尘已经不在身边了。柳儿端着铜盆进来伺候明媛梳洗，梳洗完，然后出去吃早饭。怎么只有大哥一人？相公呢？妹夫一早启程回大景朝了。他回去了？魏明成轻点了下头。明媛就生气了。他要走，为什么都不和我说一声？他是临时决定回去的，不忍心叫醒你，更怕你要和他一起回去。我调制的安神香，就是头牛也能一觉安睡到天大亮了。他是什么时候决定回去的？赵烈出来，明媛才知道昨晚上楚墨尘做噩梦了，梦到王爷中箭，药石无医，吓得从噩梦中醒过来，惊动了在外面看守的赵烈。他怎么会做噩梦呢？安神香怎么没对他起作用？明媛心底隐隐不安。梦都是反的，你别担心，昨晚你就没吃多少，你还怀着身孕呢，你不吃孩子也得吃啊。明媛夹起虾饺，有一下没一下的吃着，心不在焉。魏明成也没有逼他吃太多，叮嘱了几句就骑马走了。姑娘心情不大好，我不敢说。行宫里就说你和姑娘关系最亲了，你不敢说，我就更不敢了。要不您等姑娘心情好的时候再说，应该也不是很急。姑娘，行宫里一丫鬟撞伤了额头，怕留疤，想向您讨点药膏。撞伤了？怎么撞伤的？这一问倒是把柳儿给问住了。拿给她吧。明媛也只是随口一问，但柳儿却上心了，取了药膏亲自送去给那丫鬟，并询问了下。姑娘，奴婢打听清楚了，可儿是昨晚上做噩梦，吓得从床上滚下来，脑袋不小心搁到了小鸡上撞伤的。她也做噩梦了？是啊，和儿刚刚还哭着跟奴婢说，她睡觉很少做梦的，更别提做噩梦了。楚墨尘不是个会做噩梦的人，也是突然做了噩梦，只是他是梦到王爷出事，明媛没有多想。现在丫鬟也做噩梦，明媛就不得不多心了。抬眸准备吩咐柳儿，结果眸光正好瞥到小鸡上的百合花。快去把那个叫和儿的丫鬟叫来，我有话问她。叫你来没有责罚你的意思，只是问问你昨晚做噩梦的事儿。太吓人了，奴婢不敢说。我不是好奇你的噩梦，是你昨儿都做了些什么事儿。和儿呆呆地望着明媛，把你从昨天醒来到睡觉前做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我。和以往一样，和儿醒来后洗漱，然后吃早饭，打扫行宫，擦桌子椅子。昨天宫里送了不少的花卉来，和儿帮忙把花卉搬进屋。昨儿送花卉来，可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和儿望着明媛，犯什么傻呀？姑娘在问你话呢。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啊。说着，和儿顿了下。昨儿绿兰搬花进屋子，丢了只耳坠在屋子里，后来进来取，还是奴婢帮她找到的呢。奴婢起身的时候不小心撞到桌子，把香炉打碎了，从库房给姑娘取了个新的。奴婢找护卫大哥认错，护卫大哥说没事。送花卉，落了耳坠，摔碎香炉，这也太巧合了点儿。怎么会把耳坠掉到椅子底下呢？昨儿绿兰姐姐搬花卉进屋，不小心撞到了桌子，可能是那时候把耳坠掉在桌子底下吧。昨天的摔碎的香炉呢？绿兰姐姐拿走了，应该放在库房里了。明媛让和儿和柳儿去把香炉碎片取来。1刻钟后，碎片就取来了，乱七八糟地摆在锦盒里。他把香炉拼凑到一起，缺了一块，在屋子里找找，看有没有。
柳儿和荷儿赶紧帮忙找，趴在地上找了半天，才从小鸡底下把那碎片给摸到。伸手去碰的时候，不小心被戳了一下，指尖溅了血，疼得荷儿额头打颤。明媛让柳儿给她药膏止血，荷儿忙说不用。明媛一门心思都在这半块碎片上，她轻嗅了嗅，香炉熏香许久，碎片上满是香气，但香气之中又加了一丝异香。赵峰，世子妃，赵峰送药回去了，您有什么吩咐，属下去办。快去把世子爷追回来！可是出什么大事了？这香炉上有异香，只要闻上半盏茶的时间，晚上睡觉必做噩梦。先是送花卉，再是送家书，接着做噩梦。这么做的目的明显是要支开楚墨尘，只怕半道上会有埋伏。赵烈也吓住了，赶紧派人去追楚墨尘。他则把那个叫绿兰的宫女抓起来审问。明媛都查到香炉有问题了，绿兰的宫女面带惶恐，张嘴就是她什么都不知道，再问她就直接咬舌自尽了。荣王世子得知消息后匆匆赶来。荣王世子来得正好，你帮我查查，这些天是宫里谁赏赐给我的？荣王世子看着那些百合和茶花，都是难得一见的珍品。明媛把他昨天去荣王府给荣王诊脉，和魏国公府见怀宁公主时，有人借着送花的时间进屋，在香炉里下毒的事说了。荣王世子眸光也凝重了起来。我这就进宫去打听。如明媛所料，那些花卉真不是北越皇上赏赐给明媛的，只是有人去花房说了一声，说是御赐了几盆花给魏姑娘，让挑好的送去。北越皇上连那么贵重的玉佩都赏赐给了明媛，何况只是几盆花了。没人多想，捡好的挑了10几盆就送到了行宫。这件事荣王世子直接捅到了北越皇上跟前。北越皇上震怒，命荣王世子彻查此事，不论查出来是谁，他绝不轻饶。北越皇上动怒的时候，北越皇后正好进御书房，她瞥了冯嬷嬷一眼，冯嬷嬷点点头。皇上怎么生这么大气？北越皇上撇过头来，眸底的寒芒看得北越皇后后背发怵，只一眼，北越皇后掌心就出了一层细密汗珠。皇后怎么过来了？皇上把筹备安南郡主出嫁的事儿交给臣妾办，臣妾知道皇上疼安南郡主，觉得亏欠于她，打算依照公主的规格准备陪嫁。我便派人去问了安南郡主的喜好，安南郡主对嫁妆没什么要求，只想要几件云溪郡主的旧物做陪嫁，以慰藉思念之情。安南想要什么旧物？臣妾也不知道。北越皇后轻摇头，安南郡主想自己挑2件。这个要求不过分，北越皇上没有理由拒绝。北越皇后得到答复后就告退了。等安南郡主的病好了，臣妾陪她去挑。北越皇后前脚走，后脚进来一大臣，禀告北越皇上，大景朝恒王距离京都不过100里，明日就能到京都了。恒王和镇南王世子的仇，大家都有所耳闻。恒王到了之后，安排住哪里成了个问题。还是分开住吧。镇南王世子已经离开了，魏姑娘也没有理由再留在行宫里，让她搬去荣王府住，让恒王住行宫。北越皇上这是想保明媛周全，又看热闹不嫌事大。荣王世子脑壳疼。王爷，您看这幅画。怎么了？这画上的姑娘甚是眼熟。确实眼熟得很啊！我想起来了，这画上的姑娘不是定北侯的二女儿镇南王世子妃的胞妹吗？怎么会是镇南王世子妃的妹妹呢？退下吧，我这就退下。然而就在这时候，一蒙面女子跳窗进来，手中一把剑折射出冷冽寒芒，朝着恒王刺过去。拿命来！凌月招招狠辣，奔着恒王的要害而去，可他根本进不了恒王的身。眼看着凌月落了下城，小厮手里的铜盆一扔，抽出腰间软剑就去帮凌月。原来还有同党，留活口。2对2，没有胜算，想逃也容易。可小厮让凌月逃，凌月根本不走，一心要取恒王的命。还不快走！你想死在这里吗？就是死，我也要他的命！小厮觉得他真的疯了，他还不能死。画像的事，他需要立即禀告世子爷知道。他是林月，他腹中怀着你们主子的骨肉。丢下这一句，小厮趁着护卫错愕的瞬间跳窗逃走。2名护卫追出去，凌月的剑冲着恒王而去，
恒王身子一闪，就抓住了凌月的手。恒王手一动，凌月转了半圈，被恒王带入怀中。原来你就是凌月。手一推，凌月就扑向了桌子。不躲着我点儿，还敢送上门来？凌月转身狠狠地瞪向恒王，恒王一巴掌甩过去，凌月脸都打歪了，嘴角一抹血迹流下来。恒王抓着他的手往床边走去。放开我！放开我！放开你！坏我好事还敢来杀我！既然已经是我的女人了，服侍我是你的本分。小厮也没想到，他为了保凌月的命，向恒王坦白凌月的身份，却让凌月再一次遭受了凌辱。第二天一早，恒王就朝北岳都城出发。恒王为和亲而来，宫里设宴款待他。魏明城赴宴了，但明媛没有参加。他有孕在身，又为楚墨尘的安危担心，实在没心情进宫。恒王的心情似乎很好，心情确实不错。昨晚在驿站有刺客埋伏，欲行刺于我，多亏凌月姑娘及时赶到，我才识破刺客身份，逃过一劫。听荣王世子说，凌月失身于你的时候，你尚不知她的真容。现在看来，恒王对凌月是很满意了。荣王世子精心调教出来的人，比之大家闺秀不差分毫。他又怀了我的骨肉，母凭子贵，我也不会亏待了他。凌月只是荣王世子的一个暗卫，又已经失身给了恒王，若不是被误会怀的是荣王世子的孩子，也不会闹大。既然闹大了，就不能当作什么都不知道，这才有了通知恒王前来接凌月回去的事。恒王一表人才，人中龙凤，凌月只是个丫鬟，让你专程来北岳迎她回去，委屈你了。皇上，恒王亲自来北岳，足见对凌月的真心。臣妾看，不如赐凌月一个身份，让她风风光光的出嫁吧，也算是成全了一对有情人。那就封为凌月郡主，则即日与恒王完婚。恒王道谢，荣王世子脸阴沉沉的，不吭一声。凌月怎么没和恒王一起进宫？昨晚帮我退敌，他不小心动了胎气，我留他在驿站休养了。休养是假，动了胎气却是真的。打着休养的幌子，凌月是休想再见荣王世子了。北岳皇上赐座，恒王就坐在荣王世子对面。不过凌月被恒王扣下这事，对荣王世子来说也不是一点好处没有。至少他可以名正言顺地借着明媛和凌月不和为由，让恒王住在另外的行宫内。明媛执意不肯离开行宫，为了他住得舒心，北岳皇上肯定会松口，也算是解了荣王世子一大难题了。只要不让恒王见到镇南王世子妃，他就能留在北岳。而此时，一架奢华马车徐徐进宫，安南郡主带着丫鬟进宫了。郡主，你怎么了？没事儿，就是头忽然有点晕，歇会儿就好了。奴才去请太医来吧。怕是没法去参加宴会了。宫宴都差不多，少参加一回也没什么。郡主还是找个地方歇息吧。奴才这就去请太医来。安南郡主大病初愈，身体正虚弱，不宜走动，丫鬟要扶她回去。我都进宫了，就这么回去了，更叫外祖父担心。我头晕找太医的事不要告诉皇上，免得他担心。太医不会多言，公公就更不敢了。太医走后，公公就陪着他。昨儿皇后让我进宫挑几件外祖母的遗物做陪嫁，我先去挑了吧。丫鬟劝他改日再挑不迟。过2日就是外祖母的忌日了，我这样子恐怕进不了宫，你只管扶我去便是。真到了藏东西的库房，却是被拦了下来。哎呀，这上头还没有发话，奴才实在不敢放郡主进去。我家郡主身子都病成这样了，好不容易走过来，你却拦着不让进，怎么？难道是怀疑我家郡主在假传圣旨不成？郡主息怒，奴才没有这样想。皇上把管着库房的重任交给奴才，奴才只是按规程办事，不敢懈怠呀。皇上这会儿在参加宴会，不敢打扰他。管事公公不信，可以派人去问皇后身边的冯嬷嬷，便知真假。那郡主等会儿，奴才这就派人去问问。快点儿，打扫得很干净。
皇上宝贝的东西，我们这些做奴才的哪敢不上心呢？这些东西奴才照看了10几年了，分门别类。郡主想要什么，奴才帮你拿。我先看看。安南郡主转了转，让管事公公给他介绍东西背后的故事。管事公公说得很详细，却不知身后丫鬟在翻找东西。丫鬟找得很快，转身之时，被一旁桌子上一雕刻精美的紫檀木盒给吸引了注意力。丫鬟走过去，把紫檀木盒打开，看到画的瞬间，丫鬟差点没叫出来，这可不就是他们此行要找的那幅画吗？见管事公公正说得起劲儿，他赶紧把紫檀木盒盖上。丫鬟将裙摆撸起来，把画绑在腿上，再将裙摆放下，走了2步后去了另外一边。丫鬟用手指轻弹玉器，发出一阵清脆悦耳之声。哎呦，我的小姑奶奶，这里的东西都金贵着呢，可不能这么随意敲啊。这是玉器，又不是豆腐渣做的，我有分寸。平常我就是太惯着你了，都快没分寸了。这可是我外祖母留下的遗物，若非外祖父疼我，寻常人只怕想见一眼都难。郡主看中了哪些啊？都是好东西，我已经挑花了眼了。公公帮我看看哪些是外祖父常看的，那必定是外祖母生前最喜欢的东西。我也不多拿，挑一件就行了。云溪郡主生前喜欢的东西，奴才还真不知道。不过皇上常看的有这几件，那边的砚台和屏风，以及几幅画。云溪郡主还临摹了不少呢，其中一幅皇上最喜欢，用画就算了，看看其他的吧。管事公公就介绍其他的。安南郡主挑了4件，觉得乏了，便出了库房。我就要这几件了。我身体不适，先行回宫了。等宴会散了后，你把这些送去给皇上过目。进了马车里，丫鬟把裙摆撩起，把画拿给安南郡主看。就为了这么一幅破画，我吃了多少苦头？这画背后到底有什么玄机？丫鬟摇头，郡主都不知道，她就更不知道了。未免夜长梦多，待会儿就把这画送回去。散宴之前，荣王世子起身望着北岳皇上。皇上，魏姑娘和林月之前有点矛盾，才搬去行宫住的。林月如今和恒王在一处，还是另外安排行宫给他们歇脚吧。怎么能为了迁就魏姑娘，给恒王另外安排住处？就这么安排吧。北岳皇后话卡在喉咙里，脸涨得通红。百官还在呢，你宠着镇南王世子妃，都不顾我这个皇后的面子了。北岳皇上起身离开，起得也不猛，可就在起身的时候，突然脑袋一阵晕眩，天旋地转。皇上头疾不是已经痊愈的七七八八了吗？怎么还会晕眩？北岳皇后要请太医，北岳皇上没同意。还是请魏姑娘进宫给皇上看看吧。朕没事，就不让她跑一趟了。北岳皇上回了御书房，喝了一盏茶。管事公公就带着安南郡主挑选的东西去见他。安南郡主就挑了这几件？只挑了这4件。奴才劝他多挑2件，安南郡主说这4件就足够了。给安南郡主送去吧。转眼6天过去了。不好了，皇上出事了！皇上出什么事了？皇上突然吐血，晕倒了。明媛赶紧下了罗汉榻，要进宫看北岳皇上，毕竟那是他的亲外祖父。那边马蹄声传来，暗卫脸色刷白，看到明媛，直接从马背上滚了下来。你不是去追世子爷了吗？追上了吗？是，世子爷出事了。快说呀，世子爷出什么事了？世子爷赶着回边关，半道上桥断了，只能弃马乘船，可半道上船出事了，一船人都……姑娘，话还没说完，就被柳儿的急呼给打断。明媛晕倒了。这几天没楚墨尘的消息，他吃不下睡不安，现在彻底支撑不下去了。魏明成赶紧把明媛抱回行宫，派人去请大夫来。只是大夫还没来，刑部来人了。北岳皇上吐血晕倒后，太医从北岳皇上服用的药丸里检查出了毒，那药丸是明媛调制的。北岳皇后命人捉拿明媛，行宫里的一干人等有一个算一个，悉数下狱，包括魏明成在内。半道上，恒王听闻魏明成被抓，赶过来帮他说好话。你还活着？恒王认得魏姑娘？怎么会不认得？若非她，
我也不会错失太子之位。恒王不是因为镇南王世子妃才没了太子之位的吗？她就是镇南王世子妃。刑部尚书倒吸了一口气，难怪镇南王世子进京后，他就不住在荣王府，奔去了行宫中。原来如此啊！刑部尚书把明媛和魏明成关进刑部大牢，然后进宫禀告北越皇后。北越皇后勃然大怒：人是荣王世子带回京的，魏姑娘就是镇南王世子妃的事儿，她肯定比谁都清楚。皇上中毒这件事，未必不是她指使的。哎呦，皇后息怒啊！现在当务之急是给皇上解毒，让皇上醒过来。奴才相信魏姑娘不会在药丸里给皇上下毒，她是聪明人，不会做这样的蠢事儿。刑部尚书也觉得这样下毒太蠢了些，可北越皇后不管，就算不足以把荣王世子也押进刑部大牢，至少要把荣王府团团包围。就这样，荣王世子被禁足在荣王府，想帮明媛申辩几句都办不到。明媛是在刑部大牢里醒过来的，醒来的时候只有魏明成在他身边，知道他担心楚墨尘，宽慰明媛：别担心，妹夫福大命大，不会有事的。现在有事的是我们了。北越皇上中毒后，太医院的太医都给北越皇上把了脉，可没人能解北越皇上中的毒，药一碗碗的给北越皇上灌下去，可就是不见效。又向提议找明媛来给北越皇上解毒，北越皇后不同意。梁王在朝中势力不小，荣王世子涉嫌指使明媛毒杀皇上，荣王一党的人说话都没了底气。看到护卫还活着，荣王世子心口的石头移走了一块。王府都被围困了，他还傻乎乎的进来，不让进还硬闯。爷，那幅画我打听清楚了。现在都这样了，谁还顾得上那幅画？荣王世子想着，突然反应过来，神情激动：你刚刚说什么？是谁酷似云溪郡主？镇南王世子妃的胞妹。这要是真的，镇南王世子妃岂不是我的表妹了？荣王世子在屋子里来回的走，让激动的心情平复下来。世子爷不但多了表妹，还多了个表哥呢。荣王世子脸上笑容湮灭，脚步变缓，最后抬脚往荣王府大门走。世子是要出府吗？荣王世子没回话。大门口被围堵得水泄不通，连只鸟都飞不出去。世子病了没法见我，给你宣太医也没人理会。但见世子的气色，倒是病愈了。我有急事出府，有事等我回府再说不迟。捅出这么大的篓子，世子一句解释都没有吗？母亲觉得父王若是病逝了，荣王府的处境会比现在好多少？那也比现在好。不过是苟延残喘罢了。皇后和梁王都不是心胸宽阔之人，我们荣王府和他们争夺储君之位，他们一直怀恨在心。一旦梁王登基，都不用他出手，自有一堆人为了讨好他这个新帝，拿荣王府开刀。这些不用我多说，母亲心里有数。说完，荣王世子作揖，迈步离开。荣王妃气得手攥得紧紧的。荣王世子请回吧，没有吩咐，我们不敢放你离开荣王府半步，还请荣王世子不要为难我们。拿枷锁来。世子爷，这是……我有10万火急的事需要进宫见皇上，我也不为难你们，带着枷锁进宫便是。若是这样还不放行，出了什么事，由你们主子一力承担。这事儿得问过刑部尚书的意思。荣王世子且稍等，我去就回。荣王世子也不能强行闯出去，只能回花厅等候。不惜捆上枷锁也要进宫，只怕真有急事。可带着枷锁进宫，没有这先例啊！刑部尚书来来回回，晕头转向。哎呀，大人，您倒是拿个主意啊！再多派些人手包围荣王府，我亲自护送荣王世子进宫。世子爷，刑部尚书来了，还带了不少衙差来，包围咱们荣王府的人更多了。看来刑部尚书是个聪明人，可堪大用。世子爷要带枷锁进宫，实在是为难臣了。借臣几个胆子也不敢对您上枷锁呀。您一定要进宫，臣只能陪您走一趟了。本宫不是给刑部下了命令，谁敢闯出荣王府，格杀勿论吗？刑部尚书和荣王世子一起进的宫。快扶本宫去皇上那儿。北越皇后在嬷嬷的搀扶下，3步并2步赶到北越皇上寝殿前，
正好刑部尚书和荣王世子也到了。刑部尚书，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违背本宫的意思，私放荣王世子出府，还许他进宫来打扰皇上养病。你不知道他是本案最大的嫌疑人吗？皇后息怒，荣王世子自请带枷锁也要进宫，臣怕和皇上病情有关，不敢不放他出府。皇后就这么怕我进宫吗？笑话，本宫怕你进宫做什么？本宫是怕你贼心不死，再次伤害皇上。有刑部尚书和侍郎看着我还不够吗？我若真要对皇祖父做什么，不正中你和梁王下怀？送荣王世子回府。我看谁敢碰我一下试试。侍卫，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知道该听谁的。还不赶紧送荣王世子出宫，扰了皇上养病，你们谁担待得起？都退下，皇上让世子爷进去说话。龙榻上，北岳皇上躺在那里，双眸紧闭，哪有半分清醒的样子。刚刚皇上醒了，怎么又睡下了？皇上是真醒了，还是你在假传圣旨？假传圣旨是死罪，借奴才几个胆儿也不敢呢。皇后要是不信奴才，可以问他们。寝殿内不止顺公公，还有2个小公公，不过那2个小公公是顺公公的心腹。奴才们只看到皇上抬了手，皇上说什么，奴才们没听见。皇上昏睡许久，刚醒过来，说话声音小，他们没听见，很正常。荣王世子走到病榻前，看到北岳皇上那苍白的脸色，还不快传太医？快传太医来！太医就在偏殿，随传随到。刚刚皇上醒了一瞬，你快看看，是不是皇上服用的药有效了？皇上的脉搏比之前更弱了。有劳刑部尚书去刑部大牢请镇南王世子妃来。就是他害皇上中毒，你还敢请他来？太医院上下有几成把握给皇上解毒？最多2成。太医院上下都没把握救好皇上，镇南王世子妃医术高超，即便他嫌疑最大，也该让他先给皇祖父解毒，再行清算。只让他进宫，留他兄长定北侯世子在刑部大牢，他不敢轻举妄动。皇后总不会怕他一个手无缚鸡之力还怀有身孕的女子在刑部尚书的眼皮子底下跑了吧？这时候右相和魏国公他们进宫了，都赞同荣王世子的提议。镇南王世子妃根本不足为惧，皇后执意不让他进宫替皇上解毒，莫非是有意拖延皇上的病情？镇南王世子妃是你带回北岳的，他给皇上的药里下了毒，害皇上吐血晕倒，本宫衣不解带的伺候在病榻前，你却怀疑本宫有意拖延皇上的病情。北岳皇后涂着单扣的指甲掐进手心都没觉察到疼，她咬紧牙关，从牙缝里挤出来几个字：带镇南王世子妃进宫。臣告退。尚书大人小心，一定要确保镇南王世子妃毫发无损的进宫。北岳皇后看向嬷嬷，眸底暗芒闪烁。顺公公搬了椅子来，荣王世子坐在一旁，什么话都没说。